凶兽肆虐，人人都能觉醒异能，而我觉醒的一级天赋弱电，却能在5科高考镇压一切。石暖，给我加点。穿越就穿越，能不能给个好点的开局？深蓝系统激活成功，新手礼包发放成功，是否现在领取？系统新手礼包都有些什么东西？200异能点以及 S 级异能紫霄神雷。卧槽 ！S 级异能立即领取。S 级异能紫霄神雷开始发放。只见轰的一声低响，仿佛有无尽的力量在麦当体内炸弹，雷电以麦当为中心蔓延开来，将整个客厅吞噬。原本下午3、4点的情况，乌云密布，阵阵沉闷雷声响起。好恐怖的雷霆！我似乎感觉到了某种沉重的压力。江城第3军团进入戒备状态，严阵以待。领取紫霄神雷的动静也太大了一些吧？还好刚才努力控制了下力量，不然遭殃的恐怕就不只是这个客厅了。对了，新手礼包里还发放了200异能点，这是用来干嘛的？异能点可以通过击杀凶兽获得，消耗异能点即可提升等级和技能。明天就是1年1度的高考了，必须将这200异能点都花在刀刃上。深蓝，给我加点。以我现目前的实力，考上异能者大学是绰绰有余的了。现在该去试试我的实力了。让我先试试不用异能加持下我的巅峰实力。枪变轻了，不对，是因为我体魄变强的缘故。321卡，单纯的肉体力量居然比之前提升了差不多有1倍。麦当心头一动，紫霄神雷随即被召唤而出。3012卡，不愧是 S 级异能，太逆天了。不过3000卡还不是我的极限，闪电疾风破。看来我这一季已经能够和一阶上位异能者相媲美了，明天的高考有的玩了。好强的能量波动，有人达到了异能者层次。我们江城高中那几个进入了异能者层次的变态，都是在暴熊武馆训练的，怎么会来雷霆武馆？走，去看看。唐琪一行人也跟了上去，却碰见迎面走来的麦当。准备回家了，训练结束，想早点回去再准备准备。那行，明天5科高考加油，不过也要记得注意自己安全。好的，琪姐你也加油。好家伙，连记忆金属都被轰碎了，这得多大强度的攻击？刚才就只有麦当从这边走过，你们说这攻击会不会是他造成的？麦当其实是个超级天才，只是一直暗中隐藏实力，就等着在明天的高考里一鸣惊人。扮猪吃虎的网文看多了是吧？这么离谱的事情都能被你想出来。你表弟他仅只是1级异能，在5科高考里太危险。你在考场中要是遇到了麦当，能帮一把就帮一把。我是本次江城5科高考的总指挥王海洋。本次5科高考和往届高考相同，废墟小镇共分为外围、中部以及核心区域。外围地区都是不入阶凶兽，中部地区是1阶凶兽，核心区域全都是1阶高位凶兽以及2阶凶兽。大家出发吧！麦当，你应该没有加入小队吧？要不来我们小队？班长，我准备单人进考场，你们组队就好。林大美，你的组队邀请都拒绝。麦当，你够可以啊！多少人想和他组队都来不及呢。实话告诉你，我已经不是以前的我了，现在的我今非昔比。从外围到核心还有好一段距离，那就直接朝着核心地区出发吧。发现一头不入阶凶兽暗影猫。击杀不入阶凶兽暗影猫1头，异能点+3。击杀1头不入阶凶兽所获得的异能点太少了，还是要快点去往中间区域才行。和掌握元素风系异能的第1名周明阳相比，麦当的奔袭速度不算太快，但他一直在不断击杀凶兽。前方出现1阶凶兽独角蜥，刚好就拿你这个1阶试试我的紫霄神雷。1级异能弱电，全力施展下可以持续3个多小时，可换成 S 级异能紫霄神雷后，全力施展可能连1个小时都无法维持，看来只能先不使用异能，等着进入核心区域后再用。班主任陈凡看着排名45的麦当，百思不得其解。难道他隐藏了实力？可不管怎么隐藏，1级异能就是1级异能，还能忽然变成 S 级吗？不过是前50，我们火箭班最高都冲到第18名去了。看来陈老师是培养出了个了不得的学生啊！这一切都是麦当自己努力，和我没太大关系。我的排名又掉了1位，什么？第2高中的麦当607分，第9名。果然，昨天造成那一击的是你啊，麦当表弟。世间雷霆皆为我用，用雷霆击碎黑暗。一下击杀这么多凶手，麦当的排名从第9名冲到第1名，全场同学都沸腾。麦当学长的名字在之前虽然没听过，但从现在开始，他就是我的偶像了。一枪击杀12头凶兽，很好，出来吧，我发现你了。不愧是第1名，感官果然敏锐。周明阳，你是准备一个人对付最核心区域这群凶兽？怎么，你想和我抢怪？这里面有2头1阶中位凶兽，听说还有2阶凶兽，你一个对付不了呢。我们俩联手，说不定还有些可能。不用，我一个人就行。也罢，既然你这么自信，那就让我看看你到底有什么手段。深蓝，把枪法等级提升至高级，闪电疾风破提升至中级。
居然是嗜血暴熊，这下麻烦了。核心区最强的都才只是1阶中位来着，换到最核心区，最强凶兽变为2阶不说，就连这些普通凶兽也都是1阶高位，这还怎么玩？麦当那个家伙拼死拼活忙碌这么大半天，才拿到的3000多分，却还不如击杀眼前的这2阶凶兽和30多头1阶高位凶兽来得快。若是能击杀最终的2阶凶兽，更是能一口气获得4000分。完了，麦当惊动凶兽群，快跑！麦当身影很快被淹没在10多头凶兽当中。麦当不会就这么死了吧？果然，单凭肉体力量想要对付这么多1阶高位凶兽，还是勉强了些。随即，麦当把紫霄神雷融入体。以前用1级异能弱电来刺激身体，除了让身体发麻外，并没有其他效果。可现在换作 S 级的紫霄神雷，对，就是这种雷电入体的感觉。周明阳一行人已经全部看淡，一些高阶及雷电系异能者所带来的压迫感，却没有此时麦当所带来的压迫感强。比 A 级异能还强？难道是 S 级？哇，不对，他真是 S 级异能，整个大夏国都会震动，一定是异能变异。看着这些凶兽在自己眼皮子下面时，嗜血暴卡了我半分多钟的紫霄神雷，真以为什么事都没有啊？嗜血暴熊防御力虽强，但还是有不少雷霆顺着嗜血暴熊麻痹了他的神经，无法动弹。那接下来你就是活靶子了，闪电疾风破。击杀2阶下位嗜血暴熊1头，异能点加24。终于结束了，刚才的那一场战斗，几乎把我的实力发挥到了极致。嗜血暴熊就这么死了，恐怖，太恐怖了！快看，麦当的分数已经超过1万分了，打破了江南省的记录。天佑江城这一届省状元终于落到我们这里了。不过这次考场里面的凶兽好像大部分都被他一个人消灭。麦当父母在他小时候就双双死于兽潮中，可能是因为这样，他才对凶兽如此痛恨。原来如此。注意，江城第2037届5科高考结束，击杀凶兽将不再记录分数，请考生尽快返回。5科高考结束了，可惜再也没有这样能痛快收回异能点的机会了。1万多分，这也太猛了！去年我们江南省最高分才8000多分。今时不同往日，昨天他只是1级异能觉醒之后，今天他是我们江城第1。快看，麦当出考场了。麦当，欢迎回归，你是我们学校的骄傲。随即校长就直接拉着麦当坐上了回家的专车。麦当，你想好去哪个异能学校了吗？还没有。以你的成绩，全国3大顶尖异能高校都得求着你上，特招资格基本上是稳了。我明白了，多谢校长。麦当有没有哪受伤？没事，小姑身体好得很。那个5科高考的成绩咋样？这次你成绩就算再差都没事，能安全回来就好。放心吧，表弟这次不会让你失望的。是吗？多少分？有100了吗？有100分，而且比100分还多很多，是1万分。准确来说，应该是11124分，江城第1。江城第1，太好了！等成绩公布之后，小姑请你们俩吃一顿麦当劳。父母过世后，也就只有小姑才会给他带去家人一般的温暖。此时，魔都异能大学招生办上全场的老师主任看着大屏幕上的麦当议论纷纷。什么鬼？1级异能觉醒者，这2玩意儿能和省状元联系在一起？觉醒者也能成为省状元，这不会是搞错了吧？伊娃是最高级人工智能，不会犯这种低级错误。伊娃解析麦当的异能等级。麦当的异能属于自然系下的雷电系异能，麦当的异能83%的概率为 S 级，1%的概率为 SS 级，16%的概率为其他等级。在场所有老师呼吸也瞬间变得急促起来。疑似 S 级异能，再加上这强大的实战能力，麦当的省状元实至名归。麦当学校要力量。我觉醒了最垃圾的1级天赋弱电，却被3大顶尖高校抢着录取，只因我获得深蓝系统，只需消耗异能点就可以无限提升等级。麦当同学，你的5科高考战斗视频我们都看过，实战能力很强。不过你的异能似乎并不是异能觉醒时登记的1级异能弱电，你能告诉我们原因吗？当然可以。高考之前的那天，我被自然雷霆所劈中，从而导致的异能变异。异能变异倒也有这个可能，你应该还不知道你变异之后的异能是什么吧？正好我从学校带了台异能检测仪过来，你可以试试。麦当深吸一口气后，直接引动了紫霄神雷，狂暴而又耀眼的紫色雷霆萦绕在他身边。几位老师顿时为之一惊，这股力量，连作为5阶异能者的他们都略有些心悸。好狂暴的雷霆！此时，一头蓝色光芒从仪器内投射而出，将麦当从头到脚扫描了一遍。异能检测完毕，该异能为紫霄神雷，评级为 S 级。居然是 S 级异能！校长照耀双眼瞪大，他猜到麦当异能可能变异了，可没想到竟然直接从1级直接变异到了 S 级。麦当同学，只要你来我们晋城异能大学入学，就奖励你400万奖学金，外加一套 C 级装备。另外，大学4年你所需要的任何异能锻炼法、战绩，我们学校都免费提供。我操，这也太豪了！光那一套 C 级装备就价值上千万。呵呵，就这点东西也拿得出手。青金大学的苏韵秀眉一挑，直勾勾地盯着麦当。
麦当同学，你要是来我们京津异能大学，不仅能获得异能锻炼法以及各种战绩，另外我们还会给你600万的入学奖励金，以及大学4年所有你需要的装备。异能锻炼法和战绩就不用说了，他们有的我们也都有，只不过我们学校不提供奖学金以及装备，只是在每一学年都会给你提供一份 S 级修行资源。S 级修行资源那是什么？一旁的苏韵和吴渊眼眸中全是震惊。在我们的 S 级资源当中，有一种名叫龙血的资源，取自于8阶龙类凶兽的心头血，服用龙血之后，体魄会得到极大加强。而我们的 S 级资源每一份都是龙血这个级别的，这下你懂了吧？龙血 S 级修行资源，以前都觉得自己是见过世面的，现在才发现小丑竟是我自己。我们3所顶尖高校，你选哪一所？深蓝的异能点必须通过击杀凶兽获得。魔都异能大学对学生实战能力的培养是3所高校中最强的，再加上 S 级资源，魔都异能大学可以说是最好的选择。我选择魔都异能大学。苏韵和吴渊都不由叹了口气，在 S 级修行资源面前，他们2所学校提出的条件确实要苍白得多。魔都异能大学期待你的加入。另外，我们学校的新生入学报到时间是9月1号，你也可以选择提前入学报到。麦当眼睛一亮，能提前入学报到，那入学后就能查阅图书馆的异能锻炼法和战绩了。当然没问题，到学校你提前联系我就行。小郭，这是我给你们带的礼物。麦当，你有心了。正准备收下，却发现这些礼物都是比较奢侈的品牌。买这么贵的礼物干嘛？你之后上大学用钱的地方还多着呢。小郭，这些就是我挣来的呀。市里因为我拿到了省状元，准备奖励给我200万，外加1门异能锻炼法和一套豪华别院，这些对我而言还算不上什么负担。原来是这样。对了，市里送的房子你就选在我们镜湖小区呗，以后也好走动。好啊，等我这边的事情全都安顿好，我就要去魔都报到入学。已经被录取了，可现在不是都还没开始填报志愿吗？麦当是省状元，走的是特招的路子，不用等志愿填报。麦当去那边一定要照顾好自己。第2天，麦当就坐上了前往魔都的高铁。麦当先是给张朝阳打了个电话，本意是通知对方自己今天到，没想到张朝阳却是出奇的热情，说会开车提前在魔都高铁站等候。麦当拗不过他，也只好由着他这么干。麦当闭上眼睛，回忆着市里给他的那本终极异能渊海锻炼法。感应到渊海锻炼法是否提升等级？等到进了魔都异能大学，就能阅览到顶尖异能锻炼法了。系统暂时不升级。高铁很快就到达了魔都，张朝阳也顺利接到了麦当。等会儿就要给你办理入学手续，我先给你说说学校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首先是学分制度，在魔都异能大学，学分才是一切，无论是吃饭、购买装备，亦或是购买一些天才地宝，都需要用到学分。1学分的价值差不多相当于1万大夏币，当然实际价值可能比1万大夏币还要高上许多。毕竟我们学校商城里面的东西很多在外面都是有价无市。学分的获取方式有很多，一类是根据评级固定发放，如说你入学后的评级就是 S 级，每学年都能领取到100学分。除了每学年固定发放的基础学分外，还可以通过做学校任务、攀登战力榜单排名之类的方式获取。不愧是顶尖高校，财大气粗。第2个需要注意的就是我们学校的专属导师制度。专属导师在学校安排的课程上，导师不是都会去上课吗？为什么还需要专门拜师？一个班的集体上课效率能比得上1对1的指导讲解吗？我们学校的导师都是高阶异能者，几乎每一人都有自己独创的战绩、异能锻炼法。像那些导师的成名绝技、威力绝强的战绩，怎么可能会无私的分享出来？也只有拜师之后才可能学到。那张老师，拜师很麻烦吗？需要做些什么准备？对于其他人来说或许比较麻烦，可对于拥有 S 级异能的你来说，难度几乎趋近于无。你只需要找到心仪的雷电系导师，上门拜访，并展现出你的 S 级异能以及现目前的实力。我相信没有任何一名导师会拒绝你。我们魔都异能大学共有4名雷电系导师，其中兵器学院的院长杨震天是我首要推荐给你的拜师对象。谢谢张老师告诉我这么多。魔都异能大学，我来了。我只需略微释放雷电，便已是学校最强雷电老师的极限。只因我获得深蓝系统，只需加点就可以无限提升雷电等级。好家伙，刚刚一个凶兽腰子拌饭就花了我10学分，价值高达10万大夏币。要是学分不够，怕是连饭都吃不起，得赶紧去找杨震天老师拜师。一路上，麦当能清楚地感受到，魔都异能大学里的大部分学生都是1阶甚至2阶异能者，不愧是顶尖高校。麦当径直走到别墅大门前。你是来拜师的，觉醒者，你是特招生。是的，往年的特招生要么是1阶上位，最低的也是1阶中位，没想到今年还有觉醒者的特招生。学长是兵器学院大3学生谭明阳，你呢？麦当大一新生，今天刚报道。刚报道就知道拜师，麦当学弟你动作很快啊！一般新生都是等新生大比后才知道去拜师的。新生大比，以往的惯例，一般在新生报道完毕后的3、4天举办，全校的大部分老师都会去观战。要是新生大比上表现好，导师也会亲自出面收为弟子。当然，像你这样的特招生，也确实不用等到新生大比再去拜师。多谢学长解答，谭学长也是来找杨老师拜师的。是啊，这大半年我已经跑了好几趟了，却始终达不到拜师标准。算了，不说那么多了，我们一起进去吧。谭明阳叹了口气，随后按下别墅门口的门铃。欢迎2位的到来，杨老师已经在里面等着了，你们跟我来吧。第一次过来的麦当没感觉有什么异常，而一旁的谭明阳却是有些受宠若惊。我之前上门拜访，最少需要在别墅里等上个1个小时才能见到本人，而现在杨院长居然提前等候在里面了，这是什么情况？你就是麦当吧？张朝阳已经提前和我说过了。走吧，我们去训练室。
谭明阳站在原地，有些发懵。杨院长可是出了名的严苛，他所统管的兵器学院规则条令是整个魔都异能大学5大学院中最多的，学生们私下都叫他杨阎王。可刚才我居然看到杨阎王笑了，他到底是什么来头？难道是校长的儿子？明阳学弟，我们还是老样子，只要杨战上拿出1/10实力的我，你便算合格。那就麻烦柳学长了。你的实战能力的确很强，不过在此之前，我想再看看你的 S 级异能紫霄神雷。等了大半辈子，今天终于可以看见 S 级雷电系异能的学生了。紫霄神雷被召唤而出，萦绕在麦当周围，蓝紫色的雷霆仿佛带着远古的苍茫气息一般，强大而又古老。这就是 S 级异能紫霄神雷。虽然我同样拥有雷电系异能，可我的 D 级异能烽火真雷，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拥有这样的气息。这是来自于异能本源的差距。麦当，以你的异能和潜力，成为我的弟子自然是没有任何问题。不过有一点我要事先说明，我当年在外行走，虽然结交到一些朋友，但同样惹下了不少仇敌。你成为我的弟子，未来毕业同样会受到这方面的影响，甚至可能会有仇敌对你出手，不知你还是否愿意？学生愿意。好，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我的第32位弟子了。老夫收了30多名弟子，可 S 级雷电系异能，你还是头一个。说完，杨震天右手上的戒指微光一闪，2本秘籍随即出现在他手上。这是学校仅有的3门顶尖异能锻炼法之一，极限异能锻炼法。另外1本战技，则是凝聚了为师毕生的心血的断体雷战技，雷霆不灭身，经雷霆武馆和暴熊武馆的双重认定，评级为 S 级。麦当闻言却是心头一震 ，S 级战技仅只是7阶的杨震天就创造出了 S 级战技，老师的武道天赋简直高得吓人。雷霆不灭身只适合雷电系异能者修行，共有13重，即便是我，目前也只修行到了第10重，最终的3重都还没验证。不过据我推测，最终练到满层，那体魄可以真正意义上达到永恒不灭。不过雷霆不灭身要异能者等级才能修炼，等你晋级到1阶异能者，我再帮你塑造雷霆不灭身的基础根基。对了，我之前听张朝阳说，你每年都能领到1份 S 级资源，很好，你的那份 S 级资源，再加上我手上的7阶上位风暴巨熊精血，就可以帮你兑换学校那份更高级的8阶雷系凶兽血液来塑造雷霆不灭身了。另外，你还要练习拳法。练习拳法，当然，等修行了雷霆不灭身，你的体魄会大大增强，配上近身厮杀技巧以及雷电系异能，你的战斗力会得到极大提升。老师，我能问一下，你的这些技艺熟练度都达到了什么程度？拳法、枪法都是宗师级，至于其他的刀法、剑法就要稍微差一些，只是大师级。普通异能者想要达到大师级，用尽一生时间都可能没办法达到。至于更高的宗师以及圆满，更是玄之又玄的境界。而老师不仅拳法、枪法达到宗师级，就连其他的兵器使用技巧都达到了大师级。你只需要钻研拳法和枪法即可，切忌贪多嚼不烂。老师，我明白了。虽然有系统傍身，可惜异能点有限，就按照老师说的，先钻研拳法和枪法吧。收获满满的麦当走出别墅，却是在门口遇到了同样刚离开别墅的谭明阳。看样子谭学长这次拜师还是失败了。谭学长，我先走了呀。等等，你拜师的结果怎么样？成功了吗？真成功了。难道真是校长的儿子？可看相貌也不像啊。周围空气中的源能以一种极为恐怖的速度注入麦当体内，仅花了4个小时，麦当就摸透了杨老师给他的极限异能锻炼法和雷霆不灭身。深蓝加点，等级提升至1阶下位，消耗300异能点。不愧是极限异能锻炼法，若是使用渊海异能锻炼法来进行突破，气血和精神顶多也就增加30-40点。可换做了顶尖异能锻炼法，它的2个基础属性几乎都提升了100点有余，该去铸造雷霆不灭身根基了。我觉醒了最垃圾的1级天赋弱电，却是学院老师最重视的学员，只因我获得深蓝系统，只需加点就能无限提升等级。这才不到1天，你就晋级到异能者了，就算是学院历史上的顶级天才也做不到啊！可能是后继薄发。行，既然你已经晋级成功，那为师今天就为你铸造雷霆不灭身的根基。杨震天右手一翻，一个装着精血的玻璃瓶出现在他手上。这次兑换 SS 级资源8阶下位雷霆暴龙精血还是费了点功夫。本来资源部那边是不愿意我用2份 S 级资源兑换的，不过还好我求了校长半天，这才同意了兑换。看着手上的这瓶精血，杨震天也是微微有些感慨，这样的一瓶精血，就算对他来说也有大用。同时，麦当将老师和校长的恩情默默记于心中，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更何况是如此珍贵的 SS 级资源。杨震天把精血融入麦当身体。随后，麦当的身体出现一股微微刺痛感，这刺痛感虽然微弱，但却好似深入骨髓。雷霆暴龙的精血对于我这种高阶异能者来说自然是没什么，可对于你这种低阶异能者来说，无异于剧毒之物，就算是轻轻的接触，也会产生刺痛感。接下来，我会用我的烽火真雷为你塑造不灭身根基。一股比麦当的紫霄神雷强大无数倍的赤红色雷霆从杨震天身上迸射而出，雷霆声弥漫，整个训练室似乎都因为这雷霆的出现而温度急剧升高。根基的塑造，就是将雷系凶兽的血液熔炼到你自己的血脉当中，这样才能获得堪比凶兽，甚至比凶兽更加强悍的体魄。最终能吸收多少精血，就全看你了。整个塑造过程将持续4-5天左右，过程会有点痛，你一定要坚持住。福伯，这都第5天了吗？老师那里还没有结束吗？还没有结束。院长这次用的是8阶凶兽精血，在为麦当同学塑造根基，更加耗费精力，时间消耗上也要更长一些。对此，要说一点都不羡慕，那是不可能的。毕竟同样都是杨震天的弟子，当年为他塑造不灭身根基时，都仅只是使用的一头7阶下位雷霆凶兽的精血。不过在得知麦当拥有 S 级异能之后，他便释然了。8级龙类凶兽的精血，再配合上 S 级雷电系异能，我倒是有些期待起麦当师弟的雷霆不灭身了。就在这时，一声仿佛龙类凶兽的咆哮声在别墅内猛然炸响。
师弟的根基塑造成功了。此时的麦当浑身散发着暴力的气息，原本清澈有神的双眼也变得如血般猩红。萦绕在他身边那蓝紫色的恐怖雷霆也陷入到了狂暴状态，不停的闪烁、跳跃。麦当感觉有无尽的嗜血以及暴力之类的负面情绪从内心深处爆发而出。完美，太完美了，98%！麦当的精血吸收率竟然达到了98%。老师这修炼了雷霆不灭身的20多名弟子中，吸收效率最高的也才只是92%。麦当，快醒醒！ 老师，我刚才这是怎么了？刚才应该是雷霆暴龙的精血影响了你的心智，不过你也不用太过担心，只要你的情绪不剧烈波动，是不会引发这些负面情绪的。随着你实力的提升，这些副作用也会逐渐消失。那就好。 恭喜师弟成功塑造雷霆不灭身根基，未来武道一片坦途。这是你师兄柳明，柳师兄好。我也没准备什么东西，你学号多少，我给你转点学分，就当做师兄我的见面礼了。没一会儿，手机就收到提醒，麦当的学生账户上多了200学分。这么多，仅只是见面礼，就这么贵重的吗？才200学分，对你柳师兄来说也不算多。师兄就是要多照顾一下师弟。学生明白了。5天不吃不喝，你也累了，先回去休息吧。好的，老师。 气血直接暴增了100多点，以我现目前的状态，恐怕单凭肉体强度，不使用任何战技异能，都能和2阶凶兽正面厮杀。另外，他还注意到系统面板上新增了断体一栏，看来之后也能使用异能点直接提升断体强度。现在时间还早，正好可以去武馆试试我塑造不灭身之后的肉体强度。5天都没洗澡了，先回宿舍洗个澡。 你应该就是我的那位室友了吧？你好，我是刘文涛，很高兴认识你。刘文涛长相俊秀，给人的第一印象便是阳光开朗。麦当，你是那个江南省的省状元，你知道我？当然，我外号可是百事通。不过你的信息我倒是没有特意收集过，纯粹是当时你闹出来的动静实在是太大了。毕竟你是今年江南省最大的黑马。刘文涛非常的自来熟，才刚刚认识就开始和麦当勾肩搭背了。对此，麦当非但不介意，反而嘴角带着笑意。聊天之中，麦当得知刘文涛拥有的是以及精神系异能1阶中位的实力，这次的5科高考成绩是川省前20。好了，不说了，我等会儿要去武馆那边一趟。武馆我也要去。 和平时一样，麦当身体走得笔直，目不斜视，而旁边的刘文涛却是四处张望，视线游走在道路上的新生上。麦当，你快看那边，那里有个大美女。麦当下意识看过去，就看到前方10多米远的地方有2名女生并肩走出别墅，2名女生身高差不多，其中1名女生容貌娇俏，柳眉鹰嘴，堪称绝色。怎么样，不错吧？ 确实不错，不过你不是号称百事通吗？你知道他是谁？我当然知道，他叫宋秋韵，1阶上位，拥有自然类光系 A 级异能。哎呦，不错呀！那是当然，宋秋韵是我老乡，今年高考总成绩有9000多分，是我们川省的省状元。另一边，和朋友走在一起的宋秋韵脚步忽然一顿，他的1级自然类光系异能名叫晨曦之光，除了能给他带来不错的杀伤力以外，还给他带去了一种十分敏锐的感应力。而就在刚才，他仿佛感受到了来自于凶兽般的恐怖注视，这种注视似乎并不带有恶意，但却压迫感十足。他仅只是人类，怎么可能散发出类似凶兽的气息？宋秋韵秀眉微蹙，有些想不明白，最终也只能归咎于是自己的错觉。不过前方麦当那高大的身影，却悄然在他心底留下了一个微弱的印象。凶兽肆虐，人人都能觉醒异能，而我觉醒的1级天赋弱电，却能在1级高效镇压一切。深蓝，给我加点。 麦当刚来到雷霆武馆，注意力却是被竖立在大厅中央的5根柱子给吸引了。这是我们的权力挑战榜，共有5个榜单，分别对应异能者的1到5阶。2位要去试试吗？进入榜单前3000就能拿到50分的学分奖励哦。进入前3000就能拿到奖励，这么简单？不过这是权力挑战，不允许使用异能和战技，不然就属于犯规。麦当，你等等我，我去试试。刘文涛直接迈步走入柱子前。 欢迎学号为20370126的刘文涛开启全力挑战。随后，一道道聚光灯打在刘文涛身上。哟，有人开启全力挑战了，哈哈，看气息才1阶中位，似乎是个新生。嘿嘿，这下有乐子看了。卧槽，没想到开启挑战的动静居然有这么大。既然到这一步，那就绝不能退缩。这一拳发挥挺好，进入前3000应该没什么问题吧？全力476公斤，非常好的发挥。不过很遗憾，你的排名在10万名以后。10万名以后，整个魔都异能大学不都才4000多名学生吗？不对，这权力榜单不仅统计的是在校生，是连同往届的学生都统计在内了。坑爹呢！怪不得大家都看我，原来是等着看笑话呢。刘文涛连忙灰溜溜的走了下来。10万名以后，笑死我了！当年我新生的时候也没这么低啊。看这小家伙，脸红的和猴屁股一样，肯定是新生没跑了。麦当，你要上去试试吗？你上去肯定比我强。 2个人丢脸，总比我1个人丢脸好。行，我也上去试试。我倒想看看，在这汇聚了魔都异能大学建校资金的所有天才中，能排到第几？欢迎学号为20370124的麦当开启全力挑战，请大家为他欢呼。咦，又有人开启挑战了，好像是刚才那人的同伴。这个的实力更低，才1阶下位的样子。1阶下位，全力有没有400公斤都难说啊。随后，麦当全身气血都被极限调动起来。
权力4589公斤，巅峰权力，恭喜你打破纪录。此时麦当的名字仿若至尊降临一般，金光闪烁的凌驾在第一的排名上。卧槽！权力巅峰纪录被打破了，4500多公斤，这是人能打出来的权力，一拳就能把我揍成肉酱。你告诉我，这他妈是新生？话说这个麦当才一阶下位，还远没有达到一阶巅峰，那是不是意味着这个记录还会被打破？你真是我亲哥，今后我就跟着你混了，你说去哪儿我就去哪儿。那个打破记录也会有学分奖励的吧？这名女工作人员此时还有些懵逼。当然有，打破记录有400学分的奖励，一会就会自动到账了。不错，那下次我要是再打破记录，还能获得学分吗？打破记录只能获得1次学分哦，不过另外还有4根柱子，分别对应的是异能者2阶到5阶，后面打破这些柱子上的记录也一样能获得学分。是他，原来他叫做麦当，而且实力似乎还挺强。不过他到底是怎样产生凶兽的气息的？宋秋韵看着麦当的身影，美眸中带着一抹淡淡的好奇。麦当，原来你也来了魔都啊！要不是你，我也不至于错失江南省状元，沦为笑柄。这次我要把属于我的荣誉全都拿回来。此时一群人朝着麦当冲过来，都想让麦当加入他们社团。而麦当见到一幕，连忙带着刘文涛迅速跑路，得另外找了个单独的训练室，再进行实力测试。强大的防御力以及恢复速度，不愧是 S 级雷霆不灭身，有这种体质在，只需要不是太作死，几乎很难有生命危险。另外，他发现自己的体重直接从80公斤暴涨到了120公斤，不过他外形倒是没什么变化，仅仅只是骨骼密度增大，肌肉变得更加紧实而已。实力测试完毕，等会儿就去图书馆看看战绩。麦当，你知道吗？现在学校论坛上有不少人都吵着说要向你发起挑战呢。向我发起挑战？魔都异能大学的武风倒是挺强盛。当然，还有另一种可能，就是这些人都想将你踩在脚下，成就他们自己的名气。这样的战斗邀请，我可没什么兴趣。文涛，你要去战绩图书馆吗？我昨天才过一次，今天就不去了。行，那你先回去吧。S 级学员麦当，欢迎你来到战绩图书馆，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你的吗？就刚刚打破了个记录，就这么出名了吗？连图书馆里的老师都知道自己拥有 S 级权限，意味对方拥有无尽潜力，只要不夭折，未来至少都是宗师级的异能者。必须得向他示好。我想看雷电系异能的战绩，需要到几楼去查阅 ？B 级以下的战绩都在2、3楼的公共阅览室。至于 B 级以上的战绩，由于太过珍贵，被保密存放，你需要在4楼的阅览室中先进行线上挑选。那我直接去阅览室吧。好的，4楼的403号阅览室已经为您开放权限，房间中内置有人工智能伊娃的子体，有什么需要向他提出即可。虽然里面有 SS 级甚至 SSS 级战绩，不过威力过于强大，释放一次所需要消耗的异能也堪称恐怖。低阶异能者就算将全身异能榨干，都没办法释放一次。最终麦当按照杨老师推荐他的组合战绩，选择了4本级战绩，分别是攻击类的雷矛、连环雷枪、身法类的雷闪以及辅助类的雷狱。这4门战绩组合在一起，再加上我强大的体魄，在战斗中我几乎没有破绽可言。警告警告！总学习周期长达2年，学习时间过长，建议您合理搭配其他低级战绩。大多数异能者都会选择搭配上更低一些的 B 级、C 级战绩，不过我的系统面板上还躺着2000多异能点呢，不用换，就这样。好的，请稍等。4本 A 级战绩秘籍，外面 B 级战绩随便一本售价就高达千万 ，A 级更是无价之宝。这就是顶尖高校所拥有的教育资源，是其他学校根本不能比的。4个小时后，麦当收起最后一本战绩秘籍，这4门战绩他已经初步理解了其中的内容。接下来就是不断勤加练习，直到彻底将这门战绩掌握。深蓝加点，随着加点的进行，4门战绩的内容被全部理解，仿佛已经练习了成千上万次一般。原本需要2年时间学习的4门级战绩，就这样被我全部掌握。系统面板上的异能点直接缩水1小半，真肉疼！这么多战绩，也不知道是哪个幸运儿会第一个尝尝我这一套战绩的威力。注意看，这个男人刚入学就拥有 S 级权限，只因他获得深蓝系统，只需加点就能无限提升 S 级异能紫霄神雷。麦当，你是因为什么才拥有的 S 级权限啊？昨晚我通宵查了其他省状元的资料，感觉你们在高考里发挥出的实力其实相差并不大。你是因为这个才没睡好？原因很简单，因为我有 S 级异能。S 级异能，怪不得学校仅仅只给了麦当一个人 S 级权限，原来是 S 级异能。我们刚认识的时候，你怎么没和我说过？你也没问呢。好了，新生大会快开始了。此时操场上已经有不少新生了，不过还未分班级，大家彼此之间并不认识。麦当一眼就发现了昨天在宿舍外见到过一次的宋秋韵。麦当真是个奇特的男生。麦当来了，就是他昨天打破的学校纪录，果然他也是新生。麦当好像是江南省省状元来着，实力很强。由于昨天打破学校10多年的记录的消息在学校疯传，此时的麦当属于绝对的焦点人物。麦当，我雷州要向你发起挑战。一行4人从人群中走出，周围的3个人气息也都至少是在1阶中位以上，而为首的青年便是江南省5科高考第2名的雷州。我仅仅花了2年时间，就从觉醒者进阶为1阶上位异能者，更在江南省5科高考上拿下了历史最高分9300多分，整个市教育局都在为我准备庆功宴。就是你，江南省贫瘠北部江城的一个小小觉醒者，夺下了我的省状元，害得我颜面扫地，就连宁安市教育局都被说做饭桶。这次我一定要把你踩在脚下。第2名向第1名发起挑战吗？有点意思。网络上有传言，
好像确实说过，这届的江南省省状元似乎是占了考点上的便宜，两人的实力差距其实并不大，甚至雷宙还可能更强一些。原来是这样，怪不得雷宙迫不及待的想要发起挑战，这是想要证明自己啊！不好意思啊，我没什么兴趣。哈哈，没什么兴趣，我看不会是你看了我们雷哥了吧？学校现在可都说你是我们学校10多年一见的天骄，我看也不过如此嘛。算了算了，雷哥这样的人根本没必要和他较真。别胡说，麦当不是那样的人。我记得你小姑家好像是做奇花异草生意的吧？恰好我们家就是你小姑目前最大的采购商，而且还欠着你们家一大笔货款。要是这笔货款没能按时打上去，你小姑家恐怕会有一点点困难呢。你威胁我？算不上威胁，只是给你提个醒而已。时间、地点，好暴力的气息，他究竟是怎么做到的？7天后中午12点，3号实战擂台。好，我去。不过希望你到时候别后悔。麦当答应了，3号实战擂台得提前去站好位置，毕竟有省状元出场。这次新生大会并不是正式的开学典礼，主要介绍的就是学分制度、专属导师制度等等，其中还提到了战力榜。等新生大会结束，可以仔细了解一下这个所谓的战力榜。新生大会结束后，麦当过上了十分规律的生活，上午跟着师兄柳明学习拳法，下午跟着老师学习枪法以及雷电系异能。很快，7天时间过去，麦当也直接从一阶下位晋级为一阶中位，花了他386亿能点。麦当如同往日一般来到杨震天老师的别墅。走吧，去训练室。师兄柳明突然意识到了什么不对。你晋级了，这才过去多久你就晋级了？当年我从觉醒者到一阶中位，可是足足花了将近1年的时间，就这已经是被学校称作难得一见的天才。我记得你今天中午还和另一名新生有约战。今天中午12点，3号实战擂台。好吧，我为你的对手默哀3分钟，加油！等会儿师兄和你一起过去，我也很想见识见识这位师弟全盛状态下的实力到底有多么恐怖。此时，大部分新生都因为这件事聚集到了这里。擂台周围的观众席上已经密密麻麻的坐下了的不少学生。江南省可是教育大省，第1名和第2名之间的战斗很有看头啊。不过话说起来，我这段时间查了查资料，才发现麦当果然占了考点的便宜。如果放在同一考点，恐怕雷宙才会是江南省省状元。这么说来，雷宙获胜的可能性更高喽？也不一定，毕竟麦当最近才打破了我们学校的权力记录。呵呵，权力记录算什么？我们异能者对战，又不全都靠的是蛮力。我觉得雷宙才更强。秋韵，你觉得他们2个谁的胜算更大？麦当。宋秋韵那笃定的语气让戚东霞微微一愣。不过我倒是觉得雷宙的实力更强，赢的几率要更大一些。我师弟这个卖相，等之后打出了成绩，不知道还要迷倒多少学姐学妹。麦当等级竟然提高了，不过那又怎么样？我也略有准备。我明明觉醒了最垃圾的1级天赋弱电，却是顶级高校最强新生，只因我获得深蓝系统，只需加点就能无限提升等级。深蓝加点。江南省第1和第2的对战有点意思。麦当光是分胜负太没意思了，我们得加点彩头。什么彩头？你的全部学分，当然我也会出对应价值的学分以及大虾币，谁赢谁就全拿走。可以。好，为了防止耍赖，我们都将学分转到周老师的账户上。我出370点学分，我只有50学分，再外加320万大虾币，价值370万的赌斗，出手真是豪横。这要是输了，对任何一方都是沉重的打击。在开始之前，我再强调一遍，有一方认输或者失去意识，另一方就不允许继续追击，不然会立刻打断比赛，另一方也会面临学校最严厉的处罚。你们明白吗？这2人，一个是江南省第1，一个是江南省第2，受伤倒是没什么问题，但要是哪一方死亡，那就麻烦了。明白。好，准备开始吧，比赛开始。森然业火，森然火焰以雷宙为中心扩散开来，周围空气中的温度也都因为森然业火的出现而急剧升高。云锁烈火系1级异能搭配上雷宙那一阶高位的实力，施展出来的森然业火竟然拥有如此恐怖高温。麦当，你让我失去的荣誉，我要在今天全都夺回来。烈焰斩。好熟练的战技衔接，直接近身，然后发起斩击。不愧是江南省第2名，这基础十分扎实。不对，我愿称他为第1名。蓝紫色的紫霄神雷率先萦绕在麦当周围，将森然业火隔绝在外。挡住了，这怎么可能？没什么不可能的，只是你太弱了。卧槽，这是什么力量？这么生猛！麦当的一发普通平 A， 却直接脱掉了敌人的一个大招。从战斗开始到结束，麦当好像一共也才出了1次枪法。这场战斗就这么结束了？说好的一场大战呢？说好的雷宙实力比麦当还要更强呢？怎么反倒是雷宙被直接瞬杀了？这个麦当甚至都没有动用任何战技，真是深不可测。这也太没意思了，连我师弟一成实力都没逼出来。本场胜利者是老师，我没有认输，比赛还没结束。暴血丹，你不要命了？这只是场比赛，不是让你来拼命的。没关系，有什么后果我自己承担就行。我绝不能输。在丹药性质作用下，一股无比强悍的气息从他身上爆发而出。森然业火以一种比刚才强大数倍的姿态再次绽放。
喂，比赛还能服用丹药，这明显犯规了吧？是啊，这还算是公正的比赛吗？雷宙犯规，应该直接判处。这不是正式比赛，由于开始比赛前并没有设立相关规则，服用丹药也在可允许范围内。要是麦当身上有丹药，也同样可以服用。看样子还是品级不低的暴雪丹，直接将雷宙的实力暂时提升到了2阶下位异能者，这下麦当麻烦了。战意竟然反而更旺盛了，这心态倒是还挺不错。在暴血丹的辅助下，我已经进入2阶，综合实力恐怕直接提升到了2阶上位。这样的实力，我看你还怎么招架？终于不是大人打小孩的节奏了，雷闪。好快的速度，我就不信我服用了暴血丹力量都还比不过你。究竟是什么怪物？这可是暴血丹啊！暴涨3、4倍后的实力，在力量比拼上，我居然还是比不过你。不行，不能硬碰硬。火焰连弹，糟糕！火焰连弹的冲击波让麦当没办法接近到雷宙了。这火焰异能的威力有些高的夸张吧？不过也还好，麦当只需要顶过这一波攻势，等雷宙药效退散就好了。该死，麦当的雷电系异能到底是什么等级？这么变态！距离药效过去还有10多分钟时间，我还有机会。雷吗？不好，他也有远程攻击手段。这雷电居然还在我的伤口里不停的蔓延。雷域，限制类战绩。我倒是要看看你的雷域能持续多久。火焰屏障看起来防御力不俗，就是不知道能不能抵住我的攻击。连环雷枪。这怎么可能？雷宙快认输，要是被戳中，绝对会死的。认输，我认输了。本场胜利者是麦当。碾压还是碾压，短短时间竟然接连施展4门战绩，这也太夸张了吧！而且最重要的是，他最后居然将战绩硬生生的停住，这是最恐怖的。麦当的这几门战绩威力看起来都很不错，都是 B 级战绩，有可能威力太强了。4门 B 级战绩厉害了。我掌握的最高战绩等级也才只是 C 级而已。4门 A 级战绩，师弟，你还真敢选呐！你让我这个光是学雷闪都花了4个多月的师兄情何以堪了。有这么一位优秀的师弟，当师兄的简直就是压力山大。麦当，这次我输的心服口服，学分和大虾币都归你，你小姑姑那边我也会按时交款。输了，彻底的输了。鲁豆来钱还真是快。麦当，你这长枪多重的，感觉分量不小啊！210公斤。好家伙！怪不得雷宙不敢和你硬碰硬，200多公斤砸下去，这谁顶得住啊？麦当同学，你对社团有兴趣吗？你是灵狐社团副社长苏曼，你刚才的战斗十分精彩，我们灵狐社团正需要你这样的新鲜血液加入。我们灵狐社团在学校所有社团中都是排名比较靠前的社团，社长是3阶上位异能者。总之，加入我们社团有很多好处的，不知你是否愿意？灵狐社团，我记得他们好像是精英社团吧？不过他们不是只要2阶异能者吗？怎么会找上麦当？呵呵，你觉得以麦当现在的实力，是不是2阶很重要吗？灵狐社团，羡慕啊！灵狐社团，苏曼，你们灵狐社团坏规矩了。柳社长，没想到你也在这儿，打扰了。师兄，你这是？没什么，社团吸纳新生一般都是等新生大比后才会开始，这是各大社团早就定下了的规矩。不过也还总是有些人要搞小动作。原来如此，当然我也能理解他们，毕竟师弟你太优秀了。好了，观战结束，我也要回宿舍了。师兄再见。柳明，3阶巅峰异能者，掌握雷电系 A 级异能玉书真雷，同时也是精英社团灰烬社团的副社长。这位柳明师兄，真人比学校照片上的还更有气质。对了，麦当，你去过魔都市中心吗？没去过。真好，我也没去过。要不我们晚上去市中心逛逛？我还叫了我女神宋秋韵，不过的话还有一对双胞胎甜妹哦。行吧。秋韵，刚刚麦当室友告诉我，他们晚上要去魔都市中心，正在寻找同伴呢。咱们一起去吧，就当宿舍联谊了。麦当吗？好。我明明觉醒了最垃圾的1级天赋弱电，却是顶级高校最强新生，只因我获得深蓝系统，只需加点就能无限提升等级。深蓝加点。距离上次进阶1阶中位已经过去半个月时间，苦练了这么久，差不多可以再次晋级了。那么就加点吧。异能点减456，晋级为1阶上位。顷刻之间，麦当的气息便暴涨1点，等级终于是达到了入学新生的第1梯队了。看来剩余的异能点不足以支撑到让我晋级到2阶了。既然如此，也是时候去一趟荒野区猎杀凶兽，补充一波异能点了。先把异能点花光，将我的实力推升到极限。深蓝加点。异能点减596，晋级为雷霆不灭身第2重，连环雷枪提升至中级。距离第3重雷击态不远了，真是期待啊！今天是和柳明师兄的实战训练，必须全力以赴才行。在路过第12号别墅的时候，麦当却是看到了宋秋韵那熟悉的身影。早啊，听说你今天准备去进行实战训练？早，今天有位师姐过来，正好就试试实战训练。不过我自己倒是没太大信心。对了，麦当，要不等哪天有空了，我们也试试实战切磋吧。好，加油哦！先走了，有空再见。
麦当，真羡慕你，每天早上都能碰到宋秋韵，她可是个大富婆。上次去魔都市中心，各种奢侈品看见就是买，出手可真是一个阔绰。那个，今天我们玩得很开心，谢谢你们啦。通过我的晨曦之光，我能感受到麦当和别的男生不一样。好的，回家早点休息。没时间和你讨论这些了，今天我还得去和柳明师兄进行实战训练。麦当走进训练场地，发现除了师兄柳明外，老师杨震天也在。老师，我昨天听说今天你们俩要实战训练，所以才特意来看一眼。你竟然突破到1阶上位了，这要告诉老师呢。我是昨晚突破的1阶上位，另外我的雷霆不灭身也突破到第2重了。我就说嘛，小师弟是个十足的妖孽，我当年可是花了大半年的时间。好，很好。正好今天和你师兄实战训练，让为师看看你晋级之后的实力有多强。S 级异能再加上如此刻苦的训练，何愁无法成事？麦当，你不要有什么顾虑，爆发你的全部实力就行。有老师在，你们伤不着。明白，小师弟，那我就把实力压制到2阶下位，再和你打吧。开始吧。雷闪，好强悍的力量！连环雷枪，雷雨。好家伙，真是不给一点喘息的机会啊！不过我可不是那个新生雷咒，玉书真雷，无尽的白色雷霆从柳明体内涌出，将他整个人包覆，冲出雷域时也躲开了雷毛。接下来该轮到我了。20多分钟后，在连续不断的使用战技之下，麦当的紫霄神雷终于是被全部消耗干净。师兄，是我输了。不错不错，精彩的一场战斗。你知道你刚才的实力已经到什么级别了吗？什么级别？2阶无敌。果然，柳师兄能作为老师的弟子，2阶下位几乎能做到2阶无敌了。好了，实战训练结束，都进去休息会儿吧。这是为师前段时间弄到的青鳞异果，可以去除疲劳，正适合训练完之后再吃。在老师这儿总是能蹭到一些不错的东西，看来我以后得天天往这边跑了。好了，只要你来，老师我天天都给你准备一锅。老师，后面一段时间我要离开学校，恐怕都不能再过来别墅这边训练了。我准备去一趟荒野区。去荒野区？杨震天眉头微皱。准备去多久？新生大笔钱回来，那得1个半月了。这么久，荒野区不在人类军队保护范围内，往往凶兽肆虐纵横，随机性很强，危险性也极高。算了，既然你想去，那就去吧。记住，要是见势不对，立马逃走。有雷闪在，只要不遇到4阶凶手，基本上都不会有生命危险。多谢老师。对了，你准备去的是哪个荒野区？元水市那边的荒野区。元水市那还好。老师，既然小师弟要去荒野区，那过几天我可能也要回工会那边了。这么急？西南边战事焦灼，兽潮已经突破了好几个地级市，工会那边人手不够，已经催了我好几次了。那你去吧，你们这次是工会一起行动，遇到高阶凶手，能躲的就尽量躲。高阶凶手自有高阶异能者对付。我这32位弟子，其中的一小半却全都死在了凶手手中，希望柳明别再出事。老师放心吧，这种规模的战事我又不是第一次参加了，而且听说这次是8阶大宗师王林阳亲自带队对付一个最高等级才7阶的凶兽群，没问题的。在你们去荒野区之前，老师给你们传授一些经验。小姑在忙吗？没有忙，正和你琪姐一起在外面逛街呢。怎么了？小姑，我最近一段时间要参加学校组织的特训，手机会关机一段时间，到时候打电话联系不上我也不用担心。小姑知道了，你要注意安全啊。那个雷家货物欠款已经结清了。好的，小姑，其他没啥事，你们玩得开心。现在时间还早，把剩余的其他东西都准备好，就能动身去元水市。伊娃，打开学校的任务系统，这就是魔都异能大学的培养模式。难怪有人说，魔都异能大学最优秀的学生不是在校内，而是在校外呢。最终，麦当挑选了3个 B 级任务，外加1个A 级任务，坐上了去元水市荒野区的大巴车。我明明觉醒了最垃圾的1级天赋弱电，却能横扫荒野区所有凶手，只因我获得深蓝系统，只需加点就能无限提升等级。深蓝加点。先生，您的冒险者证明办好了，以后就可以随意进出荒野区了。另外，里面还内置了一份荒野区的地图。好的，谢谢。嘿，小兄弟，要丹药吗？丹药。小兄弟应该是第一次进荒野区吧？我手上的1品疗伤丹只要2万1颗，2品的仅需3万1颗。哦，那还真不算贵。当然，我这里的丹药可是出了名的又便宜药效又好。2万1颗的疗伤丹，你觉得我会相信这种假药？你早就看出来了。你觉得呢？好，很好，一个小小的1阶上位也敢耍我？赵春林，你又在这里卖假药？这不是汪倩吗？之前就被我骗过一次，算你小子运气好，有人帮忙。不过这几天你最好不要离开补给基地，不然你会后悔的。这新人惨了，惹谁不好，非要惹赵春林。听说赵春林前段时间就晋级到了2阶中位，这才1阶上位的小家伙，最终结果怕是会很惨啊！你最近都不要离开补给基地了，补给基地内禁止打斗，他也不能拿你怎么着。谢谢提醒。举手之劳，赵春林有黑市的背景，当年我就是被他坑过，也没人管，所以才不想其他人也被骗。倒是个热心肠的女生。
哟，没想到你还真敢出来啊！你还真是不听话，都说了别出补给基地，你偏要出来。现在好了，被我堵在这里了吧？金属化皮肤，再加上我的地级战衣，你连我的防御都破不了，扇自己10个巴掌，然后再赔偿我20万，这事也就算完了。糟糕，我不是让他别离开补给基地吗？小倩，别急，看看再说。如果我说不呢？哦，那恐怕你下半辈子都要在轮椅上度过了，因为你的2条腿都会。国子，什么？在这股巨力之下，他的地级战衣以及金属化皮肤仿若百试一般，没有起到任何的阻拦作用。秒杀这么恐怖，亏我还担心那位小哥呢，没想到他实力这么强。赵春林骨盆完全粉碎，能不能活下来都不一定，就算能救过来，今后恐怕也是个只能坐在轮椅上的废人。不愧是魔都异能大学出来的，实力很强，而且够狠。魔都异能大学出来的，队长你怎么知道？除了这种来自于顶尖大学的学生，你还见到过其他人有这种跨阶秒杀的实力吗？要不我们把他拉入我们小队吧？人都走远了，还怎么了？和5科高考的考点相比，云水荒野区明显要大得多。这才刚刚走进来，就听到了来自于凶兽的咆哮嘶吼，气息至少都是4阶凶兽。一番挑选过后，麦当最终选择的是一个名叫平安县城的废墟城镇。这处县城废墟里大多都是2阶凶兽，1阶凶兽很少，是县目前最适合我狩猎的一处地点。感受到这么多凶兽的气息，麦当双眸中带着灼热的战意。雷霆暴龙的负面情绪影响吗？这次可以不用再忍耐了，开始杀戮吧。随着麦当杀戮的开始，他系统面板上的异能点也以一种恐怖的速度迅速增加着。队长，你说这平安县城怎么回事啊？我们都转悠1天了，怎么一头凶兽都没碰到？你问我，我问谁去？平安县城里少说也有500-600头凶兽，是壁刀虎。终于遇到第1头凶兽了，大家一起上，杀了他！队长，刚才的那是什么？最新的激光武器？哇，激光武器要更快，这像是某一种雷电系战技。我们走吧，这处平安县城应该是被某位强者给占据了。刚才那根雷霆长矛的威力太恐怖了，我现在腿都还有点哆嗦。快走吧，要是走慢了，惹怒到那位强者就麻烦了。1个月时间，麦当一共获得8000多异能点，每次拿到异能点之后，他就会马上选择使用。而他现目前的面板也堪称豪华，2阶上位的等级，第3重的雷霆不灭身，以及多门熟练度达到中级的 A 级战技，枪法也达到了大多数异能者穷尽一辈子都无法达到的大师级。除了我，还有谁能做到？话说起来，平安县城的凶兽越来越少，先回一趟补给基地，然后再继续深入荒野区。老李，你们不是前天才去的平安县城吗？怎么今天就回来了？是找到了什么大宝贝吗？找到个屁！平安县城被一名神秘强者给占领了，我们先回来休整休整。什么情况？这么大的战术背包？他不会是将整头独角蜥的血肉都给背回来了吧？这也太傻了吧！等等，2阶上位的气息，难道这一大包都是凶兽材料？这一大波凶兽材料卖出去，那还不得赚翻了？先生，请问您想售卖些什么材料？凶兽种类有点杂，重量大概有400多公斤的样子。400多公斤，这么多？先生，请稍等，您的凶兽材料数量过多，我需要再叫一些人过来。麦当先生真是年少有为，年纪轻轻就能猎杀到这么多凶兽，真是让在下叹为观止。这些凶兽材料共计2476.4万，咱们凑个整，算2500万怎么样？凑整是这么凑的，行。这是我们的白金会员卡，购买补给基地内的任何东西都可以打95折。赵主管，那我们下次见。爹，您的银行账户到账2500万，余额2912万。主管，害我的那个人回不给基地了，您一定要为我报仇啊！就是把你废了的那个1阶上位的小家伙，那你想怎么报仇？虎鲨小队不是执行任务回来了吗？让虎鲨小队出手，我要让他生不如死。人都被废了，现在没有什么利用价值，为了他动用虎鲨小队，似乎有些不太值。算了，再帮他最后一次吧。好，虎鲨小队借给你，不过自此以后我们再无瓜葛。放心，干完这一票，我就直接离开元水市。虎鲨小队是2阶精英异能者小队，对付一个1阶上位的小家伙，那还不是碾压？王主管，我刚才在补给地发现了个不错的异能者，他名叫麦当。王闯是负责管理整个元水补给基地的大主管，也是他的直接领头上司。你等等，我查查资料。赵主管，刚才你说的那个麦当对我很重要，他要是再来6楼，你立即通知我。明白。什么人能让老王这么激动？以后得更谨慎的对待。没想到又一名杨震天的弟子来到了我元水补给基地，如果真是达到了2阶上位的话，那他的天赋要比原来的那个柳明还要强，这样的妖孽绝不能得罪。我明明觉醒了最垃圾的1级天赋弱电，却能横扫荒野区所有凶兽，只因我获得深蓝系统，只需加点就能无限提升等级。深蓝加点。你们的目标就是他，把他手脚都打断，然后带到我这里来。收到。麦当，你的电话总算能打通了。刚从荒野区回来，怎么有什么事吗？最近学校刚报到了个叫李承志的新生，他是青海省的省状元，这家伙可嚣张了，2阶下位的等级。对了，麦当，你什么时候回校啊？半个月后吧。
还要半个月啊，那只能让李承志那个家伙再嚣张一段时间了。大家准备行动。怎么了？没什么，你继续说。何以及分析目标实力。队长，不是我说你，有时候你就是太谨慎了。一个1阶上位的小家伙，能翻起多大浪头？好凶悍的气息。怎么了？有什么不对？何基苦笑了一下，在异能的帮助下，将自己的感知共享给队内所有人。这气息比队长都要强上数十倍，这是1阶上位，你 TM 在逗我？情报有误，任务放弃，马上回补给基地去找赵春林算账。怎么突然跑了？在远水荒野区，除了赵春林外，我没有得罪过任何人。这些人大概率是他安排过来的。不过赵春林这家伙都坐上了轮椅了还不安分，竟然还敢继续对我出手。怎么回事？你们为什么打我？你还有脸问我？你 TM 给我的情报有问题，目标根本不是1阶上位，是2阶上位。2阶上位？怎么可能？这才过去1个多月而已。我不管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次任务到此结束。2阶上位，赵春林怎么回事？这都能搞错。对了，赵春林的目标叫什么名字？名字不知道，赵春林没给我们说。不过目标的特征倒是比较明显，应该是雷电系异能者。这不就是1个小时前出售凶兽材料的麦当吗？完蛋，这是大主管都关注的人，我竟然安排人去杀他。赵春林这个蠢货，连名字都不知道，就敢派人去杀。对了，在跟踪过程中，目标有发现过你们吗？我们没有在他视线里出现过，不过不排除对方感知到我们的可能性。好，我知道了，麦当实力很不一般，很可能已经被发现了，还是和大主管通通气吧。派人袭杀麦当，你们怎么敢呢？王主管，只是一个2阶上位的小家伙，没必要生这么大的气吧？仅仅只是一个2阶上位的小家伙，这是他的资料，你自己看吧。江南省省状元，年龄18岁，魔都异能大学新生，兵器学院的院长杨震天是他的专属导师。麻烦，这下麻烦了。王主管，我知道了，赵春林我会立刻处理掉，绝对不会让基地这边难办。赵主管，光是处理赵春林可不够，麦当那边也得准备一份牌礼才行。基地所有主管迎接，来的人是谁呀？排场还真是大。别管那么多了，还有半个月就要开学，还是多猎杀一些凶兽吧。以我们小队猎杀的都是2阶中位和下位，还是缺了位强攻手啊。要是当时能把魔都异能大学的那人拉入我们队伍就好了。小倩，那不就是之前魔都异能大学的那位小哥吗？什么？主管们迎接的是他？看来这位小哥的身份似乎不仅仅只是魔都异能大学在校生这么简单。麦当同学，我是远水记得的总主管，这次的事情真是不好意思，不过你放心，我们绝对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只是我们发现赵春林的时候，他就已经被赵毅给灭口了。至于赵毅和虎鲨小队，他们下半辈子都将会在牢里度过。那就麻烦王主管了。为了表示歉，这是我们补给基地特意为您准备的赔礼，这是我们补给基地的黑金会员卡，以后您在我们补给基地的住宿都是免费，购买任何商品也都享受8折优惠。另外，这是体积为1立方米的空间戒指，同样也是赔礼。既然王主管如此有心，那我就收下了。不愧是杨老师的学生，做事果然豪爽。说起来，我和你师兄柳明也认识，下次遇到什么事直接联系我就行。远水是荒野区这边，我说话还是有一定分量的。随后，麦当给导师杨震天打了个电话，把事情一五一十的讲给他听。竟然敢派人袭杀你，赔个空间戒指都算轻的了。要你真有什么意外，我把他们整个补给基地都给扬了。对了，你说那支2阶上位的精英小队都跟踪你到小巷了，为什么最终还会放弃任务？可能他们发现了我也是2阶上位吧。你已经2阶上位了？前几天刚晋级的。好，不愧是我杨震天的学生，修行进度比我当年还要快。都说生死间的磨练是强者的催化剂，可在我这个弟子身上，这都不是催化剂了，简直就是作弊器啊！森林山脉区域的凶兽大多数都是在3阶以上，4阶凶兽也并不少见。若是去那边，危险性要高一些，不过相应的获取异能点的效率也要更高。我明明觉醒了最垃圾的1级天赋弱电，却能横扫荒野区所有凶兽，只因我获得深蓝系统，只需加点就能无限提升。深蓝加点。刚到山脉森林就碰到了3阶凶兽疾风恐狼，运气还不错，就是不知道击杀后能获得多少异能点。此时一支队伍走出丛林，出现在麦当视线中。小子，我们正在给千万网红江楚轩拍素材，这可是一头3阶凶兽，我劝你速速离开。江楚轩名字有点耳熟，好像也是我们魔都异能大学的。这群人除了江楚轩自己一人的气息在2阶中位外，其他的保镖都在3阶中位上位的样子。这个等级的凶兽正好拿给江女神当击杀素材。老规矩，先堵住他的逃跑路线。王队，这头凶兽是被其他人先发现的，我们换头凶兽吧。江小姐，这可是3阶中位的凶兽，留给这个2阶上位的小家伙似乎不太合适，恐怕我们刚一走，这小家伙就会被……王队，我记得上次就说过，我不喜欢抢别人的猎物来当拍摄素材。既然江小姐不满意，那我们就再去找下一头凶兽也行。这位江楚轩性格倒是挺不错，
还知道为别人考虑。不过他对自己队伍的掌控力似乎并不太强。不过这都和我没太大关系。哟，你倒是比我还心急。雷闪、闪电疾风破。击杀3阶中位疾风恐狼一头，异能点加34。击杀3阶凶兽获得的异能点是30多点吗？还不错。这发雷矛居然没能将他直接秒杀。巨力猿猴不愧是以防御力著称的3阶凶兽。不过今日你们一个都逃不掉。深蓝异能点又增加了200多，不错，仅仅7天时间就积累下了3000多异能点。不过异能点竟然还是不够提升等级，提升到3阶可能要4000点才行，得多积攒异能点，等回学校学习 S 级战绩再用来加点。这是求救信号，求救信号距离我这边似乎并不远，可以先到附近去看看情况。这下麻烦了，早知道就不那么着急进入山脉森林区域的，只希望有异能者小队在看到我的求救信号后能出手帮帮我。是他，快跑！这是3阶下位的绝土地龙，你打不过，你快走，我来对付他。绝土地龙就这么被秒杀了。击杀3阶下位绝土地龙一头，异能点加36。你好，多谢你刚才出手相救。举手之劳，换做其他人也同样会出手帮你。那可不一定，我叫江楚轩，救命之恩无以为报，以后有什么事情尽管吩咐我就行。麦当，吩咐倒是谈不上，不过能给我张你的签名照就最好不过了。我的签名照，我身上没有带照片，等回了补给基地再给你行吗？也行。你也是魔都异能大学的，我就说嘛，普通的2阶上位异能者哪能有这么强？原来是我同校的学长。学长好，我是魔都异能大学元素学院兵系大2、3班的江楚轩。学长，学妹好。学长，你的实力还真是强。这头绝土地龙虽然只有3阶下位，可实际战斗力却和3阶上位凶兽差不多。没想到却还是被学长你给直接秒杀了。江楚轩说话语气之间都带着浓浓的敬仰与崇拜。对了，学长，接下来你准备去哪儿？就在这边猎杀凶兽。那我能暂时和你一起吗？行，我把你带到城市废墟那边，然后你就能自己回去了。那就多谢学长了。对了，学长，你要去绝土地龙洞穴里看看不？那里面可能有些好东西，不然我刚经过那里，绝土地龙不会就那么直接跑出来追杀我。行，那就去看看。对了，学长，你是哪个学院的？兵器学院。兵器学院我知道，你们院长杨震天有个外号叫杨阎王来着，反正很凶就是了。那是我老师。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说错了。学长，就是这里了。好。刚刚离近观察才发现，他身体所散发的雷霆能量波动比我想象中的还要更加恐怖。这随意的一丝雷电，恐怕都能秒杀我吧。不过这位学长也真够低调的，以前在学校都没听过他的名字。这是奇花异草的香气。这么多稀有奇花异草，怎么都诞生在这里？难道这泉水有什么特别的？这难道是 S 级的地灵泉？什么是地灵泉？地灵泉是凝结大地精华的泉液，对于4阶以下的低阶异能者来说，是疗伤圣药，只要还喘着气，几乎都能救活。没想到你对天才地宝方面还有这么深入的研究。那是，我可是在学校考下了2品药剂师证明的。不过话说起来，这一小滩地灵泉至少都可以制备出5份 S 级疗伤泉液。我赐你一。另外，这里的奇花异草也一人一半。那就多谢学长了。是谁？是王队你们呢？江小姐，我们还正在到处找你呢，没想到会在这儿遇到。不过江小姐，你们这是？没什么，只是在路上遇到了同校的学长，偶然进入的这个洞穴。对了，这些奇花异草品质都还不错，咱们见者有份，都一起分了吧。他语气十分平稳，不见一丝一毫的慌张。千万不能被他们发现地灵泉。队长，好像有点不对，中间那滩泉水有点像是 S 级的疗伤圣药地灵泉。江小姐，看来你们似乎不太老实啊。队长，没错，这就是 S 级的地灵泉，而且足足有5人份的数量。既然王队你们都看出来了，那这些地灵泉以及奇花异草就都归你们吧，我们什么都不要。学长，我们走。学长，王队他们都是3阶巅峰异能者，我们争不过他们。学妹，3阶巅峰异能者罢了，我可不认为我比他们差。更何况，就算我们把所有天才地宝都给他们，他们也不会放过我们。哈哈，你这小子虽然语气狂妄，但猜的倒是没错。今天你一个也走不了。我明明觉醒了最垃圾的1级天赋弱电，却能横扫荒野区所有凶兽，只因我获得深蓝系统，只需加点就能无限提升等级。深蓝加点。学长，没办法了，服用暴血丹，准备和他们拼命吧。都出来吧。江楚轩交给我，这吴冲，你去把他的老相好先给解决了。明白。
江小姐，不好意思了，你今天给把命留下。队长，悠着点，别一下弄死了，留一口气让我们。放心，不会直接弄死的。早知道就不该带学长过来的，不然也不会连累他和我一起死在这里。卢冲，你这家伙怎么回事？对付个2阶上位的异能者都闹出这么大动静。队长，救我！看来你的队员实力也不怎么样啊。原来你才是那个最麻烦的家伙，那就让你为老周陪葬吧。虎啸斩，强大压迫感的大刀以一种仿佛将空气都撕裂的姿态砍向麦当。没什么。可惜这 S 级的地灵拳以及这些奇花异草，我也全都想要啊，那就只好把你们全都灭了。雷击看，这是什么怪物？这种充满力量的感觉。装神弄鬼，不过只是开启特殊状态罢了。炎魔爪。此时，一只庞大的火焰巨手带着热浪拍向麦当。我的炎魔手怎么可能？别杀我！地灵拳都给你，另外我还有上亿的私人积蓄都给你。现在求饶已经太晚了。魔鬼啊！魔鬼和你们这群杀人越货的渣子相比，我倒是更像人类一些吧。接下来就轮到你了。都是些该杀之人，杀了你就杀了。我是在做梦吗？请这支小队进荒野区，每次都要花费600万大夏币，每位队员放在外面都是能坐镇一方的强者，尤其是他们的队长王川，3阶巅峰的等级，几乎可以说是3阶无敌。然而此刻却是毫无抵抗之力的被麦当一手爆头。难道他是 S 级？雷击看好用是好用，不过就是消耗有点大。学长，你没事吧？没事，只是有些累。你去收集下地灵拳吧，还是和以前一样，我赐你一。明天我带你离开山脉森林区域。学长，地灵拳可以缓解爆血丹带来的虚弱状态，学长可以喂我一些，不用太多，一小口就行。学长还真是温柔呢。话说起来，学长还是我的粉丝来着。走吧，我送你到森林边缘。好嘞。两人一前一后，快速的奔袭在丛林之中。途中，麦当还顺手击杀了主头3阶凶兽。忽然，麦当感觉身后隐约有大型凶兽奔袭所带来的震动。5阶烈焰虎，这都没发现到我吗？学长，看那凶兽的样子，怎么好像是在逃命？逃命？5阶凶兽在整个远水荒野区都算得上是顶尖霸主了，有什么凶兽能让他逃命？此时黑压压的一片凶兽，仿佛潮水一般涌了出来。是鼠潮。是铁鼠，是种极为弱小的凶兽，等级普遍在1阶左右，战斗力很弱。可一旦是铁鼠形成大规模的鼠潮，即便是6阶强者，一个不小心被围住，也必死无疑。怪不得连那5阶凶兽都要逃命。麦当也顾不得其他，拉上江楚轩也同样开始逃命。我的极速在63米每秒左右，但现在仅仅只有45米每秒，这样拉着跑太慢，还是直接背着更方便。学妹，报警，我要加速。仅仅只花了半个多小时，麦当便奔袭出了山脉森林区域。最麻烦的情况还是发生了，城镇废墟区域也爆发了鼠潮。雷击派，麦当仿佛一道闪电般，在密密麻麻的鼠群中硬生生的突破出一条路。得再加快些速度了。所有异能者小队做好战斗准备，这次是前所未有的鼠潮规模，我们一定要守住。希望那个麦当没有太深入荒野区吧，不然除非他老师杨震天亲自出手，否则没人能救他。快看，那是什么？好恐怖的雷霆！难道是掌控雷电的凶兽？做好战斗准备，绝对不能让他冲击到基地室。正当异能者队伍以为这可能是头强大的雷电系凶兽时，却发现里面隐约是一道人影。终于回来了！卧槽，这居然是个人，我还以为是头雷电系凶兽呢。不得不说，这人的气息确实恐怖。到达补给基地，我们安全了。你是麦当同学？麦当同学，需要我帮你做什么？我从山脉那边一路奔袭回来，有点累，帮我开个房间休息就行。山脉区域，房间好说，现在控制的还很多。你们2个扶麦当同学到补给基地的豪华客房去休息。不用了，我扶着学长，你们前面带路就行。竟然让大主管亲自过问，这人是谁啊？前段时间赵主管那一系全都被处理，好像就是因他而起。真的假的？他有这么大的能量？话说，你难道都没注意到他旁边的女生是江女神？女神，我的女神。学长，你醒啦？我睡了多久？学长，你足足睡了2天2夜哦。2天2夜，这次睡得还真够久。还好，距离正式开学还有几天时间，也是时候该回去了。学长要回学校，正好一起呀，我也准备回学校。行，那我们一会就走。对了，学长，这是你要的签名照。看着江楚轩那绝美容颜以及窈窕的身材曲线，麦当都不由得感到些许惊艳。现在是下午3点，乘坐列车到原水市高铁站都还要2个小时。高铁不用，我是开车过来的。全球限量1000台，官方售价高达上千万的拉法，没想到学妹你也有一台。走吧，我带你回魔都。
好帅的小哥，他也是魔都异能大学的学生。他身旁的女生竟然是网红江楚轩，我的女神啊，竟然上了别人的车。学长，我们就在这儿分开吧，以后有什么需要用到我的地方，尽管开口就行。行，有机会一定麻烦你。一言为定，这算是对你救命之恩的一点小小答谢。江楚轩回到宿舍就开始在学校论坛翻找麦当学长的资料。奇怪，怎么都和新生的话题有关？学长，原来是新生。我明明觉醒了最垃圾的一级天赋弱电，却是顶级高校最强新生，只因我获得深蓝系统，只需加点就能无限提升等级。深蓝加点。卧槽，麦当，你突破2阶了！准确的说是2阶上位，遭遇了几次生死危机，运气都不错，不仅成功逃命，反而还获得了突破。不愧是麦当大哥，不能以常理度之。麦当把荒野去之行151的奖给他通，完成了上次学校领取的任务。麦当最终获得了871点学分。对了，麦当你走的时候，是不是没和宋秋韵说过你要去荒野区啊？宋秋韵，我去荒野区的事情就只给你和老师提过。怪不得这段时间他来我们别墅找过你几次，只不过我都说的是你没在。宋秋韵找我干啥？他没和我说。那回头我问问他是不是有什么事。先不聊了，我得去一趟战绩图书馆了。才刚从荒野区回来，就这么刻苦，简直是不当人啊！伊娃，帮我筛选出雷电系所有的 S 级战绩。S 级战绩关乎我之后的战斗力提升，必须慎重选择。拥有强化类异能的异能者，往往只有近身格斗这一条路可以走。可元素类异能者确实可以选择走法术战技路线，或者近身格斗路线，这也分别对应着魔都异能大学的元素学院和兵器学院。一般人往往只是选择走其中一条路线，不然学习战技所需要耗费的精力、时间成本实在太大。可我不一样，我全都要。最终麦当选择了天雷术以及明玉雷铠。这2门战技都是现目前我能学习的 S 级战技中比较精品的战技，一个偏向于远程法术打击，一个偏向于近战格斗。由于天雷术太过深奥，麦当足足花了6个多小时才对战技有个初步理解。好家伙，这战技这么复杂，深蓝给我加点。异能点减1600，天雷术熟练度晋级为初级。刹那间，麦当直接领悟关于 S 级战技天雷术的释放技巧。原来天雷术是这样释放的，等离开了战技图书馆，倒是可以找个没人的空地试试。麦当走出战技图书馆时已经凌晨1点，操场上还有许多刚修炼完的学生。这就是顶尖高校的学风，是飞禽类凶手白环黑羽鹰。这种凶兽白天不敢从城市领空掠过，专挑夜晚的时候示威，那不是正好可以用来试试我的天雷术？突然打雷了，这次像是要下雨的样子啊！天雷术。击杀3阶中位白环黑羽鹰一头，异能点加34。这就是 S 级战技天雷术。虽说天雷术有几秒钟的施法前摇，但有这个威力也值得。不过这异能的消耗也确实有些大，直接消耗掉我1/4的异能，回宿舍睡觉了。操场上的其他学生则还在惊诧于那一道突如其来的雷电，竟然将白环黑羽鹰给直接泯灭了。这是有哪位高阶雷电系异能者出手了？这可是3阶凶兽啊，就离谱！今天是8月28号，9月1号正式举办开学典礼，新生确实也到的差不多了。这次回来还没去看看师兄和老师，也不知道师兄在西南边的战役现在情况怎么样。算了，等会学完明玉雷铠，就给师兄再打个电话。麦当走在学校路上，和这些稚嫩的新生相比，手上积累了5条人命，经历过蜀朝生死危机，表情沉稳冷冽的麦当显得有些格格不入。忽然，他在前方走着的学生人群中发现了一道熟悉的窈窕身影，是宋秋韵。麦当同学，好久不见，什么时候回来的？昨天才回来，那也就是说你在荒野区那边待了有差不多1个半月的时间，还真够久的。麦当同学，你应该还记得之前答应要和我切磋的吧？切磋？不过你确定要和我切磋？怎么，我也是川省状元，别太小看我。行，我知道了，后面找个时间我们切磋切磋。后面找时间，现在就可以啊。当然，你要是有要紧事，下次也行。好个雷厉风行的性子，不愧是来自于川省，现在也行。那等会就直接去你宿舍2楼的训练室吧，我先回一趟宿舍，你在你宿舍2楼等着我。麦当，你怎么回来了？宋秋韵等会儿要找我切磋，我先回来等她。哎，你离开的这段时间，她找到别墅的那几次，好像也是想和你切磋来着。嘿嘿，感情不是第一次找过来了呀。这宋秋韵该不会是个战斗狂吧？不过宋秋韵没发现你已经突破了2阶，应该没发现，不然不会这么着急的现在就要和我切磋。原来如此，当哥，待会我也要去观战。秋韵，你不是要去魔都市中心吗？怎么又回来了？麦当回来了，我和他约好了等会儿切磋。那他发现你晋级到2阶了吗？
没有哦，大夏国好几年才出一次的 S 级异能，不知道我高一个大阶能不能将他击败。我明明觉醒了最垃圾的一级天赋弱电，却是顶级高效最强新生，只因我获得深蓝系统，只需加点就能无限提升等级。深蓝加点。麦当，好久不见，希望等会儿你不要输得太惨哦。就这么肯定我会输？走吧，开始吧。不使用武器可没办法击败我。武器我当然有。方天画戟。嘿嘿嘿，秋韵赢定了。我的长枪就已经算是比较冷门的了，没想到一名窈窕少女竟然使用比长枪还冷门的方天画戟。别分心，这样你可要被我彻底击败了。2阶下位原来是突破了，怪不得这么有信心的想击败我。不过这1个多月2阶上位，这怎么可能？嘿嘿，我早就说了，你家秋韵打不过我们麦当的。2阶上位，怎么样？还要继续吗？继续吧，不过你可不能太用力。放心，我不会主动出击，你尽管来就是。以我目前的实力，对标的应该是大2、大3的学长，麦当竟然比我还要妖孽，不愧是 S 级。麦当同学，那你可不要后悔哦。晨曦之光，这就是 A 级光系异能晨曦之光。极法耀光，强化武器类的战绩吗？极法光炎动力。以光系异能引动火焰，确实是门不错的战绩，可惜力量差了些。不好，我的战斗节奏被他打乱了。再来，极法光明狂风斩。不行，战绩速度太慢，力量也不够，你还得再多练练。短短的2-3秒内，晨曦之光的光刃配合方天画戟，所一共产生的斩击足足有上等次。你这枪法的熟练度，恐怕不只是高级这么简单吧？猜对了，我的枪法是大师级。大师级枪法，这让我怎么超越？我认输了，打不过你。这就认输了？除了极法外，你应该还有其他的光系法术类战绩吧？算了吧，用出来也没什么用。不过说是切磋，其实是麦当同学你充当了一回陪练。这样吧，中午请你吃饭，就当做补偿了，怎么样？好啊。行，那我们中午见。当哥，果然你是最强的。还好，宋秋韵的实力也不是很强。宋秋韵实力不是很强，恐怕也只有当哥你才会这样觉得。宋秋韵在川省根本不是同龄人能够打败的，如今这个魔咒终于是被打破了。不过他等级倒是提升的很快，都2阶下位了。还好还好，以宋秋韵的出身，这进度也算正常。怎么，宋秋韵背景不简单？那是当然，高中历史教科书上的宋道元你应该知道吧？宋秋韵就是他的重孙女。宋道元，那个拥有 S 级光系异能的8阶大宗师？没错，就是他。这位大宗师是活跃在80年前的强者，可惜后来在一次和凶兽的战斗中受到重伤，潜力耗尽，无法继续突破到9阶。宋秋韵也是大宗师宋道远众多子嗣最为疼爱的孙女，修行速度比其他人更快也很正常。原来如此。和宋秋韵切磋完之后，麦当也没有在宿舍多待，再次出发去往了战绩图书馆，仅只花了4个小时，就大概理解了明玉雷凯这门 S 级战绩的修炼方式。深蓝加点。异能点减1400，明玉雷凯晋级为初级。有深蓝就是好，别人需要学习大半年，我直接加点就好了。加点完明玉雷凯，我的异能点就没剩下多少了。算了，等开学第1周的课程结束，再去寻找荒野区收割异能点吧。小姑，咦，打通了？麦当，你那边的集训结束了？昨天刚结束的。行，明天下午3点是吧？到时候我去高铁站接表姐。明天就不用来接我了，在宿舍休息就行，我和同伴一起过来。没关系，反正我明天也没其他事情。这下总算是可以接触当学的 S 级战绩了。紫霄神雷迅速涌现在麦当身体表面，以惊人的速度凝聚出一具蓝紫色的雷霆铠甲。凝聚明玉雷铠，消耗了我差不多1/5的异能。S 级战绩明玉雷铠对10000公斤以下的冲击力削减高达90%，还会自动对攻击者进行反击。这不就是相当于穿上了一件反甲吗？不错不错，开启雷击态，再凝聚出明玉雷铠，我的防御力不知道会提升到一种怎样的惊人强度，真是有些期待了。有空到别墅找我。老师回来了。老师，2阶上位，果然没错。坐吧，什么时候回来的？昨天。除了等阶之外，看样子你的其他收获也不错，杀过人了。有个小队想要杀人越货，被我给反杀了。对了，老师，学生在荒野区收获了一些 S 级地灵泉，共有4瓶的量，这瓶您收下吧。S 级地灵泉，远水荒野区都不知道被哪些高阶异能者搜刮过多少遍了，你还能找到地灵泉，运气不错。不过对于我这种级别的异能者来说，地灵泉的疗伤作用还不如一颗 A 级7品丹药。这地灵泉
你就自己收着吧。不过你倒是可以给你师兄柳明一瓶。师兄，他怎么了？西南边的战士出了问题，他伤得很重。离开学校的这几天，我便是去西南边把他接回来。跟我来吧。师弟，师兄，怎么回事？昨天的新闻报道上不是说西南边的战士在8阶大宗师王林阳的带领下大获全胜吗？大获全胜，要不是有我们灰烬公会充当诱饵，他王林阳能胜得那么容易？公会整整2000多名异能者啊，最终活下来的还不到100人。西南边的凶兽肆虐持续了小半年，8阶大宗师王林阳被派往前去镇压，本以为很快就能将这件事情彻底解决，可没想到凶兽群内的那头7阶上位的凶兽统领似乎意识到了危险，一直龟缩不出。王林阳实在是等不及了，安排柳明所在的灰烬公会深入荒野去充当诱饵，果然就调出了那头7阶上位凶兽，最终由王林阳完成了斩杀。灰烬公会和师兄加入的灰烬社团有联系？有关系。灰烬公会是我们学校灰烬社团的上属公会，灰烬公会2000多名战斗成员中，有差不多近100人都毕业于我们学校。灰烬公会是击杀凶兽数量最多的一个公会，早就被那头凶兽统领给击夺了，不然也没办法充当诱饵，将其给调出来。2000多人的精英公会都能拿来作为诱饵，这王林阳够心狠。昨天我和那个王八蛋打了一场，虽然最终没打过，但他也同样不好受。明天我要带柳明去另一位拥有治疗类异能的宗师那里疗伤。你的新生大比，我恐怕就没办法参加了。知道了。留下一瓶 S 级地灵泉后，麦当便转身离开了别墅。这次重伤过后，师兄雷霆不灭身算是被废了一大半，希望师兄能扛过这次打击，重新振作起来。麦当从别墅里走出来的时候，就已经是中午12点了。麦当便来到了宋秋韵请吃饭的地方——清雅居。清雅居是大学城内一家比较高档的消费场所，宋秋韵的背景果然不简单。那个麦当同学，为什么我每次都能从你身上感受到凶兽一般的强悍气息？不过这要是涉及到你的一些什么秘密，就不用给我说了，我只是有些好奇。没什么不能说的，只要你问我，我都告诉你。可能是因为我吸收凶兽精血来修炼战技的缘故吧。吸收凶兽精血，原来如此。来吧，尽管点，都算在我身上。那我就不客气了哦。不用客气，就一顿饭，还能把我吃穷不成？话说起来，你技法达到了高级，为什么不去兵器学院，反而选择元素学院的院长当老师？家里已经给我安排了一位近战老师了，所以我才想要选择一名元素类导师。原来如此，所以你也是想走近战和法术的双路线了？也可以这样说吧，难道你也是？啊，先点餐吧。琪姐。唐琪微微一愣，第一时间竟然没反应过来。琪姐，2个多月没见，连你表弟都认不出来了。不是，只是没想到你变化这么大，没反应过来。话说起来，下高铁的时候，我们刚才还在猜你的等级呢，现在一看，表弟你应该是1阶上位了吧？1阶上位啊，不愧是顶尖高校，这培养速度简直了。1阶上位，1个月前我就已经突破了1阶上位，现在是2阶上位异能者。麦当，你真是2阶上位。这气息果然是2阶上位，表弟，你要是现在回江城任职，恐怕教育局局长都要给你让位。明天就是新生大比了，我的目标是第2名。我明明觉醒了最垃圾的1级天赋弱电，却是顶级高校最强新生，只因我获得深蓝系统，只需加点就能无限提升等级。深蓝加点。听说这一届新生中出了名 S 级异能觉醒者，不知道是真是假。上一次出现 S 级异能觉醒者，好像都是好几年前的事情了吧？对，只不过那个是精神系的 S 级异能觉醒者，毕业后就去大公会担任指挥官了。这次是雷电系的 S 级。雷电系，这不是妥妥的强攻的异能？看来这次的新生大比会很有意思。去年我们在这擂台上打得死去活来，这次总算也轮到我们观战了。快看，是灵狐社团的副社长苏茂。听清楚了，我们的最优目标是新生大比前50名的新生，你们每个人必须仔细观战。女性社团的吴渊，他怎么也来了？看那边，灰烬社团的人也来了。那不会是灰烬社团的社长魏和吧？灵狐这样的精英社团，在陨星社团和灰烬社团根本不够看。学校这2大巅峰社团会长都是4阶异能者，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外执行任务，而现如今却同时齐聚一堂，事情肯定不简单。对了 ，S 级异能觉醒者麦当。不听说灰烬社团的上属工会前段时间损失惨重，如此看来，麦当应该是会选择陨星社团了。也不一定，麦当的师兄柳明可是灰烬社团的副社长。轩轩，没想到你也对新生大比感兴趣，我还以为你不喜欢看这种比赛呢。江楚轩也没多解释，只是轻轻一笑。我只是想过来确定一件事情。这是擂台。之前听我老师说过，新生大比会有100人大混战，擂台大点也正常。100人大混战，那确实需要大点的擂台。走。
走吧，我们到主席台那边去。随着主席台空地上学生数量的不断增多，时间很快就来到了9点整。这是空军习艺能，他是那位坐镇战技图书馆的副校长。真是没想到，这位副校长竟然这么年轻。自我介绍一下，我叫林双，是学校3位副校长之一。由于校长不在学校，本次新生开学典礼由我主持。这届新生共1024人，其中有6位省状元，听说还有1名极为罕见的 S 级异能觉醒者。国大建校至今213年，我们不仅培养出了大量的高阶异能者，还有宗师、大宗师，乃至于圣武圣。为了让你们更好的变强，学校设立了评级制、学分制、战力榜，还有任务系统。评级制、学分制、战力榜、任务系统，感觉魔大的竞争好大啊！是啊，还不如取消这些制度，这样对我们还公平一些。公平？魔大从来就没有公平，强者通吃，这才是常态。这样的竞争机制，看来这魔都异能大学我是来对了。总之，在我们学校，你最好不要有隐藏实力的想法，实力越强，越能从学校拿到更多的资源。接下来进入学校的第1阶段100人大混战，战斗过程中会有人工智能伊娃负责统计每个人击败的敌人数量，最终击败敌人数量最多的50人晋级到第2阶段的比赛。进入第2阶段的新生，每个人有3次发起挑战的机会，挑战成功即可取代对方的名次。本次新生大比的第1名可以获得1枚容量为10立方米的空间戒指，1份 A 级修行资源以及1000学分。10立方米的大容量空间戒指，这得卖多少钱？肤浅，这用钱根本就买不到活吧？话说起来，这空间戒指应该是副校长用自己的空间系异能制作的吧？本次新生大比正式开始，孙院长，接下来就交给你了。我要提醒你们一句，我们所有的院长以及导师都会观察你们每个人在擂台上的表现，表现优秀的学生会被老师们收为专属弟子，所以请各位同学一定要加油。第1阶段共有10轮对战，现在抽取第1轮对战的学生。被伊娃选中的100名学生都上擂台去吧。李承志这家伙也在第1轮，这就是你上次给我打电话说的青海省省状元李承志。这家伙确实是狂的没边。在比赛正式开始之前，我再强调下，你们不用担心出手太重会发生死伤事件。擂台上有顶尖人工智能伊娃随时进行监控，一旦有可能出现生命危险，便会自动生成保护罩。擂台上的各位同学，请做好准备，准备开始。那是谁？居然已经突破到了2阶？好像是青海省省状元李承志。社长，李承志突破了2阶，我们要不要将他列为社团收纳人才的第1目标？不用，麦当也不只是1阶上位那么简单。社长，你有内部消息？也不算内部消息，是我亲眼看到的。回想起几天前的凌晨，我在战技图书馆所看到的那晚如神罚一般的雷霆。36人，麦当，作为 S 级异能觉醒者的你，不知道第1阶段的成绩能不能超过我？新生大比第1阶段第1轮比赛结束，先抽取第2轮比赛的成员。运气不错，第2轮就轮到了我。当哥，让李承志那个家伙看看你的厉害。麦当，加油！我明明觉醒了最垃圾的1级天赋弱电，却是顶级高校最强新生，只因我获得深蓝系统，只需加点就能无限提升等级。深蓝加点。真的以为站得远就没事了，天真。卧槽，是麦当，怎么这么倒霉，和他分在了同一轮？还好，刚才和李承志分到同一轮的，被揍的那才叫一个惨。麦当1个半月前就几乎处于销生命季的状态，他打破全力纪录，碾压雷咒，还是 S 级异能的江南省省状元。看来这群新生们还是颇为忌惮。那就是杨院长前段时间新收的弟子。没错，听说他入学1个多月就从觉醒者晋级到了1阶上位，还是 S 级。什么情况？麦当的等级怎么提升了这么多？果然，和凶兽厮杀相比，我还是更喜欢和人类战斗。紫霄神雷，一股远超擂台上所有新生的气息从麦当身上骤然爆发而出。是麦当，他竟然是2阶上位异能者，比我高了不止1个大阶。我这参加的还是新生大比吗？我在魔都学习2年半，才刚进入2阶上位，你让我情何以堪？这下看出来麦当的潜力了吧？麦当依旧是我们社团招揽的第1目标。果然是你，学长。不对，应该叫学弟才对。竟然骗了我那么久，
等大比结束就去找你。二阶上位，望着擂台上那手握长枪的挺拔身姿，李承志面色十分难看。麦当啊麦当，要是换做其他人次，你还真赢定了。可偏偏那家伙居然也在第2轮，这次你必败。诸位，麦当是2阶上位异能者，同时还拥有了4级异能，不能让他挨个突破，否则我们全都得被踢出场。既然如此，我们何不如联合在一起，先把他给淘汰掉？声音带着强烈的蛊惑力，是精神系异能者。对，102对1，我们耗也得把他给耗死。我已经聚集了差不多20人，你们要想清楚，击败 S 级异能者可不是常有的机会。不拼也是等着被踢出局，拼了说不定还有机会去 TMD， 老子干了。击败 S 级异能者，一生可能就只有这一次机会，我也干了。这个石料有点东西，真让他把新生给联合了起来。这下麦当可有点麻烦了，这一轮恐怕会翻车。我记着石料是龙院长的弟子吧，果然厉害。这都是小料运气好，要是麦当隐藏实力了，他可就没办法聚集大家了。运气也算是实力的一部分，不过麦当这下可惨了。S 级异能觉醒者，要是连新生大比的第1阶段都没办法通过，那这玩笑恐怕就开得有点大。麦当，你要是在我说出第2句话的时候就干掉我，你还有机会破局。现在你再也没有机会了。1人对102人，你要怎么翻盘？翻盘？你凭什么觉得我是劣势？雷芒，近战系异能者顶上去，远程系异能者直接释放攻击，辅助系异能者增加状态。S 级异能者又怎样？今天就是将你拉下神坛的时刻。身体忽然一沉，连思维都迟缓，雷芒的凝聚速度都变得缓慢起来。是辅助类异能者所施加的负面状态吗？可惜这个却没错。石埋塔阶级战绩雷芒，快组织防御。这是音爆声，不好，要爆炸了！危险！危险！检测到无法阻挡的能量冲击，生命受到威胁，能量防御网自动激活。卧槽！你敢信？我居然在擂台上看到了雷暴！石料他们几个不会是死了吧？很遗憾的通知您，石料等21人已被淘汰。就算我被淘汰，也要拉着你一起。剩下的70人，大家一起上，看见了。蝼蚁再多，一日不死就有，你们的努力终将是徒劳无用。简单的异能运用就能隔绝所有元素能量攻击，怎么可能？我见所有异能者联合起来，可最终在别人眼里却依旧只是蝼蚁。这就是 S 级紫霄神雷，其他人的元素攻击根本无效啊！100多人对付1个人，竟然连一点压力都给不上。我就知道学长他没问题的。麦当，没想到你比我想象的还要强，看来我也要努力跟上你的脚步了。威力强大的雷铆，熟练度至少达到了高级，天才，绝对的天才。麦当究竟还有多少底牌是我们不知道的？你不肯上了，那让我来吧。我明明觉醒了最垃圾的1级天赋弱电，却是顶级高效最强新生，只因我获得深蓝系统，只需加点就能无限提升等级。深蓝加点，都不敢上了，那让我来吧。好快的速度！不行，分散更容易被击溃，必须联合。这样才有意思吗？你的速度太慢，你的砍击角度不对，你的力量太差，不行，太弱了，太弱了。第1阶段第2轮比赛结束，晋级者为麦当，击败人数为102人，剩下4名晋级者为。由于无法晋级5位，除去晋级的麦当外，其他的102人作为第11轮比赛的选手，重新比赛再选出4人。以前新生大比的记录是87人，还是足足花了10几分钟。麦当这次仅仅花了1分钟，这个麦当又打破了我们学校的记录。也不知道杨院长是怎么培养的，麦当这枪法都已经是大师级了吧？大师级，你没看错。没看错，麦当的枪法就是大师级。随着第1阶段比赛的结束，宋秋韵也是以45人的基敌数获得第1阶段比赛的第2名。刘文涛最终也以击败9人的成绩完成晋级。第2名竟然是川省状元宋秋韵，这气质，这相貌，还是2阶，简直是极品啊！我单方面宣布，她就是我们学校新一代的女神。宋秋韵，把她列为第2吸纳目标。那李承志呢？那个李承志就暂时列为第3吸纳目标吧。接下来开始新生大比第2阶段自由挑战赛。你们每一个人都有3次机会，可以向任意一人发起挑战，被挑战方不能拒绝。我要挑战第34名，我要挑战第49名。
该死的麦当居然这么强，我根本不是他的对手。哼，宋秋韵拥有 A 级异能，战绩方面也不错。伊娃，我要挑战第3名的李承志。麦当，你是第1名，为什么向第3名的我发起挑战？新生大比可没规定，一定要是低名次向高名次发起挑战。什么情况？麦当主动挑战李承志，他们2个有矛盾？这你就不知道了吧？之前在第1阶段的时候，李承志朝麦当做了个挑衅动作来着。好家伙，这么狂，怪不得麦当会主动发起挑战。好，是你逼我的，那我就看看你这位 S 级异能者究竟有多厉害。不是我逼你，是你的狂妄所惹下的祸事。好快的速度，必须使出全力，一击致命，狂施斩。雷电系异能者也敢和我正面硬碰硬，找死！紫霄神雷，好痛！李承志可是强化雷2阶异能者，连他都顶不住，这该有多痛？为了不触发伊娃的保护机制，我并没有全力释放紫霄神雷，也好让他吃点苦头。本场比赛麦当获胜。我过来了。伊娃，我也要挑战第3名的李承志。你也要挑战我？他还没恢复，你轻点。放心吧，我有分寸，你下去吧，这里交给我就行。放心，我先让你治疗好伤势。本场胜利者为宋秋韵。李承志的强化类异能，面对这种自然系异能，天生弱势。他还真是惨，前脚刚被揍一顿，刚治好，结果就又被揍成重伤了。你们说麦当他们2个为什么不打一场？废话，你见过有情侣喜欢互相厮杀的？再说了，你觉得宋秋韵能打过麦当？经过4个小时的比赛，整个新生大比正式结束。接下来你们开始选择学院了。魔都大学共有5大学院，分别是掌握极致异能的元素系学院、强大而又残酷的兵器学院、严苛的战术学院，还有辅助学院和制造补给的后勤学院。麦当，你分到的是哪个班？兵器学院大1、2班，你呢？元素学院大1、3班。比赛了一上午，确实有点饿了。走吧，咱们一起出去吃一顿。好啊，那由你这位新人王请客怎么样？没问题，等会儿到了饭店你们随便点。当哥请客，那等会儿必须得喝点。麦当同学，稍等一会儿啊。你是？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允星社团的社长吴渊。这次找你，主要是想邀请你加入我们社团。当然，作为学校现如今唯一的 S 级学员，我们允星社团也很有诚意。只要你加入我们社团，立马就是副社长职位。副社长，你们允星社团未免也太小气一些了吧？哦，那你们灰烬社团又能拿出什么条件？自然是比你们的要更好。麦当，你要是来我们灰烬社团，可以直接当预备社长。等我毕业之后，灰烬社团就是你的了。我去，灰烬社团这是下血本了啊！要是麦当答应的话，恐怕就会是灰烬社团历史上最年轻的社长了吧？副社长、预备社长，我需要时间考虑，过几天才能给你们答复。总算是出来了，好久不见呐，学长。那个学姐好，这位是？她是我前段时间在远水荒野区认识的学姐。你们好，我是元素学院大2、3班的江楚轩。竟然是魔都异能大学内小有名气的网红博主，不愧是当哥。学姐好，我是麦当的同学宋秋韵。我是麦当的室友刘文涛。我们现在准备出去吃饭，学姐你要一起吗？好啊，正巧我也饿了。果然喝酒耽误时间，这家伙什么情况，跑这么快？学姐有些走不动了，学弟能扶扶我吗？麦当，我也走不动了。既然都走不动了，那我们再休息会儿，等你们醒酒了再走。趁现在看看我的新生奖励。麦当打开保险箱，里面正是一枚10立方米的储物戒指和一份1级修炼资源。这是什么弹药？对了，伊娃，帮我分析弹药。这是由魔都异能大学药剂部出产的5品丹药凝心丹。5品凝心丹，说起来我还是第一次服用这种丹药。精神力加50，终于破千了，也就是相当于500异能点，还不错。麦当，我们回来了，明天能过来吗？能，老师，我明天就到。老师快来，那师兄柳宁的伤势应该是已经痊愈，正好让老师试试我的战绩明玉雷凯的极限强度了。我明明觉醒了最垃圾的1级天赋弱电，却是顶级高效最强新生，只因我获得深蓝系统，只需加点就能无限提升等级。深蓝加点。老师，开始吧。我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试试 S 级战绩明玉雷凯的极限强度了。麦当，你现在还是2阶上位，我就先以3阶巅峰异能者的强度帮你测试。蓝紫色的雷电萦绕在麦当身体，凝聚出一整套幽紫色铠甲。你果然没让我失望。赤红色雷霆骤然迸射到麦当的雷霆铠甲之上，连一丝痕迹都没留下。老师，再提高些威力。再来4倍、6倍。我也是3阶上位，怎么感觉我似乎常为计量单位了？10倍。不错，很不错。4阶下位异能者的攻击强度，也就只是在3阶巅峰的10倍左右。你的明玉雷凯至少都要4阶异能者才能破防。战绩实验完毕，走吧。老师，再等一下，刚才那还不是我的极限。强悍而又苍茫的蓝紫色雷霆，以麦当为中心，猛地扩散开来。
这是雷吉泰。雷吉泰，师弟的雷霆不灭身已经晋升第3重了。小师弟这么生吗？我的雷霆不灭身才仅仅只是第2重而已。好，那我们继续。12倍3阶巅峰威能，14倍、16倍、20倍。很好，开启雷吉泰后，竟然能获得将近10倍的实力提升。以后啊，只有4阶中位的雷级强攻系异能者才能对你造成伤害。麻烦老师了，这是你大3的师兄徐伟，还有你大2的学姐童月。徐师兄，童师姐。小师弟好。小师弟，你是怎么做到档阶高速晋级的同时，还能短时间内掌握 S 级战绩？能和我们分享经验吗？师姐，我也想学学。没什么特别的经验，我天生悟性好，一看就会。悟性这东西，师姐你可能没办法学会。小师弟扎心了。麦当的悟性和努力程度，我一向比较满意。走，今天我们得好好跟你庆个功。麦当，他不是兵器学院的吗？怎么每次都来蹭我们元素学院的元素掌控课程？不止元素掌控，我们学院的大多数课程都能看到他的身影。况且兵器学院的课他早就学会了，他都是直接旷掉的。你们怕是不知道，他每周4上完课都会离开学校，在阳城荒野区待到周1才回来吧。S 级还这么努力，你让我怎么办？都1万多异能点了，紫霄神雷怎么还是不能提升到 SS 级？难道是我猜错了？还是异能点不够？再攒1个月的异能点，要是还不能提升，就放弃本次尝试，直接用来提升等级。麦当，你的雷电系异能又精进了不少。这段时间确实略有进步。这叫略有进步，都比得上我1个月的训练成果了。对了，明天每年惯例的新生研学旅行就要开始了。作为我们的新生第1人，你肯定跑不掉。虽然研学旅行全凭自愿，不过以你的性子，也肯定会参与的。研学旅行的目的地是在荒野区，这可是收割异能点的好机会。到时候青金异能大学和晋城异能大学的天才都会来，我也很想看看他们都是什么实力。你还挺了解我的，我必须去。当哥，之前真的是我太狂妄了，对不起。当哥，这次的研学旅行可离不开你。魔大已经连续4年在新生研学旅行夺得第1了，这次的5连冠就全靠你了。本次研学我将亲自带队，目的地是顺安市的第7魔窟。研学是按照击杀凶兽的数量和等阶排名，排名越高，大夏分配给我们学校资源就越多。当然，我们的目标是第1。麦当，你作为新生第1人，这个任务交给你，没问题吧？你必须保住我们魔大的5连冠。没问题。很好，不过青金异能大学引进了1名同样拥有 S 级异能的外援，你可能会面临一些挑战。不可能，最近几年除了麦当外，没听说我们大夏有新的 S 级异能觉醒者出现啊。这名 S 级并不是来自于我大夏国，而是青金异能大学从印度国引入进来的交换生，他名叫基兰·拉奥，拥有强化类 S 级异能，等级3阶下位。什么3阶下位？完蛋了！不过和你们不一样，他已经20岁了。20岁也算新生？青金异能大学不讲武德啊！印度国和我们不同，他们20岁才上大学。也是 S 级吗？有点意思。本次研学旅行情况大概就是这样，大家抓紧时间做好准备。学姐找我有事。怎么，没事就不能来找你了？学姐你得注意点，被别人看到可不好。好吗？下次咱们换个地方。好了，说正事，这是我给你准备的丹药，你去研学可能用得上。以后别熬夜炼制了，持续输出异能你也顶不住。外面的丹药哪有我炼制的好？我先走了。对了，里面有一份是给秋韵妹妹的。他们2个关系这么好，天天面对2个美女，18岁的我怎么顶得住啊？不行，女人只会影响我拔刀的速度，我要变强。所有新生登船出发。欢迎魔都异能大学的诸位光临我顺安补给基地，我为大家设立了迎接宴会，大家里面请。这飞艇速度还真是快，才1个小时就到了。能不快吗？林校长可是8阶大宗师，一路上都是直线抵达。那就是魔大的新生第1人，听说他已经2阶上位了，才18岁。谁说不是呢？要是没有基兰，这次我们绝对会被按在地上摩擦。你好，我是来自于青金异能大学的基兰拉奥，很高兴认识你，叫我基兰就好。基兰发现了旁边的宋秋韵，顿时眼睛一亮。这位美丽的女士，想必就是宋秋韵了吧？很高兴认识你。在我们大夏不吃你这套，你以后最好还是改一改。一个雷电系哪来的这么大力气？要不是我拥有 S 级强化系异能，现在张骨都已经粉碎了吧？麦当，我们去训练馆对练一会吧。好啊。大教主，我回来了。都查清楚了。回答教主，魔大的 S 级确实达到了2阶上位，
这才过去不到半年，就达到了2级上位。若是让这种妖孽成长起来，对我们将会是最为沉重的打击。1个月后，我天命教会校士公布我们的存在，那就让老大以及布拉维 S 级在内的3校精英全部成为我消息吧。我明明觉醒了最垃圾的1级天赋弱电，却能横扫荒野区所有凶兽，只因我获得深蓝系统，只需加点就能无限提升等级。深蓝加点。3大高校研学大比正式开始，本次只按照击杀凶兽的等级数量进行排名，名次越高，奖励越丰厚。前3名更是可以从3校的战绩藏书里任意挑选一门进行学习。比赛将于明天早上9点开始，为时1个月，请大家做好准备。此时3大高校的新生都纷纷开始组队，为明天的大比做准备。麦当，我们准备组小队在魔窟外围活动，你要一起吗？我就不一起了，你们组队就行。好吧。明天进魔窟，你还是打算一个人行动？我的目标是魔窟中部，和别人一起行动会拖慢进度。以我现在的实力，进入魔窟中部，基本上就只有死路一条。从魔窟外围行走到魔窟中部的路上，我能和你一起吗？可以，回去好好休息吧，明天一早出发。好。大小姐，你这丫头，我还以为你有了小男友就忘了你小姨呢。我和他8字都还没一撇呢。我还没说你就自己承认了，是那个魔大第1的麦当吧？可惜了，今年青金异能大学请了个 S 级外援，不然你这个小男友绝对会是第1名。有外援他也会是第1，你对他就这么自信？小姨你不相信，那你敢和我打个赌吗？小姨，记得我们的赌约。那就是魔大的 S 级麦当。是的，若是金大没有请外援，那这次的第1名肯定是他的。是啊，就说我们进城最惨，一个 S 级都没有。麦当，我期待你的表现，希望你不要落后太多。我倒是希望你不要落后我太多。还敢嘴硬，等1个月后比赛结束，让你们大家看看我印度国 S 级的强悍。秋韵居然和麦当单独进入荒野去，怪不得不让家族军队保护，他们不会做出别的事情吧？我们小队争取击杀这1头2阶凶兽。这么多2阶铁毛穿山甲，让我来吧。每次出枪都是直指弱点。麦当的体力真好呢。你发烧了，脸色这么红。没什么。走吧。麦当的速度很快，一路上带着宋秋韵疯狂收割2阶凶兽。第2天下午7点时，距魔窟中部只剩3个小时路程。天快要黑了，今晚我守夜，你多休息会儿。后半夜换我来就行，我没问题的。倒是你一路上都在击杀凶兽，太累了。我倒是没什么消耗，同校都没事。没什么消耗。那今天能比得上你之前单独在荒野区的战斗强度吗？比不上，战斗频率要低很多，强度也就算平时的1/3左右。才只是1/3的战斗强度，可惜了，到了中部地区就没办法一起行动了，不然还能看看麦当的全胜状态。等等，这附近好像有一处水潭。水潭，荒野区中的水源，是凶兽聚集最多的地方。对，趁天黑之前还能去再击杀一波凶兽。秋韵，我们走。怎么回事？水源附近不可能连1头凶兽都没有。怪不得这附近没有1头凶兽，是4阶凶兽。麦当，我们快走。不用急，4阶凶兽虽然强，但也不是没办法对付。是杨院长传授给你的那门独家断体战技。不，是天雷术。击杀4阶下位远水巨鳄1头，异能点加213。远水巨鳄光是这一层鳞甲的防御，就不知道要让多少元素类异能者头疼。现在在麦当的战绩下，竟然如同纸糊的一般，顷刻就被击穿。原来这才是你的真正实力。天雷术的消耗还真大，一下子抽干了我1/3的异能。走吧，我们过去看看。远水巨鳄最值钱的就是这身鳞甲皮肤，可惜却全都被毁了。不止皮肤值钱哦，4阶凶兽浑身都是宝。算了，我的空间戒指不够大，走吧。放我这儿啊，我的空间戒指够大，等回补给基地了再还给你。1头4阶下位凶兽的分数竟然有这么高，4阶凶兽也不是谁都能击杀的，分数高些也正常。说的也是，我们去这儿吧，那里有出洞穴，刚好适合我们晚上休息。我们能稍微等会儿再过去吗？怎么了？正好这边有出潭水，我想简单的洗个澡。等等，我先确认下潭水里有没有别的凶兽，应该没其他凶兽了。就在这时，一股猩红的颜色从潭底渗透上来，片刻之间就将整个潭水渲染成好似血水一般。魔窟内将会有神血出世，你负责安排人员进行回收，记住不要用天命教的名义。属下明白。这血潭里面到底有什么？竟然激发了身体本能的渴望。
秋韵，你能感觉到这滩血水在吸引着你吗？没有啊，不过以我的 A 级异能晨曦之光得来的反馈，这血水中有很浓的凶兽气息，而且和你身上的气息很像。难道这也是龙类凶兽的精血？所以我才会起反应。秋韵，我进去试试，又有什么不对，立刻把我拉上来。还好，昨晚出现的最强凶兽也才3阶，不然我就要守不住了。看样子麦当快要结束了。就在这时，一连6道身影飞速冲了过来。神血就在那，先去取水潭里的血迹。这5个人最弱的也是3阶中位，管不了那么多了，只能使用父亲给我的守护符了。这是产自于上古文明遗迹的守护符，你就是那个魔大的第2名宋秋韵吧？不然也不会有这种级别的宝物。知道这是什么东西还不退走？据我所知，守护符是有持续时间的，反正我们也不看时间，我们就在这里看着你慢慢等待死亡。那你们就慢慢等吧。麦当，你一定要快点啊！我就说嘛，守护符是有持续时间的，我劝你先把守护符交出来，不然我保证你会死得很难看。没办法了，只能使用5品爆血丹和他们拼命了。是吗？我怎么感觉死的会是你们？我明明觉醒了最垃圾的1级天赋弱电，却能横扫荒野区所有凶兽，只因我获得深蓝系统，只需加点就能无限提升等级。深蓝加点。你就是魔大的那个 S 级吧？怪不得一个2阶上位就能秒杀我手下5个3阶巅峰。不过你还是太弱了，让你看看我4阶真正的实力。我问你答，1000减7等于多少？潭水里的血水是什么？是9阶兽皇的精血。兽皇的精血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上古时代，人类武圣和兽皇爆发战斗，全世界各地都散落着不同的精血。上古时代吗？最后一个问题，你们是谁派来的？想知道我们的来历？做梦吧！算了，已经无所谓了。别杀我，我们是血月教。晚了。麦当，你没事吧？没事，问题都解决掉了。刚才辛苦你了。这水潭里竟然是那9阶兽皇精血，为什么你可以直接吸收？我也很疑惑，不过也只有等回去再问问我老师了。吸收兽皇精血后，我的雷霆不灭身竟然从第3重直接蜕变到了第4重。我能感觉不灭身根基也得到了极大强化，这种强化古朴而又强悍。大主教，周主教可能发生了什么意外，我们需要重新安排人手吗？不用安排人手了，等你们赶到，那神血很可能早已被夺走。1个月后，我们将会有大动作，现目前不宜闹出太大动静。是。麦当，这血水被吸收干净了，我能先洗个澡吗？当然可以，反正也花不了多长时间。你把头转过去，不许偷看。你还得多久？等你洗完，我也稍微清洗一下。麦当，前面没多远就是魔窟中部了，我们就在这分开吧，我们一起加油。1个月后我们再见。1个月后见。再深入到魔窟中部就已经触及到我的极限了，我不能拖麦当后腿，接下来我也要努力了。自从获得深蓝系统以来，我的等级都是加点上去的。这一次我倒是要看看，靠我自己到底能不能完成突破。4阶中位的暗夜豹，凶兽中天生的刺客，给我破！3阶突破了，这才2个月我就从2阶突破到了3阶，看来我本身的修行天赋也还不错。气血也突破2000了，4.8万异能点，恐怕都够我从3阶晋级到4阶了，竟然还不够升级到 SS 级。后天研学大比就结束了，得抓紧再积累一些异能点。我1201分，才1023名，可惜了，差一点就进入前1000名了。可惜什么？你是昨天才上传的分数，今天那些真正的大佬才会出现。是宋秋韵，那位魔大的新生第2名。魔都异能大学，宋秋韵，成绩确认，总分12131分，排名第1位。12000多分，不愧是魔都的新生第2。做得不错，多谢校长夸奖。小韵，不错嘛，都12000分了。咦，你的那个小男友没和你一起回来？没有哦。对了，你们俩在荒野区没做什么其他事情吧？哎，什么其他事情？就那个啊。小姨，这怎么可能啊？哼！是京大的 S 级外援姬兰，他回来了。青京异能大学，基兰拉奥，成绩确认，总分113264分，排名第1位。分数竟然足足有11万，就离谱。我的分数竟然连他的一个零头都比不上。11万分，看来要提前恭喜徐校长，你们拿到第1名了。哪里，我也只是取巧罢了。
这次我们秦京大学资源的优先分配权算是稳了。金城大学竟然有名学生的总分数达到了 1.3万，超过了宋秋韵，只是姬兰那恐怖的11万分还是遥遥领先啊。魔大的麦当竟然还没回来，不会是出什么意外了吧？加油，麦当，你是最棒的！当哥，无论成绩如何，你是我们魔大的骄傲。好家伙，我这都还没统计分数呢，怎么感觉就默认我已经输了？一群抱团取暖的弱者。麦当，差不多就只等你一个了，赶紧上传成绩吧。好，麦当应该能有5、6万分吧，只是可惜了，有姬兰在，没办法拿到第一了。魔都艺能大学，麦当，成绩确认，总分405637分，排名第1位。40万分，我没看错吧？魔大的 S 级这么强，分数居然是京大那个外援的差不多4倍，这太疯狂了！就算让我1个月不眠不休的砍一阶凶兽，也没办法砍下这么多分啊！40万分，真是惊人呢！秋韵，你不会早就知道了麦当的分数吧？没有，不过我知道，在他身上发生任何奇迹都不意外。40万分，分数足足比我高了3倍，这怎么可能？不行，只有拿到第1名，秦京大学才会提供所承诺的修行资源。麦当，你的分数不可能这么高。徐校长，我申请调查麦当的成绩，我怀疑他有作弊行为。卧槽，比不过就说作弊，你这不是玩赖吗？麦当的成绩确实有些过于惊人，我想还是看看击杀记录比较好。林校长，你觉得呢？查看记录当然是没问题，不过若是查看记录后发现麦当没有作弊，那你们又该如何处理？若是真作弊了，麦当同学自然不能平白蒙受冤屈；若是没作弊，我京大愿意赔偿他1份 S 级修行资源。既然这样，那便检查视频记录吧。我倒是要看看你怎么拿到的这40万分。什么？4阶的元水巨鳄就这么被秒杀了？这是法术类 S 级战技，这是天雷术。他不是用长枪的吗？怎么会掌握法术类的战技？徐校长，还需要继续看吗？就到这里吧，不用再看了。麦当，你的确很优秀 ，S 级修行资源随后就会送到。多谢徐校长夸奖。林校长，恭喜你们了，拿到第1名，完成5连冠。姬兰这家伙还说别人是作弊，这下好了吧，直接打脸。这就是我们大夏的 S 级。导师可以和徐校长商量商量，让我和麦当直接打上一场。麦当的法术类 S 级战绩需要1、2秒的释放时间，单对单的厮杀，绝对是我赢。好，等下我就找校长说说，记住，这是在大夏，绝不能下死手，不然我们没法活着走出去。放心吧。我明明觉醒了最垃圾的1级天赋弱电，却是顶级高校最强新生，只因我获得深蓝系统，只需加点就能无限提升等级。深蓝加点。2大顶级高校的 S 级要开战了，我们快去看看。魔都大学的 S 级麦当才刚刚进入3阶，对上同是3阶，并且擅长近战厮杀的姬兰，怕是有些劣势。你怎么知道麦当没有其他底牌？再说了，姬兰可是请来的印度外援，和我们大夏的 S 级比起来还不够看。麦当，没想到你这么快就答应了姬兰的对战，很有信心。还行，大概9成胜率吧。毕竟姬兰也是 S 级，总不能说10成吧，还是要给点面子的。好一个9成，这话要是让其他大学的校长听见，绝对说你狂妄。好吧，那我觉得有10成的胜率。你这家伙！对了，这次我们赌注是研学大笔分配给我们的资源遗迹通行证。遗迹通行证那是什么？在我们蓝星有许多上古文明遗迹，这通行证便是进入其中一处遗迹的门票。这次京大请来 S 级外援，正是为了这40张通行证。你如果输了，他们就可以用等价资源兑换其中的20张。等会擂台赛我也会到场，我很期待你的表现。放心吧，绝对不会让校长你失望的。以往略显冷清的擂台观众席上，却是坐下了不少人。姬兰也早早的在擂台赛等待着麦当。来得这么早，看来你似乎已经有些迫不及待了。对了，这么精彩的剧情必须得用好的设备观看。最近我发现转转上的2手平板还挺划算的，我这 iPad AI25 只要2800，比新机便宜了1500多。而且我帮你们研究过了，转转官方验的平板都经过多轮质检，跟新机一样支持1年质保，上面苹果13也只要2500，真心推荐买靠谱的2手，就剩转转。废话少说，麦当，就让我试试你那远程法术类的 S 级战技。你要是真敢释放那有延迟的天雷术，这么近的距离，我瞬间就能把你击败。进入3阶后，我还没怎么全力释放过我的异能呢，正好就让你试试吧。不选择逃跑，反而是向我发起反抗吗？就让你看看属于强化系异能者那无可匹敌的力量吧。
怎么可能？雷电系异能者怎么会有这么强的力量？没有哪条法律规定雷电系异能者的力量要比强化系弱。本来想和你玩玩的，现在看来是不行了。迎接你的恐惧吧，兽神降临！你该庆幸我能用全胜的实力来击败你。麦当，在这副姿态之下，你还敢再和我拼一次力量吗？兽尊降临！我在学校的战绩图书馆里看到过这门战绩，属于 S 级战绩。竟然是 S 级战绩，怪不得基兰根主动发起挑战。再和你拼一次力量，满足你。什么情况？怎么转头擂台上就多出了2头怪物 BOSS？ 这不是什么怪物 BOSS， 是麦当和基兰进入第2阶段了。这是 S 级战绩。猜对了，但可惜没有奖励。什么？雷电系异能者和强化系异能者拼力量，竟然还拼赢了！雷雨动不了了，天雷术，只要扛住了这一招，我便还有机会。我认输。用雷域限制走位，再直接使用天雷术，这太可怕了，完全不给基兰任何一点机会。凌校长，我们输得心服口服，资源份额是你们的了。麦当，你的表现果然没让我失望。麦当，恭喜你夺得了第1名，终于告一段落了。早点回去休息吧，明天就是研学大比最后一站魔窟种植园，听说里面还会有 S 级灵草。好的，种植园那边都安排好了，回大主教，都已经安排好了。你们这一群人负责对付3大高校的老师，能杀多少是多少，杀不了也不强求。最重要的是圣子那边那2个 S 级都交给你，没问题吧？没问题。我们要以最残酷、最血腥的姿态向大夏宣布我们的存在。第2天一大早，3大高校的学生就在老师的带领下来到了魔窟种植园。这次前3的新生需要单独分开，怎么魔窟其他的种植园没有这个规矩？这次我们种植园培养出来了 S 级奇花异草，正好让优秀的学生多见识见识，不然未来哪天在荒野区遇到没认出来那就可惜了。也行，麦当、基兰、董胜，你们3个单独出来。在他们3人得知要单独采集 S 级奇花异草时，麦当总感觉这位马主管好像有哪里不太对劲。不过有导师在，应该不会出问题。2位 S 级，你们好啊，我是晋大的董胜。你好。 2位 S 级昨天的那一战真是精彩，只可惜和2位相比，我的实力远远不如，不然还能亲自体验下2位的惊人实力。话说起来，听说某些宗教有提升实力的秘法，可以让2阶异能者提升到4阶。倘若是真的，那我说不定还能和2位交交手。宗教最好不要与之接触。宗教有什么不好？我也正是有梵天主神的支持，才会战无不胜。哦，战无不胜？那你所信仰的梵天主神怎么没能让你战胜我？我倒是觉得基兰说的不错，有些宗教确实对人有莫大的好处。胡老师，我们到地方了。到地方了 ，S 级奇花异草在哪儿？在这里。你7阶大宗师，不愧是魔大的6阶顶头，果然和普通6阶异能者不同，生命力强悍。你不是马主管，你到底是谁？你知道这样做的后果吗？既然你就要死了，告诉你也无妨。我们是天命教，后果越严重，我才越喜欢。天命教，你们是想断绝我大夏这一代的传承？想呼叫你们的那位空间系大宗师，不好意思，已经晚了，此处空间已经被封锁，你们一个也走不掉。凶兽肆虐，神雷降世，麦当轻松战胜印度 S 级，夺得研学大比头筹。可谁能想到，一众新生刚进入研学大比最后一站种植园，便遭到天命教的封锁袭击。深蓝加点。竟然有人敢袭击3校新生，找死！徐校长，江校长，去种植园。一股属于8阶大宗师的强悍气息骤然爆发，好恐怖的气息！这3位都是大宗师吧？气息这么恐怖啊！原本应该直接传送到胡平身边的凌霜3人，却是被隔绝在了种植园之外。我早就说过，就算那位空间系大宗师来了也没用，至于你，就先去死吧。既然直接下死手，我该怎么办？7阶宗师吗？就算我底牌齐出，也根本无法抵抗啊！就在这时，地面微微晃动，周围隐约覆盖种植园的空间竟然有不稳定的趋势，竟然能动摇兽皇空间。圣子，这里就交给你了。大主教全身气血再度暴涨1分，将气血全部涌入兽骨之中，整个种植园的空间便再度稳定起来。董胜的周围则是走出4名身穿黑袍的异能者，气息都在4阶下位。终于到了我天命教登场的这一刻，让你们看看我的真正形态吧。董胜的气息从2阶中位直接攀升到4阶巅峰。这是什么战绩？竟然能提升2个大阶的实力！我能隐约的感受到，这是神血的气息。从2阶中位到4阶巅峰，这便是天命教的强大。
我给你们两个选择，第一个选择加入天命教，随我一起猎杀其他学生；第二个选择死。此时种植园的另一边，不少导师都试图向麦当那边突围，只是天命教的6阶异能者数量比导师还要多，一时之间，导师们也无法摆脱这些异能者的纠缠。凌霜校长，我们怎么不直接传送进种植园？我试过了，种植园内的空间无法突破。他手上握着的应该是拥有空间能力的9阶兽皇兽骨，种植园的空间已经被封锁，即便是8阶大宗师都无法轻易突破。就算是3位大宗师又怎样？我要你们眼睁睁看着我天命教将所有新生屠戮殆尽。今天便是我天命教最伟大的觉醒日。竟然是天命教，60年前就将他们从大夏的领土上抹去，没想到竟然又卷土重来了。我们一起出手，3分钟后应该就能破解掉他的空间封锁。3分钟，里面的新生和老师说不定能保下一些，可那2名 S 级肯定会率先被他们盯上。没有其他办法了，动手吧！我要让天命教付出最为沉重的代价。麦当，希望你能坚持到我们突破封锁。是校长他们。太好了，我们有救了。3名大宗师的出现，无疑给绝望的新生们注入了一针强心剂。各位3校的天骄，你们都看到了吧？这便是天命教给予我的力量。等杀掉你们的 S 级以后，你便是下一个目标。当然，我天命教也给你们一个机会，若是跟着我一起出手击杀周围新生，那么你便是我天命教的一员，未来同样也能和我一样获得相同的力量。一时之间，原本安定的新生人群竟然有些骚动起来。任何一名敢对其他人出手的新生，剔除学籍，并当场格杀。在如此强大气场的压制下，个别异动了的新生顿时熄灭了心思。一群蠢货，竟然连这点勇气都没有！最后给你们3秒钟时间，臣服还是死亡？别杀我，我加入天命教。明智的选择。那你呢？冥顽不灵，看来你是选择死亡了。以你的潜力，若是加入我们天命教，绝对会是如我一般的圣子。可惜了，吉兰，去把麦当杀了吧，这是你的投名状。将他击杀，大家绝不会放过我。若是能保命，这也没什么。可最关键的是，我打不过麦当了。废，我们和你一起出手。1名3阶下位，外加4名4阶下位，似乎还可以不用动用异能点。来吧，就让我看看你们的实力究竟有多强。这种情况还敢嚣张，找死！麦当丝毫都不闪躲，仿佛呆愣一般站立在原地。这就是魔大的 S 级，也不过如此。刀光攻击在麦当身上，根本没有造成任何一点伤害，反而是一股尖锐的刺痛感自战刀柄处传递而来。怎么？我可是4级异能者。闪电疾风破，一个人也敢上来，找死！剩余的3名黑袍顿时为之一惊。什么？你竟然还有一门防御类的 S 级战技？罢了，我和你们一起出手！董胜周身瞬间萦绕出恐怖的赤红色烈焰，而麦当从那烈焰上也感受到了致命的死亡威胁，那是他的 S 级战技，明玉雷铠都无法挡住的恐怖能量波动。看来还是要动用异能点了，只是可惜，我还想试试5万异能点能不能升级异能呢。麦当正准备提升等级时，地面上的黑袍尸体终于失去了最后的力气，不再抽搐。击杀4阶下位神血使者1名，异能点加1000，异能点突破5万，是否提升 S 级紫霄神雷？没想到我梦寐以求的异能升级，竟然是会在这种情况下出现。既然如此，深蓝加点。异能进化开始 ，S 级紫霄神雷进化为 SS 级。闯荡宇宙百地世界，望你战一战狂野，王牌天雷。击杀4阶巅峰神血使者1名，异能点加2000。你都去死吧！别，麦当，刚才我也是被威胁的，我并没有对你出手。什么？圣子死了？麦当，我要你陪葬他。这是空间系异能，动不了了。你怎么可能突破进来？我明明一直在维持空间封锁。借助外物拥有的空间异能还敢分神？你不死谁死？空间切割，空间牢狱。凶兽肆虐，神雷降世，麦当突破5万异能点，紫霄神雷提升至 SS 级，反杀天命教圣子。与此同时，天命教大教主也被副校长凌霜瞬间镇压。深蓝加点。这些都是你击杀的，做得很好。这次多亏有你。另外，你的异能是怎么回事？特殊的 S 级战技？我也不清楚，我只感觉到了生命威胁，想尽力保命。再把你的紫霄神雷给我看看。麦当释放出那璀璨的金色雷霆，竟然是比之前那蓝紫色的雷霆还强悍数倍。原本所散发出的气息是如同远古一般的苍茫以及强悍，而现如今的雷霆却是华贵且神圣浩然。
怎么回事？这还是紫霄神雷吗？麦当，在与天命教的战斗中，宋秋韵本可以激活守护符咒保自己安全，可他没有那样做，因为守护符一旦激活，便无法走出守护范围。他手持方天画戟，美眸中满是坚定，艰难地朝着麦当的方向突围。此刻，他终于看到了麦当，悬着的一颗心也终于放下。没事，都过去了。走吧，我们先回补给基地，我再给你检测一下异能。种植园内，随着3名8阶大宗师加入战场后，这场由天命教引起的骚乱很快平息。除大主教和10多名6阶异能者外，其余教徒被当场诛杀。什么？本次陨落于天命教教徒手中的新生，竟然足足有342人。由于天命教的突发事件，本次研学旅行提前结束。天命教是人类的敌人，更是我3大高校的敌人。从今天起，我3大顶尖高校将对天命教发起诛杀令。等回了学校，倒是可以找找天命教的踪迹，试试猎杀神血使者获取异能点。麦当，施展你的异能吧，检测仪会负责解析出结果。伴随着剧烈的能量波动，狂暴而又璀璨的金色雷霆萦绕在他身边，神圣而又强悍。我竟然从这金色雷霆上感受到了更高的位格气息，难道麦当的 S 级异能变异成了 SS 级异能？不可能，麦当的资料我看过，他原本只是1级异能，能够变异为 S 级异能就已经是十分罕见的情况了，怎么可能再度蜕变？异能检测完毕，该异能为自然类雷电系下的兜天神雷，评级为 SS 级。兜天神雷 SS 级异能。原来我的异能又变异了，不过仪器怎么判断出我的异能的？难道以前蓝星上也出现过觉醒对应异能的异能者？能被仪器检测出的异能，自然是从前就出现过，不过不是出现在我们这个文明时代。上古文明时代发展到巅峰时，每年都会有数量众多的 S 级异能觉醒者出现 ，SS 级异能觉醒者以及 SSS 级异能觉醒者也是隔几年便会出现一次。我们的异能检测仪本就是根据文明遗迹中发掘出来的检查仪演变而来。原来如此。对了，麦当，你异能进化的事情虽然不用特别隐瞒，不过也不要过于张扬。明白。另外，这是一枚由我制作的空间符牌，只要你在距离我400公里内掐碎，我都能有所感应，跨越空间前来。多谢校长。不过你也要记住，除非遇到生命危险，否则轻易不要动用。学生明白。4、5年内将麦当的等级推上8阶大宗师，也并不算是难事。他这样的天才也是现如今大夏国最需要的。希望麦当不要过度依赖空间符牌的保护，只有经历过生死历练，才能锻炼出极为恐怖的实力。对了，京大那边承诺给你的 S 级资源已经给我了，现在我转交给你。7品破镜丹，我建议你在5阶巅峰尝试突破6阶的时候服用，不然太浪费药效。其他异能者十分头疼的境界，而我有深蓝系统在，提升等级对我来说根本不是问题。校长，我可以换一份 S 级修行资源吗？京大那边肯定不会换，不过我特许你回校之后去魔大资源部兑换其他 S 级资源。另外，这次研学旅行你拿到第1名，有资格查阅3大顶尖高校的战绩图书，并学习其中一门战绩。伊娃，京大以及近大的战绩图书馆阅览权现已开放，请问 S 级需要查阅哪些战绩？自然类雷电系异能，所有 A 级以上的战绩。一张密密麻麻记载着各种雷电系战绩的清单被投影在麦当眼前。不愧是3教的战绩图书库，可惜 SS 级和 SSS 级战绩对等级要求极高，现在的我还没办法学习。伊娃，筛选出所有的雷电系 S 级战绩。随后麦当便开始认真挑选战绩。校长，我选好了。哦，选的是哪一门战绩？ S 级的雷神指，这是来自于京大 S 级顶尖战绩。京大那边除了提供战绩秘籍外，不会提供太多关于教学上的帮助。没关系，我有信心熟练掌握它。也是，你本身都已经掌握了好几门 S 级战绩，你也累了，先回去休息吧。等战绩秘籍原本送到学校后，我会通知你。麻烦校长了。当麦当走出补给基地大楼时，宋秋韵已经等候在一旁了。走吧，回宿舍。啊，回宿舍？你别多想，是个回哥的宿舍。小学弟，你没事吧？我不是故意的，是院长让我使出肉体的全部力量。没事没事，要不你试试我的肉体力量？好啊。小学弟，你经典啊！看来副校长说的没错，你异能果真提升到 SS 级了。是的，这次研学大比发生意外，生死之间发生了异变，提升到了 SS 级。SS 级算什么？才花了我5万异能点，后面我还要努力击杀凶兽，积攒异能点，把异能提升到 SSS 级。我明明觉醒了最垃圾的1级天赋弱电，却能成为华夏最强者，只因我获得深蓝系统，只需加点就能无限提升等级。深蓝加点。麦当你进入3阶了，
快，释放你的 SS 级异能，让为师好好看看。不仅仅是颜色变了，连异能的本源气息也截然不同。要不是亲眼见证，我肯定不信有人的异能能从1级到 S 级，再从 S 级到 SS 级。对了，老师，这次研学大比我还从天命教手中吸收了一滴神血。快开启你的雷击态，让我看看你的不灭神根基。不错，很不错。当初仅只是用7阶下位雷霆凶兽给你塑造根基，现如今你的根基已经达到了8阶上位的程度。类型也不仅只是雷霆暴龙那么简单，而是掺杂了兽皇级龙类凶兽的血脉气息。不灭神根基提升了，怪不得我能单独在体魄强度上和强化系的 S 级技兰相当。这大一第一学期都还没完就已经到了这种程度，等毕业那天还不得是7阶祖师 SS 级吗？麦当，跟我来办公室。什么？他竟然亲自来了？麦当，你先去吧。好的，老师。给你介绍下，这位是我们大夏国的国家议会成员刘玉山议员，是大夏国数10名9阶武圣中的其中一位，位高权重。不对劲！麦当瞬间陷入空灵，这威压仿佛能主宰一切神灵，让麦当的意识都开始陷入模糊的沉沦当中。不错，已经很少有3阶异能者能够抵抗住我的一个眼神了。这就是前期弱后期强的精神系异能吗？他们仅只是一个眼神就可以将敌人瞬杀，甚至于悄无声息地读取你的思维，随意篡改你的记忆，乃至于达到夺舍的地步。麦当，你的意志很坚定，这是精魂印，是我自己钻研出来的 SS 级精神类战技。从此以后，任何一名精神系异能者都无法强行读取你的思维记忆，就算是像我一样的9阶，想要破解也需要费很大力气。多谢议员。不用谢我，这是国家议会的集体决定，等以后你强大了，多帮我们大夏就行。你是天命教的总教主？不是，我只是大主教。算了，我亲自读取吧。林校长，天命教和麦当的事情都已经办妥，我现在就要回青京复命。你们3校若是有什么遗漏的情报，可以通过电话通知我。好的，刘议员再见。你刚才的反应倒是平淡，就不怕这印记有其他别的用处？不怕，我又不是什么天命教的人。再说，这不是还有您在吗？您总不会眼睁睁看着我们魔大最优秀的学生跳进火坑吧？好了，回去收拾收拾，准备回校吧。楚轩姐，学姐，好久不见。还好你们都没事，还不是多亏了学姐你的丹药，不然在魔窟的时候还真有些麻烦。那当然，也不看看是谁练的。我已经在清雅居定好座位了，走吧，我们一起过去。麦当这小家伙艳福倒是不浅。回到魔都大学后，麦当准备放松几天，他将带回来的几千株奇花异草全部交给了学姐，还来到了资源部，把京大的 S 级资源兑换成了一张 S 级雷霆秘境通行证。刚好寒假可以去雷霆秘境历练。麦当，京大的人已经到了，你要的那门 S 级顶尖战技雷神指也一同送了过来，你过来拿一下。现在吗？算了，我亲自带你过来。陈老师，这位就是我们魔大的 S 级麦当。陈老师你好。陈老师是等级7阶下位的宗师，同样拥有雷电系异能，而且还熟练掌握雷神指。陈老师，接下来的半个月时间可能会多有打扰了。麦当，你要多向陈老师学习请教。好，我知道了。麦当，你这么晚才到，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刚刚林双副校长找我有点事。这样啊，对了，我加入了陨星社团，你想好加入哪个社团没？我现在已经是陨星社团的副社长了。啊，我还以为你会加入你师兄柳明的灰烬社团呢。我也准备加入灰烬社团，但师兄为了我好，还是建议我加入陨星社团，毕竟上次一战对灰烬社团的创伤实在是太大了。这样啊，这位也是陨星社团副社长杜良。我知道。哈哈，我和麦当早就认识了。学校论坛都说你达到3阶了，我还不信，没想到竟然是真的。照这个进度，你就是下1届的社长了。算了吧，社长太累了，我可没什么兴趣。也是，麦当你不喜欢麻烦。话说起来，时隔60多年再次出世的天命教还真胆大，大夏今天将会针对这件事发布公告。天命教在蓝星肆虐了上百年时间，是彻头彻尾的反人类邪教，因此我大夏政府正式颁布对天命教的诛杀令，只要能提供线索，一经验证，将获得大量奖励，若是有人包庇，死。短短几分钟的视频，却是带着满满的肃杀之意。国家级的诛杀令，这下天命教想不死都难，当下得把雷神指快速掌握了。凶兽肆虐，神雷降世，麦当紫霄神雷加点至 FS 级，
不仅引起大夏9阶强者重视，还获得金大顶尖 S 级战绩神雷指。深蓝加点。麦当，看好了，这就是雷神指。战绩昨晚你应该都看过了吧？这种顶级 S 级战绩里面内容还是挺多的，有什么不懂直接问我就行。麦当便连忙请教起来。雷神指的内容大概就是这样，你的悟性很好，不过想要释放，还需要不断的练习。我明白了，谢谢陈老师。深蓝加点。异能点减2800，雷神指提升至初级。瞬间，麦当如同练习了1000万次一般，已然掌握了这门极难的 S 级顶尖战技。来吧，你试试施展雷神指，我帮你看看问题在哪。问题？哪来的问题？我已经学会了呀。陈老师，要不我回去自己练练，不然太耽误你时间了。没事，不耽误时间。我还是得特别关照一下，谁让你是我老朋友杨震天的弟子呢？还是大夏的 S 级。直接临阵起手，拨通天地雷霆竟然也成功了。就算是金大最优秀的雷电系学生，也是足足花了4个多月才搞定。麦当竟然一次成功了。不过把雷霆汇聚于指尖，瞬间轰击出去才是最难的，这才是雷神指的关键。这是成功了吗？陈老师，雷神指我没法收回了。这雷神指要是继续轰击下去，估计周围几千米的建筑都得夷为平地。交给我就行。这能量波动确实是将雷神指完整释放了出来。别人花1-2年才能学会的 S 级顶尖战技，你才用不到1天就学会了。陈老师已然无语，不知道说什么好。陈老师，雷神指我好像已经学会了，要不这秘籍我就还给你吧。好，那么快干嘛？难道还怕我把你抓走不成？话说起来，他都学会了，那我的任务是不是结束了？看着这堆秘籍，陈老师一时之间有些愣神。这雷神只怕是连弱些的5阶异能者都能秒杀。不过 S 级异能咋都这么耗蓝？以后得多准备些恢复异能的弹药了。也不知道楚轩学姐进入3阶没，这样就可以让她专门给我炼制3阶弹药了。天命教诛杀任务已发布。麦当瞬间散发出强悍的雷霆气息，此时他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击杀天命教来获取异能点了。天命教诛杀任务一经发布，便席卷整个校园。学校研学大比吃了天命教的亏，看来这次要狠狠的报复回去了。奖励竟然比普通任务高出1倍。谁也别和我抢，这个 C 级任务是我们小队的。麦当，你要去做天命教的任务吗？我已经选好了，明天就出发。这么快？我也想去，但是我还没找到合适的队友。虽然我认识的大一学生也不少，但是他们都还没有突破2阶，实力相差太大，不适合一起行动。我倒是可以给你推荐一个不错的人选。谁？楚轩姐。行，我等会就去问问。对了，你这次任务是什么级别？ S 级任务，涉及到天命教分部，就在精灵市。队长，魔大的人还没到吗？别急，约好的是8点半，时间还没到。哼，明明是魔大介入进来，结果还要我们等他。女生明显有些不耐烦。没办法，谁让我们金陵市治安局抽调不出其他人手？话说起来，队长，你知道这次魔大来的是什么人吗？对方叫麦当，19岁，是魔大今年刚入学的新生。大一新生，魔大有没有搞错啊？让这种小卡拉米来配合我们行动，这不是找死吗？局长他们是不是搞错了？这可不是普通任务，怎么会让新生参与进来？你们能不能先听我说完？麦当可不是普通的大一新生，他拥有 S 级异能，如果传言没错的话，他的等级已经达到了3阶下位，战斗实力应该在3阶巅峰。卧槽，魔大 S 级3阶下位，才大一就这么猛。所以啊，等会和他碰面，都给我认真点。明白。晚上8点左右，麦当来到金陵市治安局，队长蔡巨等人已早早的等待着麦当的到来。你好，请问你就是麦当吧？我是金陵市治安局负责和你接待的蔡巨。不好意思啊，久等了。这次寻找天命教分部并歼灭的任务，还需要你多多和我们小队合作。我先蔡队长，直接给我介绍下你们发现的天命教线索吧。好，麦当同学倒是雷厉风行，跟我来包间吧，我给你详细介绍下。我们目前发现的关于天命教的线索有2条，准确来说是2个人。第一个是猛虎会会长赵无浩，3阶巅峰异能者，拥有强化系 C 级异能。他们武馆还有好几个3阶上位的教练，不排除也是天命教的人。第二个是蓝海科技的集团老总冷昌，他本人实力倒不怎么强，仅只是2阶巅峰，不过他有1位4阶中位的贴身保镖，我们不好处理。另外他们蓝海集团守卫森严，外人基本进不去，强行突破也很容易打草惊蛇。
只要能抓住他们，就能审问出天命教的具体位置。不过，我们小队现在除了我有3阶巅峰实力，其他队员都在3阶中位上位左右，所以我们准备先对猛虎会的赵无浩下手。不分头行动。蔡剧闻言却是有些尴尬。原本以为治安局总部会派4阶强者，可没想到把任务交给了魔大。交给魔大也就算了，要是随意来个4阶精英都能随意碾压冷昌，来的却是魔大的 S 级麦当，让他一个3阶下位去对付4阶中位的保镖，未免有些强人所难了。原来我是被小看了呀！冷昌那边交给我，你们去找猛虎会就行。冷昌交给他，这位魔大的 S 级未免也太自信了吧？要不你去劝劝他。冷昌那个4阶中位的贴身保镖，你一个人不好对付，我们还是先去抓赵无浩，然后再一起去找冷昌更加保险。放心吧，我没问题，明天一早就行动。队长，我们真的让麦当一个人单独行动，先不说他有没有这个实力，要是魔大 S 级在我们这出了事，我们治安局可承受不起。我知道你的担心，但人家自己都这么有信心，我们还能拦着吗？再说了，身为魔大的 S 级，他肯定有自己的底牌。凶兽四面，神雷降世。麦当初次执行诛杀天命教任务就被治安局小看，便决定孤身一人去逮捕那拥有4阶中位保镖的冷昌。深蓝加点。冷昌这家伙竟然将一个科技公司搞得比军事基地还要更加森严，没有一点漏洞，害得我从7点等到11点。本来我不想当莽夫的，可谁让你这么逼我？喂，等会我会强行闯入蓝海科技园，你们收到我的指令便全力寻找冷昌。明白。埋伏了这么长时间，等会都给我使出全力，不能只靠他一个新生。说道。我大伯马上就到了，等会我们就可以进去了。麦当，你怎么在这？高中时期的班长林清渊，好巧，班长你也在这儿。哼，还老同学呢，来金陵市也不和我说一声。小渊，这是谁呀？给你们隆重的介绍下，我们江南省今年的5科状元，目前就读于魔都艺能大学。我的高中同学麦当，厉害吧？卧槽，江南省状元，来自于顶尖高校的天骄，厉害厉害！没想到小渊你还有这么牛的高中同学啊！你们好，大家坐下来一起喝点饮料吧。好。话说起来，半年没见，你应该已经是异能者了吧？是啊。不愧是顶尖高校，才半年就这么大变化。小渊，听你的口气，麦当进学校之前都还不是异能者。那是当然，麦当不仅是我们江城史上第1个省状元，而且还是以觉醒者取得的这个成绩。只是觉醒者都能拿到省状元，我想起来了呢，那段时间我还看过你的新闻，我还以为是假的呢。对了，当哥，你能给我讲讲顶尖高校是什么样子的吗？好啊。麦当给他们聊了许多关于魔都大学里的各种修行日常，几人也都投来了羡慕的眼光。你们是来参加科技展会的？你们能进蓝海科技园？是的，我大伯是做科技设备的企业家，他是被邀请成员之一，我们也是跟着他进去的。那我可以和你们一起进去吗？当然可以，我大伯马上就到，到时候跟着我们进去就行。身份确认，远洋科技林海马以及陪同人员3位。身份没问题。班长，等会帮我感谢一下你大伯，谢谢他能带我进来。等等，你们怎么比上报的陪同人员多了一个人？看来还是要硬闯吗？浩然的金色雷霆隐约在麦当掌心闪烁，离麦当最近的林清渊感觉被凶兽盯上一般，动都不敢动。怎么不欢迎我们这些企业家？临时加个人都不行？我劝你们给你们冷宗打个电话问问，看看到底能不能加。怎么回事？队长是这样的，林老板是我们冷总的老朋友了，临时加个人不算什么，大家里面请。多谢李队长。展会上各个企业的老板互相聊着天，麦当却在一旁等待着冷昌的出现。班长，听你大伯说，等会蓝海科技的冷老板也要来这边。当然，展会可是他举办的，他不来怎么行？会到场就好，这样也省得我再费劲去找了。冷教主，吉宁市被治安局盯上了，教主教和他的猛虎会已经撤离了，我们还不准备撤吗？别急，在撤离之前，我想先和展会上的老朋友们道个别。麦当同学，你找到冷昌了吗？还没有，怎么了？猛虎会的人逃了，现在我们只有冷昌一条线索，别让他给跑了。冷昌也要逃？各位老朋友们，久等了。怎么了？没事，我找到冷昌了。你千万得留住他，我们马上到。那就是蓝海科技集团的老总冷昌，气场倒是挺强。他还是2阶巅峰异能者，我们金宁市最强的集团大佬，应该就是他了吧？林清渊目光隐隐看着麦当。等麦当从魔大毕业后，大概也会拥有这么强大的气场吧？班长，你们先到旁边躲一下，我需要处理点事情。躲什么？
天命教的冷畅，束手就擒吧。经金宁市治安局调查，蓝海科技冷昌与天命教有关，闲杂人等立马离开。天命教冷昌竟然是邪教的人，治安局的人都来了，还能留下？不好意思，我们都是正规企业，不知道什么天命教。4阶中尉的吴航突然发现麦当的等级气息，不过你们治安局是没人了吗？仅仅只是个3阶下位的小家伙，就敢来调查我老板？顶尖高校这么变态吗？入学还不到1个学期，就能将觉醒者培养成3阶异能者？别废话，顺便把你也一起解决了吧。伊娃，开启任务记录。解决我？谁给你的勇气这么和我说话的？去死吧，血狐斩！完了，吴大师出手了。这个小伙子输了，我们快走。我奉劝你们一句，最好不要有逃跑的想法，大家都是老朋友，我也不想动手。完了，忘了冷昌也是异能者，这下走不了了。你是在给我挠痒吗？这是天命教神血使者的神话，不对，这不是神话，相似神态的神话，你会吗？不会。那你就去死吧，雷马。吴大师就这么被秒杀了。小云，麦当真是你高中同学。林清渊的脸上也是布满了震撼。是啊，果然是英雄出少年，不管怎么说，吴航被击杀，我们也安全了。冷昌，给我跪下！凶兽肆虐，神雷降世，麦当遭治安局看清，却独自一人顺斩天命教4阶中尉保镖，令全场众人震惊。深蓝，加点，给我跪下！在天命教人员没被调查清楚之前，所有人都不能离开。马叔，班长，还要麻烦你们稍微等会。众人连忙从惊呆的状态缓过神来。没关系，没关系，应该的。麦当，你能恢复原本的形态吗？我有些害怕。倒是忘了这点，我这边已经搞定了，你们封锁好出口，加快速度，前面就是蓝海科技了。蔡长官，现场情况怎么样？冷昌抓到了吗？回长官，冷昌已经被抓到了。已经被抓到了，那你们身上怎么没一点战斗痕迹？我也不清楚，我们就在这等待着麦当长官的指令。可刚刚电话通知我们说是已经全部搞定了。麦当竟然全部搞定了，做了这么多年的任务，还是头一次这么轻松。蔡队长来到宴会大厅，就看见散落在地上的无行碎片，如此干脆利落的伤口，足以说明麦当是以完全碾压的方式完成击杀。看来是我小看了魔大的 S 级。麦当同学辛苦了，这次多亏有你，不然我们小队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等任务结束，一定要请你喝一杯。蔡局脸上洋溢着热情的笑容。喝酒的事后面再说。蔡队长，尽快把天命教分部的具体地址审问出来。放心，包在我们身上。通过我的精神系异能，天命教分部的地址已经审问出来了，在金宁市郊区那边，那足足有200多名天命教教徒。都是1阶、2阶和少数的3阶，另外他们还有3名4阶下尉，1名4阶中尉，都是天命教所谓的神血使者。神血使者，忙活了这么久，总算是找到我想要的了。一旁的蔡队长却是眉头紧皱。麦当同学，天命教异能者数量太多，不是我们能对付的，我们要不要向总局求援？不用了，我能搞定。人海战术，在我的雷电面前只不过是炮灰罢了。行，那我们准备准备，尽快出发，争取将他们一网打尽。仅仅只是10分钟，蔡队长便组织起一支40人的队伍。除了蔡队长他们几人是3阶，其余人都是清一色的2阶异能者。班长，你们就先去治安局酒店休息吧。好，祝你们任务一切顺利。另外，离开金宁市的时候记得通知我，我去送你。一定。很快，麦当和蔡队他们就乘坐治安局的专车来到了金宁市郊区。这里怎么空荡荡的？天命教分部一直都在使用视觉干扰科技，肉眼看不出什么异常。对于我们精神系来说，倒是能直接看破。你们都放松精神，我把视野共享出来。在视野的共享之下，一道巨大的合金大门显现在大家眼前。精神系异能者的异能还真是好用，也不知道我的雷电系异能能不能做到同样的感知效果。天命教这是直接把山峰掏空，在里面打造了个基地啊！蔡队长面色十分难看，这种合金数量极少，大夏一直在严密管控，他们竟然拥有这么一大块。小童，用你的火系异能，有办法轰开这扇合金大门吗？很难。让我来试试。那就麻烦麦当同学了。不麻烦，反正我们的目标都是一致的。
什么动静？快去大门口看看。雷神指。蔡队长，合金大门已经攻破了，我就先进去了。我们基地没了，快点通知主教。太弱了。留10个人镇守在外面，防止天命教的人逃跑。其他人跟我一起冲！离席，离席！所有人不要慌，天神会赐予我们力量的。是王教士，大家都不要慌。诸位，本该和赵主教一起回归的冷教主至今还未归来，很可能已经牺牲了。都是外面那些治安局的走狗干的。那群走狗最高不过3阶罢了。我们有强大的3阶巅峰教主和4阶神血使者，大家拿起武器，让那群治安局走狗见识下我们天命教的厉害。来一个杀一个，来2个杀1双，既受天命，天神永存。抱歉，打扰到你们了。有谁知道你们的神血使者在哪吗？治安局的走狗只是个3阶下位，狂什么？大家一起杀！我自量力。我投降，别杀我。很好，那你告诉我，你们的神血使者在哪？就在山峰里最深处的血池那里。为什么投降还杀他？我什么时候说过投降就不杀了？别杀我，我有罪，但还罪不至死。我也是无辜的，我是被天命教蛊惑了。伊娃，扫描他们的身份信息。周平，通缉在逃人员，曾在安华市将一对无辜母女残忍杀害。刘洋，在逃人员，曾大肆拐卖幼小儿童。够了，这就是你们所谓的无辜，死吧！该死的天命教，没有一个是无辜的。这就是所谓的 S 级异能，竟能将人活生生的泯灭成人渣。麦当，你那边找到主教和神血使者了吗？还没有，我在山峰深处一个叫血池的地方。什么？竟然是血池？我听冷昌说过，那就是催生神血使者的地方。此时，血池周边触目皆是各类生物科技设备，其中浸泡着一具具令人毛骨悚然的怪物，那是人类与凶兽被强行糅合拼接在一起的尸体。如此丧心病狂，我定要将天命教灰飞烟灭。本来没打算和你们治安局计较，可你们竟然找来了这里。既然这样，就把命都留下吧。凶兽肆虐，神威降世，麦当轻松击穿天命教基地防御，可刚深入天命教血池，便瞬间被天命教层层围死。深蓝加点，就你们几个3阶上位，再加上你一个3阶巅峰，你们的神血使者呢？对付你们还需要我们神血使者，我一个就够了。这么自信，我还以为有多强呢。就这，他怎么会有这么快的出签速度？他修炼的不是法术类吗？赵主教死了。治安局的蔡局竟然现在才来，你到底是谁？如果你肯放过我们，我愿意直接给你申请一个主教的位置。不好意思啊，我对你们天命教没有任何兴趣。另外，你们的圣子前段时间才死在我手里，你们这么快就忘记了？你是魔大的 S 级麦当。麦当同学，记得留活口。神使大人，请救我们！你们的神使大人已经抛弃你们了，接下来就是进入血池了。欢迎赵主教前往血池。浓郁的血腥气扑面而来，让见惯了死人的治安小队都忍不住想：快点进去，别让神血使者跑了。别急，里面情况有点诡异，我先出手试探一下。好，我确实有些鲁莽了。麦当同学竟然这么谨慎。雷芒。没有一点动静，神血使者真的跑了。麦当眉头一皱，瞬间释放5根雷毛。这战技还能这么释放的？元素类战技释放需要极强的精神力和异能相配合，而且还需要一定的释放时间。他竟然瞬间射出5、6发雷毛。麦当同学不仅在元素类战技拥有强大的实力，更可怕的是他那枪法竟连我都看不透。在雷毛的持续轰击下，地面疯狂颤抖，血池内狂暴的雷霆肆虐，几乎将整个红色血池变为金色雷池。3个4阶下位，一个4阶中位，终于可以收割异能点了。蔡队长，你们就在这边等着我。明白。队长，我们不去帮忙吗？
对方全是4阶，我们整个小队最强的也只是3阶巅峰，实力差距恐怖。就算我们全部加在一起，都不会是一个4阶下位的对手，去也只能是拖后腿。卑微的人类竟然敢如此戏弄我们！我倒要看看你们这些人都算不上的东西到底有什么实力。魔大的 S 级，就算你一个3阶下位有匹敌4阶的实力，不过你该不会忘了我们有4个人吧？麦当，你太过狂妄！不过你这个 S 级的命我要定了。刀刃砍在麦当身上，并没有任何肉体上的撕裂感。怎么回事？我的手怎么被震得这么疼？这么弱的攻击，你是在给我按摩？闪电疾风破。老大，击杀4阶中位神血使者，异能点加1500。一头4阶中位凶兽也才300多异能点，没想到4阶中位的神血使者竟然高达1500异能点。老大死了！一群低劣的人类，谁也别想离开这里！老大死了！一群低劣的人类，谁也别想离开这里！你是在说我吗？击杀3位4阶下位神血使者，异能点加3000。他太恐怖了！4阶神血使者最低也有2吨的力量，他竟然硬生生的用肉体力量碾压。伊娃，战斗过程都记录下来了吧？已全部记录。麦当兄弟，你真的太猛了，这次真的是全靠你了。还好还好。魔都异能大学的人都像你这么厉害吗？差不多吧，我只是稍微特殊那么一点。麦当兄弟倒是挺谦虚，收尾工作就交给我们吧，等会必须办个庆功宴，好好庆祝下。麦当同学，你可不能不来哦。庆功宴上，蔡队长等人对麦当表达了诚挚的感谢。而此时，麦当满心好奇，他想看看从4名神血使者手中夺来的空间戒指里究竟装着什么东西。宴会结束后，麦当回到酒店就打开了那体枚空间戒指，2立方米的空间出现在他感应当中，里面除了有常见丹药、奇花异草与现金，最引人注目的是一罐猩红似血的液体，以及一本写着神血秘术的古朴秘籍。神血秘术，这难道就是神血使者实力暴涨的秘密？麦当仔细阅读了一遍。制造一名神血使者需要1份神血，加大量人类异能者血液汇成血池，再用秘术融合。怪不得击杀神血使者能得异能点，他们已经不算是人类了。这秘术简直就是鸡肋。去角落待着吧。S 级任务终于完成了，好好睡一觉，明天就回魔大。本来还想等你做完任务后带你去金宁市好好转一圈呢，没想到你这么快就要走。不过下次来金宁市可不能不通知我哦。一定。对了，这不是快放寒假了吗？我准备在江城组织一次咱们班的聚会，到时候你能参加吗？要是在刚放寒假那段时间聚会，我应该能参加。那我们寒假见。5科高考成绩公布那会儿，大家都说麦当大学毕业后必将成为一方强者，可我怎么感觉不必等到毕业，他似乎就已经是强者了。不行，我也得加油了，起码在大1结束前成为异能者才行。这个地级任务太难了，差点把我小命弄丢了，没办法，只能回来把任务退了。哈哈，那是你太菜了，我接到的低级任务已经完成了，足足74点血分。卧槽，这么多！是麦当，他怎么这么快就回来提交任务了？这才2天的时间，他是不是接的 C 级任务？你是不是傻 ？C 级任务才120血分，麦当之前研学第1奖励都1万血分了，他会在乎这点血分？同学你好，请出示你的学生证。好。咦 ，S 级任务，自天命教任务开启以来，你还是第一个提交 S 级任务的。等会合验成功，你应该就能荣登荣耀榜第1了。S 级任务已完成，1万学分已发放至学生账户。恭喜麦当完成首个天命教 S 级任务，登顶荣耀排名榜第1。麦当的名字绽放着金光，凌驾在榜单第1的位置上。完成个 S 级任务，咋还有这么大动静？麦当人都麻了。这是天命教任务期间开启的专属 S 级特效哦。卧槽，仅2日便完成了 S 级任务。本来以为我是第一个完成 S 级任务的，没想到有人比我更快。我明明觉醒了最垃圾的1级天赋弱电，却是顶级高校最强新生，只因我获得深蓝系统，只需加点就能无限提升等级。深蓝加点。本来以为我是第一个完成 S 级任务的，没想到有人比我更快。麦当，我早就听说过你的名字了，没想到你竟这么厉害，果然名不虚传。是实力在第1梯队的冰山药房，太离谱了！麦当完成 S 级任务竟然要比冰山还要快。药房进入4阶已经有小半年了，听说他之前出过一次手，直接将一座山峰冻结，从而便有了冰山这个称号。我这人一向喜欢结交强者，我叫姚芳，很高兴认识你。冰山竟然主动结交了，麦当的实力果然达到了第1梯队，一个大1，一个大4，太离谱了。你好，我叫麦当。
之前我还和血手那几个家伙打赌谁能第一个完成 S 级任务，结果我们都输了。冰山似乎有些遗憾，又似乎在为结交到麦当而高兴。麦当兄弟，我先去提交任务了，下次有机会我带你认识学院里的高手。恭喜姚芳完成天命教 S 级任务，荣登荣耀排行榜第2名。麦当，来我办公室一趟。林校长，下次能不能别这么粗鲁？什么？八阶大宗师令副校长竟然亲自来找麦当去办公室？不愧是我们学校的 S 级，今日能认识到他，足够了。这次 S 级任务完成的不错，你的战斗视频我都看过了。不过我看你的击杀方式好像有些特殊。我比较喜欢一击必杀，这样才能保证敌人完全死透。不错，我准备把你的战斗视频放在学校官网进行宣传，来调动大家完成天命教任务的积极性。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当然没问题。对了，校长，这次我在天命教发现了一本神血秘术，我看看。可惜了，你这本也一样，缺少修行的关键。这有什么可惜的？用这秘术成为神血使者副作用极大，根本没法用来修行。麦当有些不解。我们有那么多大宗师，如果能将其改良，说不定就能诞生出一门 SS 级乃至 SSS 级战技。原来如此，你拿回去吧。后面执行天命教任务，如果找到类似物品，可以直接来找我，我可以用学分来和你换取。另外，对于你们这些完成天命教 S 级任务的学生，我已经对你的家人进行了保护。谢谢林校长，没啥事我就先走了。好吧，还真是个大忙人。六明，你使出全力吧，没必要留手。小师弟，没想到你2天就完成了天命教 S 级任务，让我看看你的实力究竟有多强。能不能温柔点？怎么我刚一回来就让我打架？好快，那师兄可要小心啊！师弟你也要小心了。这便是 SS 级异能多天神雷，果然恐怖。不行，我输了，我打不过你。柳师兄，承让了。我可没让你什么，刚才那可是我的全部实力了。虽然我知道总有一天会被小师弟超远，不过这才半年的时间，也太快了吧。对了，小师弟，你要不要找林校长，让他帮你报名全国高校联赛？虽然是高年级的比赛，不过学校应该会给你一个名额。不用报名了，你小师弟已经被预定了。我去，竟然已经被提前预定好名额了。小师弟，你可是史上第一个大一就参加高校联赛的。不行，我这次一定得过去看看。去年我们就没拿到第一，这次有小师弟第一稳了。我会尽全力的。老师，这次击杀神血使者，我感觉我的雷霆不灭身副作用好像又增强了。没事，你本身就是用雷霆暴龙精血塑造的根基，再加上前段时间吸收了9阶龙类精血，有副作用很正常。不过你倒也不需要压制狂暴，直接去找天命教释放就行，随性一点。等你等级高了，副作用自然消失了。我明白了。听兵器学院老师说，你好像请了7天假。本来以为 S 级任务要花点时间，谁知道2天就完成了。原来如此，既然这样，那以后你也都不用请假了，直接去办你的事情就行，省得麻烦。好嘞，谢谢老师，那我以后做任务就自由多了。有了老师给的特权，麦当在接下来的大半个月，不停地接取天命教任务来击杀神血使者，获取异能点。不过都是一些 A 级任务。另一边的江楚轩和宋秋韵也没有停下脚步，也完成了不少 B 级任务，偶尔也会让麦当带着他们一起完成一些 A 级任务。最近拳法用的多了，还挺顺手，先把它提升到高级吧。攒了快3万异能点了，枪法怎么还是不能提升到宗师级？算了，先提升等级吧。深蓝加点，异能点减17000，等级提升至3阶中位。凶兽肆虐，人雷将士麦当完成 S 级任务，不仅霸榜年级第一，还力压高年级一众顶尖高手。深蓝加点。恭喜麦当获得本月天命教任务排行榜第一，完成3个 S 级任务、8个 A 级任务，累计击杀978名天命教教徒。整个任务大厅瞬间响起了学生们此起彼伏的惊叹声。短短1个月竟然击杀近1000名天命教教徒，怪不得学校论坛最近都称他为雷帝。上次见他还是3阶上位，这才1个月不到，都晋级3阶中位了，离谱。要是我更努力点，这次第一说不定就是我的了。第1名的奖励不错呀 ，S 级修行资源，还有3000学分。也不知道这份 S 级修行资源里面是什么东西。先不管了，拳法都晋级到了高级，还没一个像样的拳法战绩呢。说完，麦当便来到战技图书馆仔细挑选。A 级战技雷龙拳，将雷电系异能以特殊构造凝聚在拳头上，以闪电般的速度打出。就你了，深蓝，出来加点了。异能点减300，雷龙拳提升至初级。先看看 S 级修行资源里究竟是什么吧。
竟然是10枚6品归元丹。麦当顿时吞下一颗，运转异能，周围天地间元能尽数吸入体内，比平时快了10倍左右，体魄和精神都提升了10点，不愧是 S 级资源，果然强悍。不过丹药一天只能服用1颗，服用多了可能会有副作用，还是我的深蓝系统好。要是有异能点，9阶我都破给你看。麦当，来我办公室一趟。是林校长，没想到林双副校长竟然能做到隔空传音的程度。林校长的指令，麦当可不等待慢，连忙跑奔向办公室。校长，我来了。林校长的气息好像比上次见面强上不止数倍，难道他晋级了？林双也发现了麦当的神情变化。你感知倒是挺敏锐，不仅像是一名3阶异能者。果然是这样。麦当直瞪瞪地看着林双校长，这样一看林校长还挺年轻，是不是用了什么药物来控制容貌？另外2名副校长看起来就老多了，至少都是50岁往上。随意猜测女人年龄可不是件礼貌的事情。校长，你怎么知道我在想什么？难道你会读心术？我虽然不能像精神系那样直接读取记忆，但是我精神力强大，再根据表情推测你的想法，还是很容易做到。所以啊，以后别在高阶异能者面前有太多表情。放心吧，校长，我还是很相信林校长您的。林双顿了顿，又轻声补充了一句：你也不用胡乱猜测了，我今年34岁，不是你想象中的老太婆。怎么回事？我和一个学生解释那么多干嘛？才34岁。说正事。再过2天学校就要放寒假了，你有什么安排？我准备回家一趟，然后再去雷霆秘境历练1个月。一晚，魔大距离雷霆秘境有多远？回复校长，共563公里。500多公里吗？那还好，这段时间天命教反扑很严重，本来还想让你在我身边历练，不过我现在8阶中位，600多公里还是可以传送的。你要是遇到生命危险，直接捏碎我给你的符牌，我立马传送过去。林校长还真厉害，虽然他不似杨震天老师般每日给予指导，可却仿如坚实的后盾一般，为我的性命托底。劳烦校长关心。麦当刚走出校长办公室，就看见远处走过来的宋秋韵和江楚轩。麦当不在训练室，那他肯定在林校长办公室。对，我最近也经常看他频繁地出入林校长办公室。秋韵学姐，你们怎么来了？明天就要期末考核了，总得找个人陪我们俩练练才行。你就是最合适人选。好啊，去训练室吧。麦当，你不准备使用武器吗？不用，反正你们也打不到我。学弟，你知不知道你这样很欠揍？楚轩姐，看来不给他点教训是不行了。开始吧。在一级异能晨曦之光的包裹下，宋秋韵仅仅只是一个踏步，便肃然出现在麦当面前。我的晨曦之光攻击在他身上，伤害怎么感觉全部都反到我的身体上了？这样起不到什么训练效果，我把实力压制到2阶下位，再和你们打。听到麦当的话，来自8阶大宗师家族的宋秋韵身上最后那一丝骄傲已完全被击碎。好，你最好不要输在我们手里。晨曦之光，寒冰雪破。麦当的速度与碾压的姿态不断的升级，战斗持续进行着。宋秋韵他们也从实战中有了很多的收获。1个多小时高强度的战斗，宋秋韵和江楚轩体内最后一丝力气已然被榨干，而麦当呼吸平稳，只是微微出了点汗水。这家伙就不会累吗？嘿嘿，我要出手了，看你俩能不能接住。雷龙拳。哼，不练了。学弟啊，这次你可把秋韵妹妹惹生气了。来自8阶大宗师家族的宋秋韵一时间难以承受这巨大的落差。明明我也是天才，可能我一开始就不该和他做对比，和我做对比的应该是其他 A 级异能新生才对。明天期末考核，我一定要把新生第3的李承志狠狠地揍一顿。新生期末实战考核开始，你们可以随意挑选1名对手，输赢并不重要，只需要使出全力。伊娃会检测你们的真实实力。在场的每个新生都不想输，最弱的那几个自然被抢先挑走。而作为新生第1人，等级达到3阶中位的麦当，在新生眼中自然是魔王般的存在。太强了，这完全没法比啊！算了，我还是找个弱一点的吧。曾经对麦当不服气的李承志、雷宙等人，只能呆呆地站在那里，感受着麦当散发的恐怖气息。李承志，完了，这位大小姐不会是冲着我来的吧？实战考核，我选你当做对手。我的姑奶奶啊，我最近好像没招惹你吧？新生大比上的挑衅你忘了吗？那都是半年前的事了吧？少废话，上来挨打吧。李承志瞪大双眼，知道自己给不过去了。期末考核正式结束，明天寒假正式开始，开学时间为2月28号，请诸位合理安排时间。此刻，紧张了一天的新生们也终于如释重负，而麦当却是无聊地走出操场。没意思，都没人来挑战我。麦当兄弟，有个不好的消息需要跟你说一下。上次你抓到的冷昌，就在1个多小时前被天命教的人给救出去了。你最近可要注意安全。你们治安局还没把冷昌处理掉吗？冷昌是科技集团老总，集团利益牵扯太多，我们本想交接好再处理掉，没想到天命教反扑的这么厉害，直接强行把人从监狱抢走了。大概情况我都知道了，我这边多注意就行。麦当，怎么了？没事，之前我抓到的一个天命教教主逃了出来。
抓住了都能逃出来。那边的治安局是怎么做事的？还好，那家伙实力很低，也才22阶巅峰。不过你和江学姐也要多注意，我担心天命教会对你们下手。两大校花心头一暖，知道了。麦当，我刚收到消息，天命教最近反扑越来越厉害了。这是6品守护符，你拿着。多谢老师。杨震天看了看麦当身后的2个女生，寒假也要适当的休息放松一下，别太累了。为师就先走了。麦当、孔明、姚芳，这些卑微的人类手上沾满了我们同伴的鲜血，尤其是那个麦当，必须死。身为顶尖艺能高校期末考核第1名的我，刚回老家参加高中同学聚会，还没到现场，众人就对我议论纷纷。小姨，我到江城了，等我参加完同学聚会，我就回家。好，我先把饭提前做好，都是你爱吃的。距离班级聚餐时间还有2个半小时，可江城第2高中5班的同学们已经到的差不多了。班长，麦当还没到吗？还没呢，应该快了。这家伙考上魔都艺能大学也不办个升学宴，等会得好好灌灌他。你一个普通人喝得过麦当这个异能者吗？异能者，麦当高考的时候还是觉醒者，晋级速度有这么快吗？你以为呢？估计都得有1阶中位了吧？不信你问班长，班长前段时间见过麦当。听着同学们议论纷纷，班长不由暗自摇头。要是他们知道麦当已经3阶下位了，这些人恐怕会惊掉下巴吧。是的，麦当同学现在已经彻底的不一样了。得知麦当现在已经达到1阶中位，那些精心打扮的高中女同学都满心欢喜，有的女生甚至都已经琢磨起和麦当未来孩子的名字了。我算是看出来了，我们班的女生打扮这么精致，都是冲着麦当来的。废话，麦当拥有 S 级异能，而且还是魔大天骄，不冲着他来，难道冲着你来？你信不信？只要麦当稍微表露出一丁点的意思，今晚就能随便带走1个。这么夸张？此时，一道高大身影缓缓地走入包厢。尽管麦当已经尽力收敛自己的气息了，可他那 SS 级都天神雷带来的压迫感，让整个现场为之一静。麦当，你来了，你的位置在这。1阶异能者能有这么强的压迫感，我怎么感觉不太对劲？半年多没见，大家经过几分钟的适应后，也没了对麦当的那种约束感，三三两两和麦当打起了招呼。主教，那个小姑娘没在房间，应该是去参加同学聚会了。我这边正在建设魔都天命教分部，暂时还过不去。你必须给我找到他那个高中班长，我很期待，当麦当发现曾经对他不错的班长惨死在自己手里的时候，会是怎样一副痛苦表情。给你女儿打电话，让她去她饭店旁边的公园。妇女表现出极大的反抗情绪。不，我不会打电话的。喂，小渊，你到饭店旁边的公园来一趟。妇女目光呆滞，说完便挂断了电话。你俩去一趟吧，记住把过程好好记录下来。哼，我要寄给麦当看。包厢内，大家都开心地聊着高中时期那些有趣的事，而挂断电话的林清渊俏脸上却浮现出一抹疑惑。奇怪，怎么感觉我妈有点怪怪的？小渊，怎么了？你不会因为麦当的到来心里小鹿乱撞了吧？林清渊看向麦当，看他聊得正开心，于是便没去打扰，便对几名女生说道：“你们先聊，我出去一趟，等会就回来。”说完，便迈着笔直的双腿朝外面走去。我妈怎么会选在这个地方找我？这个公园好像已经废弃了吧，一个人影都没有。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林清渊敏锐的直觉察觉到有些不对，不对，我得先离开这里。来都来了，别着急走啊！高阶异能者，2位大哥，我应该没招惹你们吧？我只是碰巧路过这里。你确实没惹到我们，可你亲爱的麦当同学摧毁了我们的分部，而我们暂时还对付不了他，没办法，就只能来找你了。谁让你是他在乎的人，所以你必须死。谁让你是麦当在乎的人，所以你必须死。林清渊不由脸色骤变。你们是天命教的人 ？Bingo， 恭喜你答对了，可惜没有奖励。说完，他便拿出一个摄像机，对准林清渊。抓紧时间杀了他，就赶紧回去，迟则生变。完蛋，早知道带上麦当一起过来了。不对，班长已经离开几十分钟了，是不是出了什么意外？对于麦当这样的3阶异能者来说，包厢内的一切动静他都能感应。林清渊走出包厢，他自然也知道。麦当人呢？刚才他发动雷电异能，直接冲了出去，可能外面出了什么事情，我们快去看看。麦当来到饭店门口，释放都天神雷，开始搜寻班长的位置。开始拍摄没？开始了，动手吧。这么漂亮的美女，本来还想和你多玩一会的，可既然老大都发话了，那你就去死吧。找到你了，雷闪。我就知道你们这些天命教贼心不死。麦当周身萦绕着金色雷霆，仿若雷神一般。你是麦当？你拍你妹呢！手持摄像机的异能者面色骤变，转身就要逃走。小刀，你跑得掉吗？雷芒！
我的腿。说，是谁派你们来的？麦当，你杀了我们这么多人，还指望我告诉你情报？做梦去吧！你不说我也知道，是冷昌那家伙吧？等会你就不会嘴硬了。麦当张开右手，细小的金色雷霆注入他体内。好疼！这仿佛万蚁噬咬一般的疼痛，让他快要窒息。我虽然不会审问，但想要折磨你，简直就像折磨蚂蚁一样简单。你体内的雷霆我可以自由掌握，你要是想体验比刚才痛数十倍的感觉，你可以继续嘴硬。我说，主教就在你班长家里，他身边还有一名3阶巅峰。那他父母都还活着吗？麦当表情阴冷。我们走的时候还活着，现在我就不知道了。不错，很听话。金色雷光猛然爆炸，直接将他吞噬，连惨叫都没来得及发出。刚刚赶过来的同学们看到麦当残忍的击杀场面，吓得话都不敢说。这么强大的异能者，竟然直接被秒了，这还是1阶的实力了。从来没见过如此血腥场面的班长，并没有害怕的反应，而是一脸担忧。麦当，他们是用我妈的手机给我打来的电话，我怕我爸妈有危险。没事，别担心。你家在哪？我现在就带你去。林清渊的眼眶瞬间湿润，眼中闪烁着泪光。麦当，真的谢谢你，没有你，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此时在林清渊内心深处，对麦当的这份信任与依赖，如同潺潺溪流，在心底静静流淌。抓紧了，速度有点快，不过你不要害怕，我会用我的雷电护着你的。魔都异能大学第一顶级天才的我，刚去参加高中同学聚会，竟导致班长一家遇袭。天命教的那群杂碎，谁都别想跑！深蓝，加冕。好快的速度！在雷电的包裹下，麦当仿若闪电一般朝着班长家里奔袭着。前面左拐，就到我们小区了。干什么呢？住宅区禁止使用异能，你再这样，我要叫治安局了。麦当瞬间散发出强大的压迫，吓得保安立刻闭上了嘴巴。你家门牌号多少？2栋3单元8楼。好，你先打电话给治安局，在这等我。保安再也承受不住麦当带来的巨大压力，按下了应急按钮，大门缓缓从地面升起，冰冷的金属光泽散发开来。这是高端小区独有的金属大门，只有在凶兽突破城市防线时才会启。麦当安慰下情绪低落的林清渊，也懒得去和保安解释。放心，叔叔阿姨一定会没事的。在保安震惊的目光中，麦当翻越8米多高的金属门，成功进入小区内部。冷教主，击杀完林清渊后，咱们后面怎么组建分部？放心，我手上还有曾经蓝海科技积累下来的一些未公开技术，都是上古文明科技的基础上改良过来的，随便拿出来一项出手就是几十亿，足够我们重组分部了。那后面我们不会被麦当抓到吧？以前是我们体量太大了，所以容易被找到，现在我们就4个人，想找到我们可没那么简单。不用担心，担心的该是他们。看到眼前这尊宛如魔神的高大身影，冷昌眼睛骤缩，瞳孔瞬间成针孔状，这正是让他这1个月饱受折磨的罪魁祸首。麦当，你怎么会找到这？麦当，别杀我！理由？我有天命教情报，包括你们一直在追查的魔都天命教踪迹，而且我手上还有数个价值上10亿的未公布科技，都可以一起给你。顾不了那么多了，这个时候保命要紧。另外，你也别想让高阶精神系异能者读取我的记忆，这些记忆被我设了禁制，强行读取，我会直接脑死亡。不杀你可以，不过我会把你交给治安局。去治安局总比直接死了好，说不定还有逃亡的机会。行，天命教余党每3天都会在魔都东南郊区方向一处名叫朝阳机械的废弃工厂集合。昨天他们那个6阶主教刚刚集合完毕。这些情报我都知道了。你手上掌握的那些科技呢？等你把我送到治安局，我就告诉你存放科技 U 盘的具体位置。等到了治安局，你就没法对我动手了，不然你就是公然挑衅治安局的权威。行吧，你倒是挺聪明，不过我有点好奇，你是怎么想到对林清渊下手的？而且位置还找得这么精准。别以为你们魔大隐藏了他们行踪，我们就没有办法。我们也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情报机构，找到他们还是很容易的。至于林清渊，上次看你似乎就是通过他才进入的科技园，所以才想到对他动手。原来如此，那你可以去死了。没拿到 U 盘，你为什么杀我？不好意思啊，别说你那价值10亿的 U 盘，就算100亿又怎样？和家人朋友相比，这些都一文不值。很好，很好，麦当，我要你全家都死。
我明明觉醒了最垃圾的1级天赋弱电，却意外获得深蓝系统，只需加点就能无限提升等级。当我帮班长全家解决了天命教的绑架危机，本以为事情就此平息，没想到自己全家却遭到了威胁。麦当，快点回家看看吧，我给你了一个惊喜。麦当双眼轮睁，眼中满是惊恐与愤怒。班长，你父母现在已经安全了，治安局的人应该快到了吧？等会让他们带你父母去医院做个检查，我没办法陪你了，我家那边出了点意外。那你一定要注意安全，这边就交给我吧。在麦当11岁那年，父母在受潮中不幸丧生，只留下麦当孤零零一人。对于一无所有却渴望5科高考的麦当来说，无论是锻炼体魄、提升异能，还是购买战技兵器都需要钱。幸运的是，本身并不富裕的小姑一家，还是给予了他莫大的帮助，让他能够顺利参加5科高考。小姑，表姐，你们一定要平安无事。麦当刚来到家门口，凭着强大的精神力，就发现小姑家附近暗中似乎隐藏着几道气息。他们并没有带着恶意，仅仅只是默默地来回巡逻。看到眼前的景象，麦当悬着的心终于落了下来。一个4阶下位，2个3阶巅峰，学校确实费心了。小姑，表姐，赶了一天的路，肯定饿了吧？走，进去吃饭。在魔大待久了，还真有点想念小姑你的厨艺呢。一行人有说有笑，麦当也难得完全放松下来，一家人一起吃起了晚饭。饭后，麦当便拨打了天命教之前打来的电话。怎么，我就随口一说，你就着急了吗？先让你体验下家人受害的心情，还不错吧？该着急的是你，把你的脑袋洗干净，等着我。一个小小的3阶，就算有4阶的实力又怎样？等我建设完魔都分部，我亲自找你算账。校长，睡了没？还没呢，你还是第一个赶大半夜给我打电话的人，有什么事吗？校长，我获得了一些情报。麦当把魔都天命教分部的有关情报都告诉了林校长。我知道了，这批人我会尽快处理掉。另外，林校长，我想让我小姑一家还有几个高中同学重新换个住址，这次需要让伊娃把信息全程给隐藏掉。行，有哪些人你都一起发给我，我会让魔大的人亲自处理。麻烦校长了。没关系，你是我们魔大的 S 级，我们自会庇护。林双的声音依旧冷清，可麦当听在耳边却是心头微暖。林校长，晚安。晚安。凶兽肆虐，深蓝加点，班长全家遭天命教突袭，麦当挺身而出，化解危机。班长，你父母他们都没事吧？他们都没事，只是受了精神系异能的影响，睡一觉应该就醒来了。没事就好。对了，班长，有个事情想和你商量下，我想让你们都尽快重新换个住址，我害怕天命教会继续报复，魔大会给你们都安排好新住处的。林清渊没有任何犹豫。好，明天我会通知今天参加聚会的同学尽快搬家的。对了，班长，这是给你的，这是地级修行资源一品归元丹，一共有20颗，你每隔1天服用1颗，能大幅度提升你的修行速度。地级修行资源，我对修行资源也有些了解，一级修行资源都在100万以上，地级修行资源更加昂贵，最便宜的都要200万。唉，麦当，天命教的袭击不能怪你，你没必要愧疚什么。班长，这可不是什么赔礼，而是感谢。高中时期我没什么钱，还是个孤儿，都是你在暗中帮助我。高2的时候，有一阶异能者来我们班做指导，是你给专门向老师申请，让他挑我做演示对象，还有很多很多，我都知道。林清渊小脸蹭的一下红了起来。你竟然都知道，可这也太贵重了。我过往用过最贵的修行资源，也就是价值10万左右的 F 级。没事，你都帮我这么多次了，这点东西对我来说不算什么。林清渊本就有些发红的小脸上更是浮现出一抹嫣红。好了，我就先回去了，有什么事情电话联系我就行。好，下次再见。谢谢你，麦当。好好休息一晚，明天出发雷霆秘境。麦当看着校长发来的短信，感慨道：魔大的效率还真快，这才第2天就安排好了搬迁地址。小姑、表姐，等你们搬到新的住址就安全了。我们学校还是很有实力的，会把你们的信息全部隐藏掉，而且还有4阶异能者在暗中保护你们。怪不得我总感觉最近一段时间我们家附近似乎多出了些陌生人，原来是魔大安排的。表姐感慨地说道：我们家这安保待遇恐怕比我们市长的还要高。你们放心，天命教嚣张不了多久，最多半年就会被完全铲除。随即，麦当拿出多余的2个空间戒指，这是1立方米的空间戒指，小姑和表姐1人1个。这太贵重了，你表姐有1个就行，以后出入荒野区方便，我就算了，拿着也没什么用，浪费。早就知道你不会要，还好我早有准备。麦当随即拿出一批天才地宝和丹药。空间戒指用不到，那这些总会用到了吧？这份是 B 级修行资源，7阶你用了进阶速度应该会快一些。另外这是2品丹药，小姑你吞服以后能够强身健体。麦当，你在学校那边修炼还要消耗资源，怎么能给我们呢？没事，这些资源我都用不上。
最近1个月，我不断完成天命教任务，足足积累了5万学分，还将各种战利品卖给了学校，银行卡上余额都2.1亿了。这些资源顶多就价值2000万左右，对我还真不算什么。小姑，那就先这样了呀，东西你收好，我得赶去雷霆秘境历练了。小姑一时间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收下吧，这批资源明显价值不菲。不收吧，已经拒绝过1次了，再拒绝1次，这样也不太好。麦当什么时候学会这招了，让我都不好拒绝了。收下吧，这也是表弟的一番心意。不过话说起来，才仅只是半年，麦当等级不仅提升到了3阶，修行资源怎么还这么富裕？光我手上这枚空间戒指，我在学校官网见过，1立方米，官方售价在5000万。5000万，这么多，这都抵得上我们家几10年的积累了。这就是差距，对于我们来说价值连城的宝物，对麦当却不值一提。麦当乘坐高铁，仅只用了40分钟便抵达了雷霆秘境所在地河东市。麦当刚一走出高铁站，便有人在路旁挥手。我刚还在想该如何进入雷霆秘境，没想到老师给我安排的那位雷霆秘境内的师兄这么热情。雷霆秘境，我来了。我明明觉醒了最垃圾的1级天赋弱电，却能在雷霆秘境把雷系凶兽全部镇压，只因我获得深蓝系统，只需加点就能无限提升等级。深蓝加点。雷霆秘境，我来了。魔都异能大学 S 级通行证持有人麦当，身份确认，放行。合金大门缓缓打开，敞开的合金大门仿佛深渊巨口一般，一片漆黑。瞬间，一个充满雷电的世界出现在麦当眼前。这就是雷霆秘境。雷霆武馆刚刚接手时，就请了一位高阶空间系异能者将这里切割成独立的一个空间，再通过一扇巨大的城墙把这个独立的空间隐藏起来。普通市民只能看到这面城墙，是不是还挺震撼的？确实震撼，和我想象中完全不一样。其实最远处的那片雷暴区才是真正的雷霆秘境。小师弟，这里面全是雷系凶兽，你应该知道吧？这个我倒是知道。这些变异的雷兽和普通凶兽有什么区别吗？他们长期生活在雷暴区，他们操控雷霆威力很强，比外面的凶兽更难对付。特别是我们这些雷电系异能者，对他们的伤害也会相应降低。江我小兄弟，这位是你的新队友吗？看起来有些陌生。麦当，我魔大的师弟，寒假准备在雷霆秘境这边历练一段时间。这位是吴教官。吴教官你好。原来是魔大的天骄，怪不得气息如此凌厉。是顶级高校的人，看气息和我们一样，也就只有3阶中位的样子。话说起来，是魔大的学生厉害，还是我们更厉害？废话，我们可是精英训练营出来的，当然是我们更厉害。厉不厉害不知道，不过长相倒是挺对我胃口。这一群人都是没有参加5科高考便被武官吸纳的天骄，一个个都好奇地打量着麦当，似乎想要用肉眼把麦当的战力看透。麦当自然也听到了这些议论，不过他并不在意。2位小兄弟，我先带这群新人去考核了。好的，吴教官。江师兄，我也先去历练了。等等，这是4阶雷霆晶核，是我击杀4阶巅峰雷兽所得，就当师兄我的见面礼了。你要是想用，就直接捏碎，散发的自然雷霆可以锻炼体魄，对我们雷霆不灭身有极大的好处。另外你要记住，雷暴区的雷电极其不稳定，越往中心位置，雷霆威力越强，雷兽等级也越高。你是第1次进入，千万不要冒进。明白。这6天的考核里，要是一人没办法击杀1头3阶巅峰雷兽，那就别回来见我。知道了，放心，3阶巅峰算什么，4阶也一样拿下。10几名年轻人嬉笑着走进雷区。吴教官，你对这群新人要求这么高，雷暴区的凶兽战斗力可比普通荒野区强悍得多。他们都是精英训练营出来的，这点要求不算什么。看到最前面的那个了吗？他叫雷耀阳，雷电系 A 级，等级3阶巅峰。他可是这一届精英训练营最优秀的学员，对付4阶都没什么问题。话说起来，我看你那位3阶中位的师弟气质不凡，真实实力应该也有3阶巅峰吧？江罗想起柳明师弟对麦当的战力评价，不由得点头。这倒是有，不愧是魔大天骄。对了，过几天我要去探索下雷暴区深处，你要不要一起？算了，那里面雷霆太狂暴，我根本就顶不住。望着天空不断劈落的雷霆，麦当一脸满足。这才是真正的雷霆秘境。我明明觉醒了最垃圾的1级天赋弱电，却能在雷霆秘境把雷系凶兽全部镇压，只因我获得深蓝系统，只需加点就能无限提升等级。深蓝加点。是黑甲雷鸟，让我试试雷兽的实力到底有多变态。喂，魔大的这位兄弟，等一等。有事？是这样的，我们精英武馆对顶尖高校天才的实力一向比较好奇，如果可以的话，咱们来场比试，看看这几天谁猎杀的雷兽多。我们没有任何恶意，你可以单纯的看作是一次切磋。对于用雷神指就可以完全碾压的这一群人，麦当对他们完全提不起来任何兴趣。
不好意思，我没什么兴趣。众人微微一怔，拒绝的这么干脆。别人不愿意就算了，别强求。顶尖高校的人都这么胆小的吗？连场比试都不敢答应。就是一个一阶上位的黑甲雷牛，我也可以秒杀。还是我们雷哥脾气好，照我的想法，我高低得和他打上一场。不答应不一定是胆小，也有可能是嫌麻烦。好了，先去完成考核吧。麦当朝着中心区域前进，得再找头雷兽，试试他们的实力。又是一头黑甲雷牛，看体型也是一阶上位。我倒要看看这雷兽是怎么个抢法。牛角上的雷光忽然大涨，雷电威力倒是不错，光这发闪电就足以横扫普通荒野区绝大部分一阶凶兽了。再让我试试你的肉体防御。黑甲牛也意识到了不对，下意识的想要逃跑。还不错，防御力要比普通一阶上位凶兽强很多。也是，天天挨雷劈，体魄要还是不强，那才有鬼。得好好观摩雷霆，这样才能提升对雷电异能的操控力。话说，我也将近1个月没和凶兽厮杀过了，那接下来就开始杀戮吧。异能点，我来了。根据麦当的情报，天命教魔都分部的余党今天会在魔都郊区集合，安排谁去好呢？最近这段时间我很高兴，自从上次我们分部被摧毁了，还源源不断的有人加入到我们队伍当中。这也刚好证明我们的理念是没错的，既受天命，天神永存。我们的道路终将迎来黎明。教徒们也逐渐展露出他们的狂热。既受天命，天神永存；既受天命，天神永存。虽然魔大对我们发布诛杀令，但又何尝不是给我们打广告呢？现在可是有越来越多的人知道我们。算了。我还是亲自去一趟吧，不然又让一些人逃掉就麻烦了。刘教士，我们分部的具体位置选好没？回主教，选好了，过段时间就能直接搬过去。很好，治安局和魔大敢和我们作对，等重建分部，绝对要让他们见识下我们的厉害。哦，是吗？你是魔大的副校长，灵兽。天命教的余党。竟然还敢卷土重来，都去死吧！凌霜一双冷漠的双眸扫视下来，在场的所有人都感觉自己仿佛被刀割了一口，空间系异能正在将他们慢慢的分解。他喵的，有内鬼！他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八阶大宗师一点胜算都没有，得找机会逃跑。凌霜轻轻一指，主教身边周围的空间就完全被封闭起来，连同他身边的10几位4阶教徒，他们的视觉、触觉乃至听觉都因为空间的封锁而完全消失。该死！忽然，主教的心头闪过一个名字：冷畅。这几天只有他带人离开过，这个叛徒。灵兽，早知道当初我就该亲自跑一趟，直接斩杀你的麦当。主教这一番话仿佛触及到了灵霜的逆鳞。天命教作恶多端，一个都别想活。凌霜扫视了一圈，发现周围没有一个活口。天命教魔都分部覆灭，针对麦当的行动应该也要减少很多吧？击杀2阶中位迅雷铁狼一头，异能点加25。雷暴区里的凶兽密度似乎有点低啊，大半天才击杀了9头雷兽，要是在之前的荒野区，估计都能击杀40、50头了。鱼和熊掌不可兼得，难道在这雷暴区，我只能把重心放在提升雷电熟练度上吗？这中部区域确实不太行，得去核心区再看看，说不定凶兽都在那待着。越往核心区域，那震耳欲聋，无时无刻都回荡在耳边的雷声越来越强。看来到了核心区域根本没法休息了。你倒是睡得挺香。击杀3阶黑铁雷牛一头，异能点加37。麦当全身一麻，连带着皮肤都有些微微颤抖。靠近核心区的雷电确实强，竟然能对我雷霆不灭身第4重的肉体产生影响。看来进入核心区必须时刻保持异能运转。不过我也太倒霉了吧，被雷劈中的概率比中彩票还高，我竟然连中2次。完蛋了，怎么在核心区域一释放我的 SS 级都天神雷，就被这6阶凶兽盯上了？雷芒，雷芒轰击在青羽雷雕的头上，并没有造成一丝一毫的伤害，反而让他发出兴奋的鸣叫。雷闪，麦当爆发出极限的速度，终于摆脱掉了他。青羽雷雕则折返回到核心区域，继续沐浴雷霆。
一路上我遇到的雷兽似乎都有利用雷电的习惯，就连这6阶雷兽都在追逐更强的雷霆，仿佛雷电对于他们来说不仅不是什么威胁，反而像是一种可以用来变强的道具。忽然，麦当诞生了个大胆的想法。我的 SS 级多天神雷也属于雷电，如果全力爆发异能，是不是就能把周围悉数的雷兽全都吸引过来？如此一来，我就能大大的收割一波。麦当按捺不住兴奋，不行，得去中部区域试试，等会又引来6阶凶兽就完了。能不能多收割些异能点，就看这次了。瞬间，璀璨而又华贵的金色雷霆萦绕在麦当周围，形成一片强悍而又密集的小型雷暴区。我感受到了凶兽的气息，果真有效果。麦当面色一喜，飞速的奔跑起来。每跑一段距离，麦当的身后就多了几个追逐的雷兽，大部分都是1阶、2阶。2个小时后，麦当的身后跟着密密麻麻的雷兽，数量至少都有上百头。连续释放了2个小时的异能，再不收割都要被榨干了。开始吧！雷兽们见麦当停了下来，发出了兴奋的嘶吼。既然你们这么期待沐浴我的雷霆，那我就实现你们的愿望。雷雨，狂暴的雷霆弥漫，瞬间就限制住了这一群雷兽。有些防御力弱的1阶雷兽竟直接被泯灭。雷芒，在他高效的击杀下，仅仅5、6分钟，100多头雷兽全都被击杀完毕。麦当大口的喘着粗气，竟然还混进来几个3阶雷兽，扛了这么久的雷矛都还只是微微受伤，真够顽强的。长枪伴随着雷霆朝雷兽冲去，3阶雷兽隐隐的感受到了死亡的气息。死吧！异能点加1813，这效率比之前快了几十倍，就是有点消耗异能，都快把我身体掏空了。想要恢复到巅峰，估计得7、8个小时。这样的话，我一天24小时不休息，一天可以收割2次，就是3600异能点。一天3600，10天就是36万，100天就是3600万。除去中间观摩雷霆的时间，这几天下来，那不得收割几个亿的异能点，未来可期呀！3枚3阶雷核，运气不错。接下来的这几天，麦当每天都在用都天神雷吸引雷兽，集体击杀，空了就去观摩雷霆。麦当仔细感应空气中弥漫的雷霆气息。之前在雨天观摩雷电，一天也就劈落10多道闪电，根本没办法领悟到什么。而这里不一样，雷霆闪电连绵不绝，形态各不相同。现在我对 SS 级多天神雷的操纵熟练度，才和之前 S 级的紫霄神雷差不多，只不过想要更进一步，将雷电液化，恐怕得多花些时间了。已经快5天没休息了，再去收割最后一波异能点。我已经连续5天不眠不休的击杀凶兽了，不知道自己还能坚持多久，坚持就是胜利。离开雷暴区，我一定能收获一大笔异能点。此时，雷霆武馆的雷耀阳一行人行走在雷暴区的中部。雷哥，这才凌晨3点，用得着起这么早吗？我的生物钟都被打乱了。在雷暴区，凌晨3点和中午12点有什么区别？反正都是大白天。下午6点考核就要结束了，虽然我们考核目标已经完成了，可在雷暴区待的时间越长，给吴教官留下的印象就越好。我们都是精英训练营出来的，别给训练营丢脸。好的，雷哥。可是我还是好困啊，好想回去接着睡觉。话说起来，今天都是第6天了，魔大那个胆小鬼这个时候怕是已经受不了，离开雷暴区了吧？那肯定的，我们这一群人轮换着休息都差点受不了，他一个人怎么可能顶得住这么久？就是，看来顶级高校的人也没什么了不起的，还好当年我机智，没有参加5科高考，觉醒后直接就加入了雷霆武馆。确实，就算和顶尖高校相比，我们精英训练营也毫不逊色。忽然，地面开始疯狂震颤，仿佛有千军万马在同时奔腾一般。什么情况？地震了！另一边的麦当还在疯狂地奔跑着。我去，这么多凶手，还是我的 SS 级都天神雷吸引力强。这几天锻炼下来，耐力果真要比之前强上不少。我平时也就坚持个2个小时，今天我竟然一口气跑了快4个小时，搞得身后这雷兽多的我都数不清了。是兽潮，快跑！实力强大的雷耀阳一眼就看穿了雷兽的规模。等等，这些雷兽等级层次不齐，不到200头，我们站在一起应该不会出事。不对，这兽潮的前面好像有个熟悉的身影。是魔大的那个家伙，他这是不小心招惹到了一波兽群。走吧，我们上去帮个忙。这家伙朝我们跑来，他不会是想把兽潮引到我们这边，然后自己跑了，直接拿我们当做垫背？雷耀阳见状也不由得面色不善起来。我去，这几个老6凌晨怎么也还在？不行，我得把凶兽引到别的地方，不然被他们抢走几头我不就亏大了。这几个老6凌晨怎么也还在？不行，我得把凶兽引到别的地方，不然被他们抢走几头我不就亏大了。
兽群并没有搭理雷耀阳一行人，转身继续朝着麦当追去。呵呵，自私自利的家伙，遭报应了吧？一般情况下，兽群绝不会放弃6个人去单独追逐一个人。雷耀阳仔细观察，不对，让凶手感兴趣的不是麦当的血肉，是他那金色雷霆。雷电系异能还能这样玩？不过我很好奇，这么多雷兽，你一个3阶中尉该如何应对？得留点异能去来了结他们了。雷霆爆发之下，兽群中的1阶、2阶凶兽直接被泯灭成灰，唯有3阶凶兽还能站着。仅仅只是异能爆发，威力既然这么强悍，而且的释放范围也不像是一个3阶异能者能办到的，这雷电有问题，绝对不止 A 级，难道是 S 级？雷耀阳突然想到了魔大的那个 S 级，应该不是，魔大的 S 级入学才半年，怎么可能达到3阶中尉？应该就是 A 级异能，只不过威力比较接近 S 级。结束了，看来在持续战斗的情况下，最多只能坚持5天不睡觉，6天还是太勉强了。看了看远处目瞪口呆的雷耀阳等人，麦当并没有在意。卧槽，魔大的人原来这么猛，确实很强，就算放在我们精英训练营也是绝对的第1梯队。他叫麦当是吧？等回去了好好查查他的资料，这种强者魔大应该都不是籍籍无名。确实，雷哥，换作是你，能对付刚才那一群凶兽吗？可以，倒是可以，但杀不了他这么快。看来这家伙还真有2把刷子，幸好刚开始的时候他没有答应比试，不然我们脸都要被打肿了。对了，雷哥，照你看，魔大的这位能不能像你一样越阶击杀4阶凶兽？如果他只有刚才显露出来的那些实力，还不够，那还是雷哥你更厉害。2.3万异能点，总算是达到晋级的需要了。深蓝加点，5天5夜的连续厮杀，麦当已精疲力竭，可一看到系统里的异能点，他的疲惫瞬间消散，满心只剩欢喜。他始终相信，只要自己不断努力积累，就一定能抵达梦想的高度。异能点减2.3万，等级提升至3阶上尉。这就是3阶上尉吗？地面被砸出了一个深坑，而麦当却是一点事都没有。这就是异能者的强悍体魄，要是放在前世，我想都不敢想。不过我现在还只是3阶上尉，距离巅峰还很远。异能者这一道，依旧是任重道远。江主管怎么又过来这边了？吴教官，我在这等我师弟回来。距离上次你师弟进入雷暴区都快6天了，按道理早就应该回来了吧？是啊，江罗微微皱起了眉头。雷暴区环境恶劣，别人都是组队进入，可以轮流守卫，互相休息。可是我师弟孤身一人，也就是说他连续5、6天都不能合眼，精神肯定疲惫到了极点。他要是葬身于雷暴区就麻烦了。别急，我要去雷暴区猎杀凶手，路上我可以顺便帮你找找。江罗面色一喜，那就麻烦吴教官了。没事。风暴雷熊，看样子你挺喜欢我身上的雷电。这肉体强度最起码有4阶上尉。不过若是用天雷术，你便没有任何胜算。我让他一个天雷术，不知道能不能打得过。不管了，反正打不过还能用雷闪逃跑。怪不得我在外围和中部区域都没找到你，原来在这核心区。不对，他的气息已经突破到3阶上尉了，可这雷电范围也太过分了些吧，足足比雷耀阳大了1倍。吴闯望着雷霆汪洋中的麦当，忍不住心头暗惊。看他这个样子，是想对付那头4阶上尉的风暴雷熊，果然是初生牛犊不怕虎。身为4阶上尉的风暴雷熊，心智已然和15、16岁的青年相似。看到麦当在他的地盘如此肆无忌惮地释放雷霆来挑衅他，不由得发出一声。什么？竟然挡住了，而且麦当的雷电还要更强。远处的吴闯瞪大双眼，满脸的不可思议。这可是4阶上尉凶手，比麦当足足高了1个大阶，不对劲，很不对劲。看来还是我的雷电更胜一筹。雷闪，来得好！一道强大的气流最后击到他，麦当和风暴雷熊竟然是都没有后退半步。我操，这哪是什么人类？这体魄简直就是一头人性凶手！看来是我低估江主管的这位师弟了，我得记录下来，让精英训练营那群眼高手低的臭小子好好看看，顶尖高校的天才到底是什么样的。接下来就好好和你进行肉体上的对抗。明玉雷凯，风暴雷熊腿骨骤然碎裂，可他还和没事一样，瞬间聚集雷霆，整片空地仿佛来到了世界末日一般。
风暴雷熊天生所掌握的技能雷霆风暴，一旦被卷入风暴中，不死也得重伤。远处的吴闯神色一肃，做好随时出手的准备。雷龙拳，麦当毫不犹豫冲进风暴中，在他金色雷霆的包裹下，风暴中的雷霆没有对他造成一丁点的伤害。击杀4阶上位风暴雷熊一头，异能点加321。看来你的天赋雷霆不过如此。躲藏在远处的吴闯已经完全看呆了。这霸主一般的4阶上位风暴雷熊就这么死了。我想起来了，我说怎么感觉这雷电不对劲？他是那个魔大的 S 级，果然厉害，没有丝毫防备。看来你早就发现我了。麦当退出雷击态。是的，吴教官。3阶上位击杀4阶上位，我大侠要是再多一些你这样的天骄，何愁没办法扫尽凶手？刚才你的战斗过程我都记录下来了，非常精彩。我准备拿去雷霆武馆当教学素材，不知道你是否愿意？吴教官，你随意处置就行。那我代表雷霆武馆感谢你的贡献。对了，麦当，你有想过毕业后来我们雷霆武馆吗？这个我暂时还没想好。那你一定要好好考虑一下我们雷霆武馆。我们现任馆主也拥有雷电系异能，并且达到了9阶5圣级别，是他族大侠巅峰的那几人之一。你来我们雷霆武馆，很有可能获得他亲身指导。其他方面，我们也会给你最顶尖的待遇。多谢吴教官，我会认真考虑的。我现在大1都没结束呢，那至少都是大3大4的事了，还不着急。那就好。对了，你师兄江罗还在外面等你，你还准备继续待在雷暴区吗？继续的话，我等会帮你报个平安。你师兄看你好几天没出来，怕你出事，还专门托我进来后顺便找你。不麻烦吴教官了，我马上就准备回去。行，那你收集完凶手材料就赶紧回去吧，我也要办自己的事情。吴教官再见。4阶上品雷核比江罗师兄给的那颗4阶极品雷核要稍微差一些，不过已经很不错了。等会出去了，就试试用雷核辅助修行。先生，你亲自去一趟雷霆秘境吧，把麦当连同雷霆武馆的秘境全部摧毁。遵命，我最喜欢猎杀这些人类的天才了。血杀整个人带着冰冷的煞气，强悍的压迫感吓得下方红衣大主教瑟瑟发抖，大气都不敢喘。还有那个雷霆武馆，屡次摧毁我们分部，这次就一定毁灭吧。若是血杀大人出手，那就万无一失了。8阶中位的实力，就算魔大的那个空间大宗师来了，也不会有任何问题。我这小师弟还真是厉害，连续6天不眠不休，这还没休息2天就又开始了修炼。刚用雷核淬炼完身体，又让我带他来雷塔观摩雷霆，我都有点替他担心他的身体了。配合上雷霆晶核来修行，体魄提升速度确实要快上不少，才2个小时就提升了3点血气。不过异能的操控也不能落下了。你好，我想观摩自然雷霆。请问您是雷霆秘境常驻民众还是暂住民众？暂住，这是我的通行证。看到递过来的 S 级通行证，服务员瞬间眼前一亮。由于您是 S 级通行证，因此享有4个小时的100层密室使用时间。着急来雷塔，倒是忘了向江罗师兄好好了解一下。麦当两眼一抹黑。那个100层密室是什么？雷塔共110层，楼层越高，观摩自然雷霆效果越好。原来如此，那我就现在使用。没想到 S 级通行证还有这好处呢。您的房间在6号，4个小时体验时间结束后，我们会对您进行提醒。这是最根源的雷霆形态。要知道，在雷暴区虽然有不断的雷霆劈落，可雷霆的源头在数千米的高空，这雷塔竟然能直接把根源雷霆接引到密室里。麦当不敢浪费时间，连忙盘坐下来，仔细观摩的同时配合都天神雷一起模拟。都天神雷的操控力又上升了一大截，若是一直待在这个房间，用不了5天，我说不定就能达到将雷霆凝聚成液的熟练度。麦当双眼金光暴涨，这对雷电系异能者来说真是个修行圣地。刚才我那个密室如何才能延长使用时间？雷塔密室的使用时长只能通过雷核兑换，100层密室只收4阶雷核，4阶下位雷核可以兑换3个小时，每提升1个小阶，时间延长1个小时。一枚4阶巅峰雷核最多延长6小时。这么贵？一枚4阶下位雷核官方收购价高达600多万大夏币，也就是说这里1个小时高达200万，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孝金库。先生，我可以帮你改成70层到90层的密室，可以使用3阶雷核。算了，就这里吧。麦当直接拿出自己的4阶上位雷核和师兄给的4阶巅峰雷核递给了服务员。服务员微微一怔，没想到麦当一口气掏出来2枚这么高阶的雷核，不过他也很快反应过来，连忙神色恭敬道：2枚雷核加起来一共可以使用11个小时，我这就给你增加使用时长。真特么贵啊！对了，100层就需要用到4阶雷核了，那100层之上呢？麦当有些好奇。101层到107层需要5阶雷核，108层到最高的110层需要6阶雷核方可使用。好吧，打扰了，这太贵了，我根本消费不起啊。
师弟，这不是马上要到春节了吗？你接下来的安排是什么？我准备去一趟雷暴区，春节可能不会回来。好歹是1年1次的春节，休息2天再进雷暴区也不迟。另外，春节那天我们雷霆武馆会组织一场拍卖会，拍卖会上会售卖各种稀有弹药、战机秘籍以及战役装备，到时候还可以去凑个热闹，说不定就能买到不错的东西。拍卖会？不过这拍卖会不会只能用雷盒结算吧？要是雷盒我可支付不起。放心，就用大夏币，要真用雷盒，恐怕没几个人能买得起。账户到账3.11亿，当前余额为5.213亿元。我去，小师弟这么有钱，看来你托我售卖的凶兽材料资金到账了，现在可以去拍卖会了吧？行，那春节几天我就待在城市区这边。那就这么说定了。不过你这次击杀的2阶、3阶凶兽也太多了吧？我看帮你售卖的凶兽材料，足足有将近100多头，比我平时进雷暴区的击杀数都多了几倍。缴械。不过这荒野区的雷兽确实不算多，完全限制了我的发挥。那是肯定，雷盒是秘境的通用货币，雷盒只能通过猎杀雷兽获取。涌入雷暴区的异能者一多，凶兽数量自然就少了。不过小师弟你还是猛，照样击杀如此之多。也没那么猛，要不师兄咱俩去擂台比试比试。麦当看着4阶巅峰的师兄，早已跃跃欲试。我就这么一说，千万不能出手，万一要是输了，我脸不就丢大了？又是6天没合眼，也就异能者能这样熬，换做普通人根本恢复不过来。1.4万异能点，9枚4阶雷盒，终于可以去雷塔观摩自然雷霆了。帮我看看这些雷盒能在第100层待多长时间。当麦当拿出9枚雷盒放在服务员面前时，这名年轻的女生不由睁大眼睛。先生，您这里一共有9颗雷盒，其中1枚4阶巅峰，3枚4阶上位，1枚4阶中位，4枚4阶下位，总共可以兑换雷塔100层37小时的使用时长。到这里任职已经有差不多2年时间了，可见到4阶雷盒的次数却屈指可数。没想到这位帅气的先生不仅上次就丢出来2颗4阶高级雷盒，这次更是一口气拿出来9枚。可他看起来年龄并不算大，甚至可能比我还小一些，怎么会如此强悍？想到这里，女服务员心头已然充满了惊讶与好奇。那个使用时长可以分开使用吧？当然可以。好。是宋秋韵打来的视频电话，她这个时候打过来干嘛？凶兽肆虐，神雷降世，麦当深入雷暴区，好不容易攒够9枚雷盒去雷塔提升雷霆之力。可就在这时，学校里那2位超有名气的校花竟找了过来。身份确认，放行。透过车窗看到2位少女那堪称惊艳的容貌，在场的士兵都不由微微一愣。麦当绝对想不到我们会在这个时候来找他。是啊，除夕夜有我们俩来陪他，他一定很高兴。开快点，我都有点兴奋了。我好像不知道他住在哪。本来是想和楚萱姐一起过来，给你一个惊喜，结果忘了问你要地址，只能打电话让你来接我了。华言，江学姐你也来了？怎么，麦当学长不欢迎我过来？怎么会？你们能过来，我当然欢迎。宋秋韵忽然感受到了麦当3阶上位的气息，满脸的不可思议。这才20多天没见吧，你就又晋级了？是啊，你这晋级速度是不是太快了些？侥幸，我都怀疑等毕业那天，你是不是都已经是7阶宗师了？未来的宗师大人，现在可是到了你的地盘，接下来就由你来带路了。好啊，你们预定的是哪个酒店？我送你们过去。预定的酒店？我们没有预定酒店，可以住在你那里吗？住我那里也行，还好我那是个独栋别墅，有4个房间，不然我们3个人该怎么睡啊？2位大小姐，你们收拾好没？收拾好了，我们好去吃饭。今晚可是1年1次的除夕夜，晚饭当然要在家里吃。在来之前，我们都已经把食材都准备好了。你们俩还会做饭？那是，我和楚萱姐都是做饭高手。行，我还有个师兄也在这附近，我把他也叫过来一起吃个年夜饭。小师弟，这是什么情况？怎么才1、2天没见，你这里就多出了2名女生，而且还都这么漂亮？师兄好。他们都是我在魔大的朋友，大1的宋秋韵，还有大2的江楚萱。原来都是魔大的学妹，我叫江罗，等会我得好好尝尝2位师妹的手艺。本以为自己穿越到蓝星后的第1个除夕夜会在雷暴区孤独度过，可没想到不仅有师兄，就连宋秋韵和江楚萱也跟着过来陪自己。虽然这2位大小姐做的饭菜卖相有些难看，不过味道还算不错。整个晚餐在十分愉悦的氛围中缓缓度过。江罗也看出来了情况不对劲，吃完晚饭后，不想继续当电灯泡的他便没有多留。麦当，明天的拍卖会，你带着2个弟妹都一起过来。好的，江师兄，反正我们在这边也没什么事。夜晚在闲逛中悄然溜走，抬眼一看，发现自己已经站在了春节倒计时的门槛上。麦当，新年快乐！秋韵学姐，
新春快乐！麦当的手机疯狂震动，收到一条条的新春祝福。得给林校长也发一个，感觉他总是独来独往，应该挺孤单的。林校长，新年快乐！新年快乐！麦当有些意外，竟然秒回。难道校长一直在看手机？感觉这好像不会是8届大宗师傅做的事情。这次我们雷霆武馆的春节拍卖会可是重中之重，流动资产低于1000万的根本就进不来，应该会出现很多稀有拍品。哦，我倒是要看看这些人多有实力。此时，一群年轻人若无旁人的大声说笑，往拍卖馆内部走去。还是婉莹姐厉害，不仅能带我们进雷霆秘境，还能来参加拍卖会。是啊，我可是听说各大高校想要进来，都需要花上1000万购买通行证，连顶尖高校也不例外。哈哈，这样看来，那些人岂不成了冤大头？李婉莹妩媚的脸庞上带着些许骄纵，很明显，她特别享受周围人对自己的夸赞。我的 B 级雷霆秘境通行证花了我1000学分，也就是1000万大虾币。这群家伙是在说我们冤大头吗？我们这次的拍卖会除了给我们自己内部人员一些不需要校验资格的特殊名额外，也给了秘境内的异能者施加一些名额，凭借这些名额，他们才能邀请秘境外的人进来参加拍卖会。当然，被邀请的这些人只能参加本次拍卖会。等拍卖会结束后必须返回，和你们可以随意进出的通行证权限不一样。哦，那这人是哪家的？这么张狂？她是李家的李婉莹，李家家主的女儿。江罗颇有些无奈，说道：“雷霆秘境共有6个异能者家族，就属李家势力最大。他们现如今的家主李沧海，等级6阶巅峰，即将突破7阶宗师，是我们雷霆武馆的荣誉副馆长。李婉莹还有个亲哥李尚林，今年27岁，等级也已经是4阶巅峰，前途无量。哼，不过一个6阶巅峰的世家，狂什么？就是狂什么？老一辈和年轻一辈中都有能顶世的人，怪不得这李婉莹如此张狂。”是啊，说起来那个4阶巅峰的李尚林和你一样，也用的是长枪作为兵器，只不过他是强化系，你是雷电系。江罗笑着提了一嘴，随后带几人进入拍卖会大厅当中。是麦当，他也来拍卖会了。麦当这家伙不仅自己实力强悍，怎么连身边的美女都这么极品？看着麦当身旁身材窈窕的两女，李明差点没把眼珠子给瞪出来。是啊，好极品！不，他竟然坐在前3排，那个位置的人身价可不一般。你还敢看？等会儿要是被麦当给发现，那还不得一拳给你爆头了啊！李明倒吸一口凉气，被吓得连忙收回目光。欢迎各位参加由我雷霆武馆主办的拍卖会。本次拍卖品一共有108件，这次的拍品十分丰富，其中或许就有大家想要的。我现在就宣布，本次拍卖会正式开始。4阶下位雷和5枚，起拍价4000万，每次竞拍加价不少于20万。终于有我想要的了，可让我好挡。4120万，4400万，4400万一次，4400万2次。4阶雷和极少对外出手，错过本次，下次还不知道要等多久。还有人要加价吗？4400万第3次，成交！恭喜310座位上的先生。麦当却是有些诧异，我都已经做好了继续加价的准备，没想到就这样成交了。雷霆武馆和各大异能者世家手上都掌握大量雷核，也就只有像你这样来雷霆秘境历练的独行侠才需要单独购买。不过他们可没你这么有钱，你一口气加价了快300万，他们自然不会选择和你继续竞拍。原来是这样，那下次我可得少加一点。不过你买这么多4阶雷核干嘛？你还不如直接去雷暴去猎杀，那样还更划算些。这拍卖会上可比市场价1枚高了200多万。我感觉我的雷电熟练度要突破了，所以想一口气尝试下。这么快就要突破到凝液境界了？江罗瞪大双眼。接下来要拍卖的是 S 级长枪流云金风枪。流云金风枪由炼器大师于文打造，总长度2.1米，枪杆采用的是特殊 A 级合金克米尔合金打造，枪尖则用的是 S 级合金中最为坚硬锋利的疾风合金打造。于文大师已经有1-2年都没锻造出新兵器了吧？是啊，克米尔合金和疾风合金，没想到一出手就是如此惊艳的作品。特殊 A 级合金克米尔合金的特性大家应该都知道，强化系异能者注入气血，元素系异能者注入元素异能，便可使长枪重量相应变化。虽然精神系异能者没办法使用，不过基础800公斤注入异能后，最高100吨的极限重量，应该有不少人会喜欢。听了 S 级流云枪的介绍，在场的很多世家子弟都跃跃欲动。这 S 级长枪起拍价5亿，大家现在可以开始出价了，每次竞拍加价不少于100万。可以变化重量的长枪。麦当双眼发亮，双眸紧盯着全息投影出来的长枪。由于修行雷霆不灭身的缘故，我体魄增强的速度很快。现如今，就算是上千公斤的兵器也可使用自如。如果这长枪重量能随着注入异能而变化，那无疑和我最为适合。这杆枪，我要变了。
师弟，这次你可别加这么猛，奇不武艺的竞拍价，在场800多人，能出得起这个价格的，可能还不到50人。而且这种拍卖会对于高阶异能者来说，没有他们看得上的物品，那些顶尖人物都没有来，来的都是一些世家的子弟。师弟莫急，慢慢加价就行。好的，师兄。不过毕竟是 S 级兵器，而且还是出自于炼器大师，市场价至少都是在5.5亿以上，就算自己用不上，买回去再转手都有的赚。5.5亿。我的小师弟啊，怎么你一上来就是半个小目标？不愧是学长，帅！哼，也就加了0.5亿而已，一般般。你信不信我直接叫到10亿？我信，我信。别，师妹冷静。哈哈哈，逗你们玩呢。这一个个的咋都不得流油？我出5.5亿。我去，这年轻人起拍价5亿，直接上来就出价5.5亿，我还是第一次看到抬价这么猛的。急于将这杆长枪拿下的麦当一口气将价格提升到略高于市场价的价位，一些想赚差价的人顿时熄灭了心思。5.6亿，5.7亿，5.8亿。过几天就是我哥的生日，这把长枪刚好适合我哥的强化系，刚好可以当做生日礼物送给他。这把枪我要定了。5.9亿。是李婉莹，显然有人敢和他竞争。这位小哥坐在雷霆武馆的专属区域，看来身份也不简单。不简单个屁！李婉莹他爸就是雷霆武馆的荣誉副馆长，敢这样和他女儿竞争，这要是不被针对才怪。不一定，正常竞拍应该也犯不上被针对。6亿，6.1亿。对面的朋友，我哥李尚林正好缺一杆趁手的长枪，若你肯相让于我，那你将会获得我乃至于我们李家的友谊。李婉莹的语气充满了居高临下的意味，仿佛获得李家的友谊是什么天大的恩惠一般。麦当却是一脸的不屑。李小姐，拍卖会禁止买家单独发言，若再次破坏规则，我有权取消你的拍卖权。知道了。李婉莹脸庞上浮现出一抹得意，只需要这一句话，我的目的就已经达到。我就不信这雷霆秘境中，除了那些大佬，还有什么人能傻到和我们李家作对。6.2亿。不愧是婉莹姐，直接一口气掏出6.2亿。6.2亿第一次，6.2亿第二次，有人要继续加价吗？6.3亿。这家伙还真不怕啊，他就不担心未来受到李家打击报复？显然敢惹李婉莹，这下有的看了。如果说之前的竞拍还可能属于正常范畴，李婉莹不会生气，可在他出声发言后还继续加价，那就是赤裸裸的作对了。竟然敢和我争！自从我爸进入6阶巅峰后，从没出现过这种情况。6.4亿，我倒是要看看你有什么财力和我争。6.5亿。昨晚带2位大小姐消费了2000多万，刚才又花了4400万购买了4节雷盒，银行卡上的余额只剩下6.56亿了。看李婉莹这副气势汹汹的模样，6.5亿肯定没办法买下这杆长枪。秋月，江学姐，能借我点钱吗？